道之宗旨讲到敬天地，敬天地，那就是人跟心性的关系。所以天地这个范围，它是一个形象的表征，也就是说，心性在整个宇宙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那就是天地。所以整个天地怎么样复杂变化，人的身心就是怎么样复杂变化。那么身心在我们人生之中啊，它也是一个天地宇宙的呈现。那所以呢，人的身心运行顺畅，那么呢，身体自然健康，自然清安自在，无灾无病。人呢，如果说身心运行不顺畅，内在的贪嗔痴爱、烦恼妄想一大堆，外在呢又有这些五欲六尘来干扰我们，所以人呢身心会生病。那么生病的道理呢，可以说呢，演绎的很深很广。当时王凤仪老先生啊，他用这种道理来讲病，把人的良心翻出来，把你的心根啊立起来，那么他外在的这些病呢，就可以消除。这是一套修行的功夫。但是我们如果说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就可以翻病根、立人根，把我们的内在的那一份脾气、毛病，通通把它翻出来，通通把它丢弃。那事实上呢，这个不容易啊。毕竟夙业是累劫以来我们所积习下来的，甚至你在道场已经是很资深的一个人员，那么累劫的习气毛病啊，仍然很难改除。所以啊，我们说要立觉志，觉志就是我们的愿力。我们这个愿力呢，要下着真切，那么你的力量才会大。就好像呢，我们的树叶是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一样。这是佛家的譬喻。那么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佛是没有办法阻止这滴墨水掉下来。但是呢，佛可以教你，你掉下去的地方，你的水可以让它扩大。怎么扩大呢？你的愿水，你要下觉志这个愿力之水啊，你可以让它扩大。这个愿力之水一扩大，虽然那个业习种子、那个因果报应啊，还是掉进了你的水里面，可是呢，融合于无形无相之中了。你一滴墨水掉进湖里面，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但是呢，你那个滴墨水是不是掉下去了呢？是的，是掉下去了。因果报应呢是呈现的，但是呢，不痛不痒。那不痛不痒呢，对你来讲，是因为你的愿力大，你的觉志高，所以呢，今天你所承受到的整个因缘果报的接受啊，你是心甘情愿，而且呢，你是毫不在意。这个是明白我们的愿力。愿力既然下了，那么你就没有半途而废，你就没有退缩不前了。要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啊，得闻名师这一职啊，那是天大的福报啊，莫大的佛恩啊，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名师这一职啊。
借着这一子呢，我们可以呢这个翻出轮回，我们可以呢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是真正解决整个天地所形成的灾荒啊、灾难的根本解决之道。我们训文里面有一句叫“云层躲劫”，那么“云层躲劫”啊这句话呢，那么可见整个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那么可能呢天地呢都要把人收走了，但是表面上是收走了。那事实上呢，还没有，还留有一部分在云界，在云层啊。云层是哪里呢？云层就是弥勒祖师的净土。先暂时在那里，然后呢，等这个灾劫过后，再下来人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整个天地的秩序又重新整理。那么这个演变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云层躲劫的定义呢，有可能是在天地之中的某一个地方，大地之上，我们的地球之中的某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躲劫。那灾难过去了，那么我们这些剩下的人，还要再来这个整顿天地啊，建立一个天地的新秩序。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到中国文化，每700年一次的这个兴盛，到了现在2000年，准备要兴盛的时候，但是呢，世界末日的预言竟然来到。那么可见呢，整个文运的兴起啊，必须呢跟劫数一起共生。所以道劫并降，道劫并生，道能够挽救人类，挽救整个世界生命，但是劫数呢，也可能收杀整个世界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遇到道的人，那么表示呢，他有机会能够逃出此劫。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呼吁明示这一点是这么样的重要？虽然说新天很多宗教团体、很多学派都有各自的理论，各有各自修行的方法，但是呢，没有明示这一旨，他们所修行的都不只是变成一种世间的福报。因为呢，没有办法见到功德。功德是真正的亲近平等觉悟，真正的放下无明与妄想。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王道的文化来建立整个天地的新秩序啊！不是说天地毁灭之后我们再来开始，而是呢，此时此刻现在就要开始。现在开始要建立整个天地的新秩序，用王道文化内圣外王之道来拯救整个世间。那么你讲这么多，讲这么高，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必须先清楚，王道文化绝对不是汉朝那个时代的文化，也不是唐朝，更不是明朝，而是什么？而是周公治理作乐那个时代文化的复兴。一定要是周文的化育啊，才能够让天下呢走向这种平坦平和的一种大道。所以孔子他非常向往周公，常常梦见周公，常常呢这个提起礼乐的教化，恢复周文的化育啊。所以孔子在的时候，整个天下勉强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啊。但是孔子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恢复周文的化育。你看，孔子离周公已经是100-200年的事情了。
可能要更久。那么到了下一次兴盛是汉朝武帝的时候，孔子呢又离了汉武帝呢，那么这个大概也有500年了。但是呢，孔子留下一种典范，留下一种精神，让整个中国的文运啊能够再次兴起。那么中国这次文运的兴起啊，要靠的就是这个王道的文化，内圣外望之道。内圣呢，是我们的对于圣贤人那一份的身体力行，那一份的自我要求，以及那一份的觉志理想，我们必须呢赶快来付诸实践，赶快来落实，这是内望的功夫啊。不要说你是善人，你是好人，这些话呢，都不要透过别人来说，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一个修行人，要求成为一个君子，这个程度啊，并不难。但是呢，我们起码要迈向贤人的标准不能够只以君子为标准。那么我们道场的大德者，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达到君子的标准。可是我们自己呢，要求达到圣贤人的标准。在佛家来讲，就是佛菩萨的标准。光在阿罗汉的标准还不够。虽然阿罗汉已经是出世间的圣人了，但是既然是名师所传下来的大道，名师在指引我们，我们就要有名师出高徒的那一份觉志，那一份愿心呐。这样来再营造一个整个天地的秩序。所以天地的一个新秩序啊，它不是说你立下了什么法案，科学家想到了什么方法来减少碳的排放量，或者是说用什么理论来解决，这个都是治末节，治末不治本治根本的方法在人心。所以我们讲到敬天地，要讲到对于心性的礼敬。对于心性的礼敬呢，那就是真心诚意的把心性呢，把它圆满表达出来。性是如如不动，心呢是应诸于万事万物，所以万事万物的圆满就是于你心的圆满。那么万事万物还有不圆满，那你心还不圆满，那你要继续把它圆满。那你为什么可以把它圆满？因为我的性是圆满的。我们的心不能被五欲六尘给干扰，不能被呢这个六识所转移啊，六识、七识、八识所动转。主敬纯诚的一个态度，是在于生活的当下。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是那么样的谦虚，那么样的恭敬，那么样的虔诚。你对于整个天地啊，就好像是你处身在一个你自己的心性世界一样，整个天地呢都是你。整个天地只有你，这个观念呢，我们会陆续强调掉。整个天地宇宙就是只有你，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呈现的。他们为了帮助你开悟，为了帮助你走向圣贤之道，所以叫做心现事变。所以今天我们的世间人所追逐的这些外在的福报啊，
这个都是呢错用功夫啊。虽然我们需要这些福报，但是呢，那不是重点。一个觉悟的人知道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心性功夫，自己的言行修为。所以你看，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啊，虽然表象上他是吃着一箪食，一个我们说大汤匙、大勺子的饭，一个大勺子的水，这样呢就可以温饱。但是这个一啊，这个一有一点呢，那个专一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箪食一瓢饮呢，它是专一在他的一个心性修为上。那么外在的这些饮食啊，对他来讲已经不是重点了，他要专一在这里，所以呢，他不会被外在的饮食，这个贫困的生活给干扰到。居陋巷，陋巷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陋是简陋啊，所以呢，什么都没有，他自然不在乎外在的形象，不在乎外在的这些享受。他内在精神丰厚，那每天都快乐不得了。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看呢，他的乐呢是处于那种心性上的乐，那种乐呢是无比的乐，也就是说，他将有一个大力量，这个力量呢可以帮助他来成就他的一个愿望。那么透过他专一的这个修为啊。不被外物所染，不被呢这个眼耳所惑，所以呢，一箪食一瓢饮，那个一啊，那真的是我们修行的重点。那么今天我们讲心现事变，颜回给我们最好的例子。他的心呢是追求圣人之道。所以呢，他在外面呢，一切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啊，都只是支持这个肉体的生存而已，其他都不是重要了。那么，所以他三十几岁，32岁归天，当然也有讲42岁归天，但是呢，不管32岁还是42岁，他都是一个在人的生命之中是一个很短的时段。那么很短的时段呢，他因为能够专一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性上啊，所以呢，他得以成就，他可以成就为圣贤人。所以今天颜回复圣，再把孔子的精神再恢复，所以叫做复圣。那么颜回这种修为啊，可以说是孔子功夫落实的最彻底的，也是把孔子的功夫啊完全的彰显的一名弟子。那么其他的弟子呢，就比较看不出来。第二个是曾子、钟圣。那么曾子的质啊，他的根性啊，就比不上颜回这么利。那么曾子他因为是力行孝道，力行孝道，从孝道里面入手，入到心性，然后得以成就，这个呢也是一个方法。我们不是说得一善而全福音吗？得一善而全福音，这个福音啊，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力行，不断的去动作，不断的去累积它。同样一件事情，你要不断的做到呢熟能生巧，
做到呢呼之即出，做到呢这个随手反应。那么突然有一天，你会在这样的一个功夫上啊，就流露出智慧，你会定住在那里，哦，那当你定住在那里呢，突然的功夫成熟了，你就开悟了。所以你看禅宗的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开悟的那些故事啊，哦，这些公案啊，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哎，突然听到一个鸟叫声，突然听到这个石头的声音，突然跳进水里面的感触，开悟了。所以开悟对儒家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进圣贤人的一种进路。儒家也有开悟，儒家不强调这方面，那么他着重在你对于这个人事的表现，因为你是一个人嘛，你是一个人，你来到人世间，你不做人的事情，你专做这个出乎世间的事情，那么人的这种意义啊，就相对的打折。哦，你只是来这里念阿弥陀佛，念，然后就回天了，你对这个世界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那么这个不是儒家所要的。儒家所要的是我同时对人类有帮助，但是呢，我同时又可以回归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同时不是分开两件事情同时来做哦，而是一件事情哦。也就是说，我在帮助众生，我在这个正己成人的时候呢，那么我同时也是达到一种回归本来面目的那一份状态之下，来成就自己。哦，所以不是两件事情，而是一件事情。所以一切的难啊，我们比不上这些祖师大德，比不上前人啊，前人老前人啊。我们哪有什么难呢？一切的苦，我们苦得过这些佛菩萨吗？哦，苦得过老前人前人吗？苦不？那个境界来讲，相差太多了。所以常常讲，我们在修富贵道，富贵没有道。我们古时候只有听过贫道，没有听过富贵道。那贫道是什么？贫道这个贫啊，就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那一份专一。所以品是空无一物，哦，毫无杂思，毫无杂物，毫无杂染的那一份定力。那你定力一现前，智慧就现前。哦，所以呢，我们比不上前人的那些苦。我们今天呢，要怎么样呢？要好好的来修道，好好的在心性上下功夫，好好的去体悟它。透过什么来体悟呢？透过得一善而全福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前人辈这样开荒参道，哦，对于先佛的那一份诚心敬意啊，我们比不上那些老人家。那么今天我还想回归本来面目啊，我们必须呢，赶快在这方面呢，好好的手持住啊。哦，譬如说你讲孝，你要在孝好好的做；讲忠，就把忠做好；讲诚，把诚做好。那么这个就是呢，建立天地新秩序的一种契机。谁能够晓得呢？这个世间的人，谁能够体会这种心现事变的道理？整个宇宙天地灾难是我变现的，哦，这个山河大地是我变现的，整个天地就是我一个人。这种道理啊，太过玄远了，太过空泛了，太过深奥了。
一般人是不会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那么我们修行人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要知道，世间一切的现象都是为了成就我，为了成就我，所以我感谢他们，我要礼敬他们，我要有虔诚的心，面对这一草一木，一水一沙，这些点点滴滴都是道啊，都有道啊。我的心性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我的生命呢，要跟他们在一起，要和解共生啊，没有仇恨，没有怨怼，没有烦恼。你跟人呢都是这样如如自在，如如的相处。你可以知道，原来整个天地之间是这么样的慈祥，这么样的慈悲啊！一时的起心动怒没有关系，马上把它放下。孔老夫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没关系，我还是有从心所欲，但是呢，我不逾矩。这个是作为一个人可以允许的欲望。所以佛教讲五戒，这个五戒呢是一种这种约束的力量，但是呢，在这个约束的范围之内，还是允许你做某一定的程度的欲望。财色名食睡，你需要世间的财，你需要吃东西，你需要呢这个世间的名，你需要呢这个色就是色欲，你需要一点正常的夫妻关系，你需要一点正常的睡眠，这个都是身为一个人所可以允许的。但是允许不是让你乱，不是让你超过。所以在言行之中呢，点点滴滴的，借着这个礼法来约束我们的欲望。这个因为欲望呢，用久了会放纵，会泛滥的，就好像呢这个河体已经溃体了一样，溃体了就是礼法已经没有了。那么你必须赶快用礼法把这种溃体的河水把它补住。或者是说让欲望的河水把它消弭，让它不要这么样的泛滥，等等的，这个就是对治现在世界灾乱，整个世界末日的传言纷纷不断的一个最好的功夫。所以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尽些什么心力呢？其实用儒家的功夫，很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你把人做好就好了。人做好了，天地就不会毁灭吗？是的，人做好了，天地就不会毁灭。但是谁相信呢？这样问题是谁相信呢？你要知道，你不相信，那么不代表你就不会受到因果的报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了。所以你不相信交通规则，那你就可以不用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你不相信因果的报应，你就不会受到因果的惩罚，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那尧舜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众生皆可以为尧舜，众生必定成佛。那么这样的观念呢，你也不相信。那你也不相信呢，不代表你没有佛性。
你没有这个自信啊。我们说人性本善，那么你虽然不相信，可是呢，你的人性还是本善的，你那一份良知良能还是圆满的，你的佛知佛见还是具足的。那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呢，圣贤人告诉我们，佛菩萨告诉我们，那么科学不告诉我们这个，现在的知识方法不告诉我们这个，甚至呢否定这个。但是我相信圣贤人的话，我相信佛菩萨的话，他们留下来这些典籍、这些精神，在的告诉我们，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必定成佛。如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呢是圣贤人告诉我们。那么所以呢，整个世界的现象，并没有存在一个你信或不信的问题。如果说你信了，你就可以成佛；不信呢，就可以不用成佛。那么呢，这样呢，整个世界就颠倒了，整个世界就会颠倒。那就是因为呢，太多人不相信，所以世界搞得一团乱。那么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呢？凭什么？就是因为现在世界末日快要来了。我们电视上报道这个天灾地变的现象频频传出最近花莲外海有一波这个地震，结果呢，全台都地震到。那可能它的威力没有像921这样，所以呢，台湾呢只是一阵虚惊啊。当时我人在埔里，但是呢，感受到那一份震动的力量是蛮大的。那新闻报道说，台北、高雄都感受得到，所以整个台湾都感受得到。那么这个只是一时的能量释放不要在意对，不要在意。那现在呢，又有更严重的问题在等着我们石油快耗竭了，石油耗竭了之后，这个运输没有了，运输就停摆，运输停摆，经济就萧条，经济一萧条，人的生活呢就会过着这种非常慢的步调，就会过着就是忧郁不自在、不快乐那种心情指数就会下降，甚至呢，整个医疗体系也会品质变差，人的寿命会受到影响，人的生存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是专指石油没有了石油没有了，就产生这么大的危机。那么现在粮食缺乏，物价上涨，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气候是最有关系的。气候变热了，气候变热了，所以呢，种植在这些比较干旱的地区的这些植物不能够生长。甚至呢，暖冬的时期，我们的稻米所结出来的稻子里面是没有颗粒的，空包蛋这个花莲今年就是这样子。粮食危机，那还有呢，整个这个空气品质变差，这个大量的冰河流到河里面让那个对流
这个海水的密度啊不同，所以呢，整个这种北半球洋流的这些国家，会受到这种大风雪的侵袭。啊，最近的雪灾也造成北美、北欧这些国家很大的伤害。这个都是我们最近一直听到的这种天灾地变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火山爆发。火山爆发呢，以前呢好像只是偶尔听说过，死火山、活火山，很少听过有什么灾难呢。那最近火山爆发，引发海啸，引发地震，它所带来的那个力量，可以摧毁整个城市。那最近又研究另外一种这个天灾啊，就是太阳风暴，就是太阳光，它的那个带电的电子啊，冲到这个地球这边来。太阳只要释放它那个波，不正常的话，不正常的波射到地球来，整个地球就要瘫痪。整个发电系统就会停摆，整个电脑、飞机、火车、汽车的这些电脑都可能会被损害，等等的灾难呢，不一而足啊，实在是骇人听闻。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办。那么就在你不相信的时候，这些天灾呢，不断在产生。你不相信，那么科学家用这种科学的论据来告诉你，现在真的有天灾地变。那么解决的方法，科学家提不出一道解决的方法。所以相信科学，科学是遥遥无期啊。解决人类整个天地的危机啊，科学家目前是束手无策。各种理论不断的翻新，各种做法呢不断的被提出来，但是呢都是呢可望不可及，都还在停止在这种理论的阶段，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啊。要大到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生态啊，那是真的是遥不可及啊。但是呢，古大德圣贤人、佛菩萨告诉我们，心现事变的道理。现在天灾地变的呈现已经这么严重了，人人在不知道敬天地理神明，修养心性，那么整个内心的动乱发射到外，整个天地呢就造成了一个大震动、大变动了。那这些变动啊，就产生了世界末日。那么人心的恐慌啊，我们不得不极力呼吁。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现代的修行人，白羊的儒家之士，我们要极力呼吁每一个人回归自然的生活。回归自然的生活。就是呢，回到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样的生活。那么，现代的众生已经不听这一套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呢，用各种方法来呼吁。脾气的标准是在自己的心，不是在科学家，不是在这些科技上。我们必须不断的告诉人，你必须把心安顿下来。当你的心安顿下来了，那么你才可以在你的生活上运作顺畅，你的家庭、你的事业，还有整个社会的体制那才会运作顺畅。所以呢，重点在人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敢要求一般人啊，要立大愿下决志啊。下决志立大愿是我们这些呼吁的人要做的。只要有一个人呼吁，100个人响应，哇，那就不得了了。这个世间就有救了。你看，孔老夫子一个人，他所成就的也只是72贤而已啊。那么我们没有孔子那种智慧跟德性，我们呢就成就30个人就好了。其实先佛说过，2个人，你能够度2个人来成为佛，成佛，那么你就成就了。所以呢，先佛的标准是告诉我们2个人。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觉志跟宏愿呢，是极其的悲深啊，感觉到说2个人可能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大同的期待啊，可能要很久。所以呢，起码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带10个人，就是说1个人要影响10个人，帮助10个人成佛。帮助10个人成佛，那么呢，整个世界才有可能化解灾难。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就是你要帮助人家成佛。怎么帮助呢？借由道之宗旨，借由先佛的这种教诲，圣贤的教诲，还有佛菩萨的经教，不断的去推动，不断的去讲述，不断的去力行，不断的去感化。现在用显化了，这个作用好像不够大了。你看我们道场已经没有先佛来借机显化了，因为呢，现代人不爱听啊，不喜欢听啊。你说不会啊，在道场的法会大家都来听啊。不，我认为啊，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看先佛表演。那么真正能够把先佛的话落实在生活之中、自然之中，这是非常少，少之又少。那所以那个时代，是还有不少人成就啊。现在先佛已经没有了，用开沙、批训来警戒众生啊。那么用开沙、用批训，这也只是权宜之教。先佛不得已啊，用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方式来教化众生啊。你看先佛要扮小丑，在众人面前演戏，还被人家说成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先佛这么样的用心良苦，众生感受不到啊，所以先佛不来接窍了，其实也好。真正懂得自觉自正的人啊，他不需要先佛，他不需要圣贤人，而是呢，他只要有这些圣贤的经教在，那么他就可以呢，依照圣贤的经教而走。他只要记住了，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这些大德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天恩师德的事件啊，在他的话中啊，好好的来做功夫，好好的来力行，那么呢，他就可以成就。所以，得一善而全权福音这句话呢，真的是一个我们修行的重点。你看，一门深入，就是得一善而全权福音。你不用做多，你不要什么都会，你不要什么都包。你只要呢，在你的
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用功夫，用到你这个入定啊，用到你开智慧，那么你就是真正的踏上圣贤之道了。你比如说煮饭，你煮饭你没有各种杂念，没有各种染杂的心，没有分别对待的心，你就好好的煮饭。那煮饭不一定在道场哦，你在家中煮饭也是一样哦。你只要好好的对待煮饭这件事情，专心致志的来做，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定功啊。所以家庭主妇是很容易修六度波罗蜜的。你把这个饭煮好，让你的家人呢都能够有一顿美好的这个三餐啊，那么你不是在做布施吗？别人对你有所批评，家人对你有所不满，对菜呢会挑剔，你也是和颜悦色的对待，这个不是修忍辱吗？你每天在煮，不断的煮，用心的煮，这个不是持戒吗？你煮了之后还要更好，希望能够把菜煮得更好。你看一个种菜的人他说了，他也可以为天地立心他也可以为生民立命啊。他说我把这个菜种好，那么我把菜种好了，不要糟蹋这个菜，把这个天地的资源呢，好好的让它呢长大。我也可以为天地立心啊，为生民立命啊。我把这个菜煮到这个表现它最好的样子，这是参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一个种菜的农人，他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啊。所以哪一个人不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啊？在于你那个心是不是跟通天啊？你是不是敬天地啊？你有没有这个对于一切的事物啊，存着这种恭敬谦卑的心啊？在于一念的转啊，一念的这个转念啊，是你成就堕落的根源。我们说家庭主妇煮菜当作是一个修行的道场，把家庭当作是一个道场，把这个家庭子女，让他们呢能够安在他们的自然本位上，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教化他们，那么你是不是在这方面得到禅定，在这方面得到智慧呢？你是主父菩萨。那做先生的也是在修六度波罗蜜，做儿子的如果不懂，他接受了这些道理，他也在行六度波罗蜜。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做佛菩萨，都在学习做圣贤。我们世间社会和平了，世界和平了，天地的没有灾难，大同世界是指日可待，绝对是指日可待。那么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圣贤的教化，那要怎么做呢？有的人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些道理，有的人一直听到了不想听了，那么要用善巧方便。其实我们说这个软糖的显化，那真的是权巧方便，一时的便宜。软糖因应人心而发的。那软糖呢，现在呢走向问因果，治疗疾病，问前途，问感情，走向这个。那么它解决你一时的困难，但是呢，你下面还有一道困难，还有更多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
你还要不断去问，问到最后呢，结果你的命运都操纵在这些神的手里，操纵在别人。神那个神也是鬼神啊，他不是天地之间的正神，正神只教你恢复自然的生活，哦，正神只教你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放弃这个无迷妄想的烦恼。所以孟子不是说吗？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追求那个原来放肆的心呢、你放肆了，就是说你的五欲六尘贪染的太多了，你的世间的烦恼太多了，你必须呢再把它收回来。哦，他比喻说，你看我们种盆栽，把一株花培养的这么好。哦，现在有在种兰花的，培养兰花的，那么销到国外去，成为一个很好的口碑，没有错，那是在参赞天地的化育啊。那么你把那种培养好他的心情啊，移转到培养你的心，你可不可以因物而起性啊？因事而悟心啊？这个是修行的功夫啊，这个必须要呢有名师指引。好了，现在名师也有告诉你了，名师也来了，你要知道，在每一个生活的环节，哦，每一个言行的对待上啊，都有大道的误入处。这个误入处呢，就是每天不断的来释放你这些无明烦恼，你这些业习啊。然后呢，让自己达到这种清净、平等，哦，这种觉悟的状态。那这个是要自己去用心啊，这个不是靠别人，靠别人，别人没有办法，别人只是一个指引而已，哦，别人只是一个指引啊，但是这个指引呢，现在就很缺乏，所以呢，我们需要做这个指引。啊，做这个指引呢，你看在台湾，修行人可以说呢很多，台湾是个宝岛，各家各派的修行人都有。其实这也不坏，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修行人呢，你要修到见性，修到了见功夫啊。那见性是什么呢？见性就是你没有烦恼妄想。你没有分别执着，你看到了你本来的这样的一个自信，你的那个良知本体。那么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些无明，你修行人你怎么可能还会跟人家起争执呢？你怎么还会批评其他的教派呢？你不可能会做这种事啊，因为那违反你的性德，性德是圆满无碍的。性德是和融共处的。那么修行人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那么你做好自己，达到小康的标准，这样已经就不错了。哦，达到教化的作用，在这个社区里面都以这个道场为中心了，那这样呢已经不错了。这毕竟是小德川流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名师的弟子啊，我们不能够以这样子来作为满足啊。我们一定要呢，把师尊师母那一份大德啊，老前人的那个大德啊，完全的发挥。完全的发挥呢，就是让世间人很多的人，更多的人了解到大道的尊贵。我今天已经轮回这么久了，我今天已经堕落这么久了，到现在这个时期，你叫我所面对的是世界末日，人们情何以堪呐？我到底要怎么躲避？我到底怎么样回天？名师的教法告诉我们，所以要让人们相信名师的教法。
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你看，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啊。老人是谁呀？老人就是这些过往的人，老人就是圣贤人、佛菩萨这些人。不是我们在家中那个躺在病床上的那些中风的叫老人，不是啊。圣贤人所留下的这些典籍、这些经训，佛菩萨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话，我们要呢点点滴滴，一步一脚印来做。那所以呢，老前人他在这一次的开荒训里面，他讲到，我们今天要去开荒，第一个你去具足能力，能力的修养。其实这个能力的修养是无量无边的，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但是呢，你只要不离大方向、大目标、大原则，那么呢，你这个能力呢，可以从之中来培养。但是呢，不要全部都会，我只要呢一门深入。比如说我只会做上下直理，没关系，你就好好做上下直理，你就好好做观地居左纯阳右这个功夫，把这个功夫呢做到呢这个淋漓尽致，做到如如不动。把这个佛规礼节呢教化讲述给别人听，例行给别人看。然后呢，你是在参与道务哦，那么这个道务的运作，你有你一份子在其中啊，而且不可少的啊。然后呢，礼节是变通的，礼节到了当地的国家，你要呢随属当地的国家这个礼节来做，来适当的调整，不是一成不变的，把台湾的都搬过去，不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在柬埔寨那个道场，那么那里供奉一尊玄天上帝，拿这个披头散发，拿着一个七星宝剑啊。那玄天上帝在我们台湾的道场，一贯道的道场是很少有人在供奉，但是呢，那里就需要一尊。玄天上帝在那里助阵了。那边的冤亲债主很多，所以呢，去那边开荒的人常常受到一些骚扰，回来之后呢还不得安宁。那么后学也有去过那里，当然也有受到一些程度上的干扰，所以需要玄天上帝，所以那里呢就供奉玄天上帝。所以呢，在佛规礼节里面呢，也要加入玄天上帝的礼拜。你看这是不是体察当地风俗民情啊？老前人告诉我们这样做啊。那么很多人固执不通，固执不知变通啊，一定要按照台湾的，那就产生各种争执了。那么你办道还产生争执，那么这个道还有道吗？所以后学常常建议大家你到那个地方去开荒啊，你就拜当地的神，建当地的庙。你只是其中有母灯、有两仪灯，跟人家不一样而已，其他的通通都是一样。当地的人看，你看，这是我们的庙，我们的神，我们的仪式，我们的这个经训、经教。那这样你要度化当地的人，不就是更加容易吗？更加快速吗？但是你要投入时间呐，这最重要的。你要投入时间，你要有定力在那里，你要有智慧在那里运作，这个是你个人上的修养。所以个人上的修养啊，必须回归到道之宗旨。你每天呢要复习，要练习，要来实践道之宗旨。把道之宗旨当作是你的修行的这种轨道，
好好的来做，好好的来力行。再把你力行的成果运作在当地的道场、当地的道亲身上，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圆融的一种做法。我们说道，这个老水烦草啊，老水烦草，也许是一种教化的机啊。那么教化，你要有能力，你要有智慧，要有方法。那能力、智慧、方法要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你现在的修为。不可以到那里束手无策。束手无策的现象是很多，但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处理各种问题。你不能够被这各种事情所牵扰，让大家呢以你为马首是瞻，不是呢你去那里成为人家的困扰。你到了那里成为被成全的对象，那么你到那里开什么荒？办什么道呢？没有道啊。虽然说是互相成全，可是呢，你自己要有这种认知，你有这份使命、责任跟担当啊。所以，对于自己真的要下决志，真的呢要立众愿。对自己没有下决志、立众愿啊，你很难办出规模出来。那么有因人弘道啊，非道弘人啊。你有决志有大愿，整个道气啊就跟着你转，整个人才就跟着你转，你这个道场就这样转起来了。所以道场有道才有场。那不是说你去盖一间庙，那你就叫道场了。讲到道之宗旨，尽天地理神明，我们用《楞严经》、富楼那还有阿难尊者他们的启问来说明整个天地万物以及人它的形成的原因。正是所谓佛陀所说的依真起妄，没有真的就没有妄。那么真的是什么？真的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本性，也称为佛性，也称为法性。那么道之宗旨，这三个关系，特别要来解决人世间的矛盾。人跟身心的关系，性心身三者不协调产生了人的生活不自在，身体不健康，头脑不清楚，那么严重了影响到整个周遭的环境。所以这三种关系呢，在现在的社会形成一种矛盾，人跟身心矛盾了。那还有一种叫是人跟人的关系，也叫人跟社会的关系。那社会呢，包罗万象，除了人跟人，也包括人跟事，人跟境。那这些关系呢，你要如何去处理它？要如何去圆融它？去面对它？这个是道之宗旨要教我们的。那第三个关系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自然就是所谓的天地鬼神，跟这些有形无形的万物，人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那么这些有形无形的这些众生这些万物他们影响人
非常的深远。那这个是人没有办法去直接了解的，所以呢，道之宗旨特别把这3个重点呢，这3个诉求把它表达出来。那么也解决了现在人类对于这3个问题的矛盾呢，人类自相矛盾呢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把这3个关系厘清了，那么所有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儒家收远，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来学习儒家的教法，透过儒家的学习来进入到这种道的那一份的清净无为、平等自在、真诚恭敬。这个是为什么现在呢？道要用儒家这个走法来教化人世间呢？那我们先前用到《楞严经》，佛陀讲了整个宇宙世界人类的形成，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妄心的动念。那么妄心又是怎么来的呢？妄心是由真心而来的，所以没有真心也就没有妄心，真妄不二。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比喻这种现象，你看我们的电视就好了。电视就是一台萤幕在那里。你接上了各种的音源的线之后，好了，你可以用遥控器随便一转。这里是中视、台视、华视，TVBS、Discovery， 各种频道都有出现了。好，那个电视一直都不动，那个电视的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比喻我们的本性。当我们在选台系、选择频道的时候，一下子变到运动的画面，一下子变到这个新闻的画面，那一下子呢又变到了这个谈话性的节目方面等等呢，各种的境界都有。那你也可能是看到暴情的，看到色力的，色情的、暴力的，看到一切有的没有的。那么在乎于你的感应跟什么频道互相感应你这个遥控器呢，你要按到什么频道所以那个萤幕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手上的遥控器那就是我们的缘。我们的缘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业。我们的业呢，一直调在这个谈话性节目，好，你就跟谈话性的节目这样的一个频道那里面的众生互相感应，所以呢，你就成就在那个地方。有的人喜欢看摔跤的节目，每天沉迷在摔跤；有人爱看布袋戏，每天沉迷在布袋戏。那他就是呢，形成那一类的众生。心现事变嘛，他的世界变现成那个样子。那他的心呢，也随之向往，成为那个样子。久了之后呢，他自己也就到了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心念之快速心念之可怕是我们人要去注意的，要去了解的。那么我们今天求了道了，我们今天要知道，心念它是依附在真心之上的，心念不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的心念呢，刹那在生灭，那不是真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画面也不是真的，因为呢，它是刹那的生灭。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点，下一个刹那它就已经变化了。
那么在这个变化的很快速变化的过程啊，人把它组合起来，人用人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啊，五官啊，把它整合起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画面啊，它好像是在动了，好像是真的，那么其实是假的。这种抽象的像啊，连接起来，看起来很相似，所以叫抽象的相续相。在白法明门论里面，那是属于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就是那个人不是真实的，时间不是真实的，空间也不是真实的。你看时间哪里是真实的呢？现在我们说现在马上就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已经过去了。时间刹那不住了。那空间，我们这个空间有成住坏空，生灭变异，包括我们这个肉体也有生老病死。那么这个空间怎么会是真的呢？它不断在变化，所以都不是真的。那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会让它变化里面的那个东西。说那个东西也不对，因为呢，说是一物即不中，因为那个不容易讲，不好讲，人的智慧也没有办法去思量，所以呢，我们把它囫囵吞枣的统称道。那一种现状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讲啊，因为它已经超越我们人的思维、人的语言文字，所以只好强名曰道啊。那么这种境界啊，只有佛才能看得清楚。那佛今天呢，把它留在这个经典上，让我们人来参悟。我们透过佛的教法，也走上佛的这种步伐，一步一步的，那么就走上了这个圣贤之路。那么当你觉悟了，当你圆通了，你就成了佛菩萨，你就成了圣人。那这个是道之宗旨，他特别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今天我们人跟心性的关系我们自己就搞不清楚。我看这个探索频道的报道，发现到说在21世纪所谓的这种躁郁症、忧郁症、激躁症，或者是说痴呆症，这些等等的精神病患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倾向。那么我们这个家庭之中出现了一个患躁郁症的孩子，那父母亲呢就不得安宁了，要随时要注意他。他可能是过动儿，他可能呢随时呢不按牌理出牌，因为他躁郁躁郁已经形成了一种病因了，那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么忧郁症呢？忧郁症更可怕。忧郁症呢，它就是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呢，它在没有人看得到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会让人觉得很可怕。有看到那个小孩子，就一直捶自己的脸颊，捶到这种耳朵流血，或者是说呢，捶到了这个
牙龈流血，这个是很可怕，我们很难相信，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但是这个病症呢，在今天21世纪已经成了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很大的干扰。我们统称为心理疾病、身心症，或者是说精神病患。那么科学家用脑波扫描的方式来解决、来面对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脑波扫描的，我们如果说从修道的观点来看呢，我们知道它只是看到一个现象而已，一个表现的变化而已，但是它内在的真实性啊，医生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只有大医王，只有佛陀，只有明师，开悟的人，才可以解决这种人跟身心的问题。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常常看到佛陀，常常看到明师，接触到这些善知识，所以我们只好依照古人的例子，以觉为师，以经典为师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训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呢好好的从这些圣人的经教啊，好好的研读，好好的参悟，好好的来实践。那么实践到久了，有一天豁然贯通，你也会碰到善因缘来跟你指点。所以呢，都是要用功啊。所谓闻思修入三摩地啊，你要闻啊，你要去看、听，你要去接触，用你的根性把这个闻啊，闻到极致。也就是说，根性发挥到极致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的闻思修，那是一个特别的法门。它闻根虽然是说从耳根，但是呢根根相通，我们呢可以用意根、眼根、鼻根、舌根，所有的根都是相通的。那么明师就直接给你点出那一根出来了，你就用那一根就好了，用那一根来闻思修。那么人跟身心的问题，透过自己的闻思修的功夫，你要不断的去反思啊，存想即生啊，存情即醉。所以呢，懂得。那么《楞严经》用这句话来形容了，形容了非常的贴切。人如果都重视精神生活，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存想。他不在外在去追逐，而是往心内观。内观就是所谓的存想。那么他的那个想的纯度啊，如果纯到非常的纯，纯到像这个无色界的天人啊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他就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境界。无色界最高的天，非想非想处天，那这个已经是最高级了。如果他还能够回小向大，那就突破了这个小圣，突破了六道，那么进入了禅的境界，进入了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四禅天四空天等等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所以呢，存想即生啊。那我们今天修行还没有办法明心见性至少我们也要做到存想即生啊。那么这个道场呢，讲说呢，
众圣侵犯，这个意思呢有一点类似。那么圣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这个亲近心、平等心、觉悟心、真诚、恭敬的心，我们达到了程度了，这个叫众圣。那因为呢，达到这样的程度了，你会扩及到你的家人、你的社区、你的整个周遭的环境，甚至整个天下国家。所以这个叫众圣。那侵犯呢？侵犯就是说，在对于自己的个人的享受、个人外在的这些物欲的追逐啊，都已经呢把它放得很开，那是众生侵犯。也跟《楞严经》所讲的“存想即飞”啊，你就可以飞升，感觉身心自在，身心清安呐。所以昨天去台北，去拜访几个修道人士啊，那他们对于三教经典啊相当有研究，对于心性的道理啊也特别的用功夫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独到的见解。所以要跟他们讲话了，其实也不容易啊，真的是有一点要进入高手之林了。他们几个呢高来高去的，你没有境界，你还不一定插得上口。那他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啊，他们就是一心的往内去追求那一份内在的平和。那当中呢讲到一个观念，那就是说，当一个人啊，他的心达到一定的一个亲近、平等、恭敬的状态啊，那么他的身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那一份逍遥自在、清安的样子。所以，对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并不会给他造成多大的压力。比如说现在冬天来了，寒流来了，照理应该很冷啊。但是寒流来了就冷，那么热浪来了就热，那么这个是一般人。照理讲，有修行的人对于外在的这些环境啊，他喜怒是不动于心的，那冷热也是让他不动于心的。所以就有一个前贤，昨天呢，他是穿短袖的，哇，大家呢就在那里称赞他，哇，他修得很好，对于这种冷热啊，他也不会在乎。那有一个人穿得很厚，自认为修行还不到家，所以呢还是会怕冷。那么其实呢，昨天的环境啊，昨天的气温是比较热的，那所以呢，这个穿短袖的那个呢也是无可厚非啊。那么穿长袖的这个呢，那就因为呢比较冷底啊，所以呢很容易怕热。其实我感觉他也是在现场有一点热。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一个人的外在都是从内在先生发起，然后产生的现象。所以人跟身心的关系是修行人最主要要掌握的。你的心呢不正啊，你所接触到的环境啊，还有这些人情世故啊，一定都是一种不正的一个磁场。那么心正了，你所居住的环境，你所面对的人事物啊，就会正了。所谓福人居福地啊，这是算命家他会讲的话。福人居福地啊，那福地福人居啊。福人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本来不是很好的风水地理，但是呢，福人一来啊，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很好的风水地理。所以福人居福地，那福地福人居啊，这个地方啊本来是很好的风水宝地啊，那么一定会有福报的人才会进来这里住啊。那没有福报的人呢，他强行要进来住啊，那么这个地方的风水呢也会被搅乱掉，整个磁场也会被破坏掉。哦，所以算命先生他讲了相由心生啊，福人居福地这些话呢，其实啊，表示呢他们对于整个命数的现象啊，他们的理解还是在于心的变化。那心的变化就不是算命的那个数可以掌握的，心的变化呢，要从修道这种格物致知，从自性本觉来下功夫啊。那所以说穿了，还是心性上下功夫啊。那所以说，刚才讲了，这个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七心，便是七神。所以心的起心动念，我们人在人世间啊，就一定会有心的呈现。因为人世间是一个后天的环境，是一个有这个气世间的相对的世间呢，所谓二元的世界。那么人处在这个生活环境，这个虽然是整个工业所造成的，但是呢，我今天处在这里，我有我超越的方法，也有你成圣的根据啊。我们今天就是要认定这个成圣的根据啊，我要成为回归本来面目的那个样子。所以圣贤人、古大德教我们怎样做，怎样做，你就看着经书，看着古训，跟着古人来做，那这样你就可以回到本来面目。所以关圣帝君讲无愧心，无愧神。你对于心是性的呈现嘛？心照理讲是圆满光明的，但是呢，心会映照万物而起现行。它映照了万物呢，会因为所映照的对象而起了波动，起了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会产生你这个所看到的境界的就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就产生你的现行就不会不一样。同样是看到一批黄金，有的人呢认为他已经发了，想要占为己有；有的人呢把它看作像大地的一份子，它就是一般的土地而已啊，毫不在意啊。那这个就是心性上的不一样啊。那么会被外物所执着，会染着的话呢，那么个人的业力啊，就随之而形成。随之而形成呢，加上累劫不断的坚固的执着，认为呢就是这样子。记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把这些呢好坏善恶的通通记住了。那么你记得错的多，那么你就走向三恶道；记得善的多，你就走向三善道。所以，其实说穿了，人的阿赖耶识啊，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恐怖分子。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生活上的不安、恐惧，以及各种身心上的干扰，其实就是阿赖耶识，我们的心神自己在作祟人的心神在作祟所以人不晓得他的一个变化这么样的细微，这么样的繁复所以当你做了七心，就是做到七神了。所以当你去神里面、神堂、庙宇里面去拜拜的时候你要求神，你要先问自己，你有没有七神？
啊，什么叫七神？就是你有没有七心。哦，你的心呢，是不是随时保持在清净、平等、恭敬、真诚的那一份修为上？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你今天去求神拜佛，你的感应呢，一定是微乎其微啊！啊，除非你个人的业报，那么你自己会引发出自己的业报，啊，自己的福报，否则神明是不会给你任何的感应的。神明也不可能决定我们的生死，啊，更不可能带给我们福报。这个是我们知道敬天地理神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因为呢，天地神明是自信的变现啊，这件事情太过奥妙了，人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呢，儒家就告诉我们，关圣帝君这里讲，故君子三位视之以胜其笃。哦，三位视之以胜其笃，笃就是那个唯一的。哦，我们说性体，我们说如来藏，良知本性啊，就是那个笃。那个笃呢，你不要让你的心产生蒙蔽了，因为它的这个笃呢，透过心来呈现性的状态啊。但是心的造显啊，它会去染着万物，所以你要慎其笃。哦，你的出发心是这么样的光明洁白，但是呢，你造显万物的时候啊，起了各种分别变化，于是有了妄想、分别、执着，各种的无明烦恼产生，累劫不断的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所以关圣帝君讲，从君子三位视之开始。你看他还分3个等级哦。你要是一个君子，你还要做到三位视之。当然能够做到三位视之，就是一个君子。所以一般人还不行，要达到君子的标准。那么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君子的标准就是你的起心动念都要是善的。哦，你一心为公，一心为众，这个才是符合君子的标准。那么三位视之呢？三位，哦，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这个是三位。你看这4个三位，儒家告诉我们的，这三位讲得多好。天命，为天命，为天命是什么？哦，我们讲到天命啊，在道场讲的天命太多了，但是我们基础上呢，有2种认知啊，一个就是老天给予万物、给予众生的命，这个叫做天命。那么他给予你这个命啊，你有这个生存在这个世间的一个能量。还有呢，生存在这个世间，你所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是天命。那另外还有个形而上的天命，哦，那就是呢，老母他所降下来的大道，这个无极这样的一个真理啊，落在人世间。那么它落在人世间是透过祖传承的。那当然，因为一般人呢，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到人身上有道，人身上呢有那个如来藏性、良知本性，所以呢，必须透过这个开悟的人，哦，圣贤人、佛菩萨来告诉我们。啊，这个就是名师，所以名师传给我们那个回家的路。那个就是道，那这个就是形而上的天命。
所以我们道场后来在讲啊，谁有天命，谁有天命，那个讲的都是非常狭隘的天命。啊，我们今天有这个道体，老师呢，他也将这个道体传给我们，我们将来可以回归到这个道体，那这个就是天命。所以你看，为天命，这个你要多么可畏啊！你要多么敬重他啊！没有错，今天各类的众生，哦，万事万物都有他的性，哦，他们都可以成佛，但是呢，他绝对没有像人类这样子有高等的智慧，来可以诠释天地之间的奥妙，可以阐发宇宙之间的真理。所以天地人为什么合而为一，合称三才啊？天不言，地不语，要透过人来言语。哦，天地的教化也要透过人的言行啊，来达到这种教化的作用。那么代表天地的人是谁呢？圣人。所以古圣相传，佛、菩萨这些大德者，都是属于代表天地的人。那么他们不是别人，所以我常常问，到底古圣是谁？啊，最原始的那个古圣是谁？哦，我们在道场常常讲古佛，那古早就已经成佛了。这些古佛到底是谁？说穿了，古圣古佛，不是就是我吗？他不是就是在讲我吗？我的那一份如来藏，我的那一份良知道体。哦，我跟他是没有两样的。我今天只是聚在这个肉体上，被这个肉体所拘束了，被这个五欲六尘给染着了，所以我不晓得我今天是跟那个古佛古圣是一样的。那有名师告诉我，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修行的道理，圣笃的道理，然后进入到他们那个道体。所以要三位四知啊，这是为天命啊。所以为这个字眼啊，就形成了一种这个清净恭敬的心，哦，平等无为的心。所以呢，这个清净恭敬、平等无为这样的一个心呢，就形成了一个敬畏。哦，畏是有一点恐惧的意思，但是这个恐惧呢，是一种心存恭敬的恐惧，因为呢，很怕我们随时呢会断失掉这个天命，会失去了跟天的那一份依止的关系。哦，如果跟天这个依止的关系你找不到了，断绝了，那么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哦，你只是一个躯壳上的运作而已，你已经没有背后那个天恩师德的力量了。所以为天命，我们才知道天命为什么需要这么样的恭敬他、敬畏他。哦，为大人，为大人，大人呢？我们讲说为。这里讲的大人啊，人得一而为大。哦，人得一而为大，这个一呢，就是说他已经贯通了所有宇宙万物的事物真理，就是从这个一的道理来贯通。从一呢返回到无极，哦，印证到我们人世间。这个两极对待的道理啊，其实它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在里面。哦，就是两极不变的，你要把它混合起来，而成为一。
所以六祖慧能他才说我禅定解脱，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之法。那么他这句话呢，同时可以用在三教经典上，所有的法，如果你有分别、有对待、有执着，那么都叫做二法。当你放下分别、执着对待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进入了一真法界，就所谓的一。所以回经为一，允直觉中啊。所以他这里在讲的大人不是那个做官的那个大人而是呢已经成其大，已经呢接受到整个天地能量的那个大，那个才称为大。你可以跟天地精神往来，你可以呢打破时间跟空间的界限，来往在整个宇宙当中。过去未来你都已经通晓了，所以呢，大人的话常常呢，这个先说后应，所以一些再来者，一些倒装将士的古大德，他们这辈子来，有时候他们讲的话呢，都会先收后应，先收后应，那是因为呢，他的话呢是大人的话，他已经是成其大了，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为大人。那为圣人之言，这是第三位。圣人之言呢，圣人跟大人，那他不一样的地方是，大人是无为而为，圣人是从有为而入无为再把无为的教法透过把无为的到底透过有为的教法，要来教化众生。所以圣人呢，要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那么教化众生，你一定要让众生看得懂。所以呢，你要讲众生听得懂的话，你要做众生看得懂的事情。这样呢，你才能够以身作则，来引导众生走向西圣西显之路。所以圣人之言，我们对之呢产生敬畏。敬畏呢，那是因为圣人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知天命、这种成大人的一个境界。那么他今天示现这个道成肉身他在用肉体的方式跟众生处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他只是一个人，可是呢，他已经呢上下贯通。所以我们只要依止他所讲的话，所示现的道理，依他的这个言行为准则，亦步亦趋来做，那这样呢，你就能够踏入圣贤之道。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为圣人之言。圣人之言，把圣人的话看清那么对你自己只有损害并不是说圣人要处罚你而是你对自己的产生的这种烦恼障碍更加的繁琐，你的解脱之路更加上了蒙蔽所以佛陀说可怜悯者是一个让人家很可怜的人。那么这种人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可多了今天的社会不听圣人之教的人，那是太多太多，依照自己的脾气毛病依照自己的福报业力，那么认为自己呢不可一世，认为自己呢可以旋转乾坤
呼风唤雨啊，结果呢，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他的意思就是他个人的习气毛病，累生的业习啊，就不断的去制造出各种的祸业苦，那么产生了更多的共业，那更多的共业呢，就形成一股牢不可破的因果，所以呢，后来他也摆脱不掉，他也没有办法超越。这个呢，都是因为不听圣人之言。那么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听到圣人之言，那是非常大的恩德，非常大的福报。今天如果有人还在讲圣人的话，推广圣人的话，而且呢，力行圣人的话，我们要不做第二想，要赶快去向他学习。只是圣人呢，他不会显神通啊，他不会招摇啊，他不会四处去宣扬说他就是圣人。所以呢，要高明的人呢，要有悟处的人啊，他才能够看出这个是圣人。那名师出高徒，这个只有高徒才能够遇见名师啊，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有的人虽然跟着名师学，可是呢，他一点受益也没有。那么他没有受益呢，那表示呢，他在这里呢得不到这种修行的入处。那他修行呢，没有境界，没有功夫啊。因为呢，他不听老师的话，不听圣人的话，自以为是，用自己的因循苟且在过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不听圣人言。那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经典、这些古训呢，都是圣人之言。我们现在说老人之言呢，他们都已经作古了。但是呢，他们精神呢，却一直在教诲我们。所以懂得的人呢，三位四知啊，赶快呢，以此为戒，好好的来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走出自己的下一步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在这个业习的世界里面，累积了脾气毛病的生活空间里。错一步啊，满盘皆输啊！你一个步伐走下去啊，你不晓得接连而来的这些业障的牵缠啊，它是排山倒海啊，让你连抵挡的力量都没有啊。那么你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在《楞严经》里面，佛陀也有强调修行人啊。他所面对的各种的干扰，他会有哪一些状况？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他？那么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说，你不要理他，不要在意他。禅宗说佛来斩佛啊，魔来斩魔啊，他这个人是属于这种境界上的一种魄力啊，就是真的要这样子。当你在修行遇到佛了，那佛是真佛假佛？你如果喜欢这个佛了，你就跟他去了，结果呢，他就是魔的化身。那他魔来了，他变现各种的你喜欢的样子。喜欢的境界，结果呢，你又跟他去了，你也着魔了，进入了魔子魔孙了。这里面的《楞严经》他讲的很详细。55阴魔啊，这是修道人最大的障碍。我们呢有空应该来看一看啊，我们会碰到哪些情境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呢，不欺心不欺神，自己呢
这个戒慎恐惧啊，三位四知啊。那四知是什么？四知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是四知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属于理神明的部分。哦，我们的周遭有太多跟我们重叠空间的众生了，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也感受不到，但是呢，他们知道，就好像二度空间的这个昆虫啊，你看像蚂蚁，蚂蚁是属于二度空间的动物，所以呢，即使你走到它旁边，哦，你准备对它呢做出什么伤害，它也不知道。哦，所以更高层次空间的哦，所谓不同维度的空间啊，他那些众生啊，看我们可能像看蚂蚁一样啊，那么他可以随时伤害我们，他也可以随时影响我们的。你如果跟他有什么因果牵缠的话，那么他可以随时控制你。哦，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妄想分别执着的地方，他就趁虚而入啊。这个是为什么三位四知的道理。哦，这个在这个世间呢、啊，知道我们人在做什么的鬼神太多了。哦，你看我们这间房子平时就有这个地基主，啊，这个是鬼神，有所谓灶神，有这个当地的土地神，哦，我们这里这个城市还有所谓的城隍神，哦，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古井还有井神。哦，一棵树呢，超过人那么大，它就有所谓的树神。哦，它跟我们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如果呢人对他们有所不敬了，那他们可以修理你了。哦啊，他们也知道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是了然清楚啊。那这些鬼神知道我们状况的鬼神啊，太多了，没有办法数清楚了。因为鬼也有五通啊，鬼除了没有漏精通之外，它还有5种神通啊。哦，它可以穿墙越壁啊，哦，它可以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所以对于鬼神啊，孔老夫子说“敬而远之”啊，这句话呢说得好。敬而远之，就是因为对于鬼神的道理啊，我们恭敬他，但是呢，不要学习他。不要学习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程度啊？我们人的智慧不知道啊，因为人的智慧不知道，所以呢，我们敬而远之，恭敬他就好。哦，你也不要呢，这个污蔑他、毁谤他。你污蔑毁谤了，他会来修理你，他会来干扰你，让你生活不得安宁。啊，恭敬他，可是呢，我不学习。那我学习的是什么？我学习的是圣人的教诲。啊，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我就学习这个。哦，圣人讲这个君子三位四知，以胜其笃。那么我就注重三位四知，我就胜其笃。哦，这些正知正派、正见正脉的讲法，这个才是呢我们人在人世间修学的依止啊。所以你看，敬天地理神明，它的这个意义啊，是相当的广，相当的深。哦，他接下来还要讲哦，物谓暗室可击，屋漏可窥，一动一静，神明鉴察。
实目实手，理所必知。哦，你不要说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你就可以欺心啊。哦，屋漏的地方，隐蔽的地方，你就可以窥心啊。神明鉴察，一动一静，神明鉴察，做什么事情啊？神明鉴察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电视新闻的报道，很多犯罪分子在夜间出来犯罪，都认为没有人看见，结果呢，不久被举发了，哦，甚至呢，他的脸呢都被人家公布出来，还以为呢，神不知鬼不觉，那不晓得呢，有监视器在拍着他，那刚好他犯罪的地方就有监视器拍摄他。那么如果没有监视器呢，还是有这些神明呢，有这些鬼神在鉴察着他。你看我们人有所谓的三尸神，有所谓的日游神、夜游神，还有灶君，还有呢报事灵童。报事灵童就是上恶童子。你看有这么多人管着我们。我们哪里逃得掉？哪里能够胡作非为啊？他们都知道。那么我们地基主也知道，土地神也知道，城隍爷也知道。这些天地鬼神通通知道，他们有所谓的情报系统。他们这个电脑一输入啊，整个骗虚宫进法界，这些鬼神啊，通通都知道。只要呢，他可以进入你的阿赖耶识这个大电脑，他就可以读取你的资料，你在做什么清清楚楚。所以你看那个听那个林仓库林坛主，他在讲他的这个天堂的游记啊，那是非常精彩啊。但有一幕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呢，在天上有一个造善台。所以天上的叫造善台，地狱的叫造孽台。那在造善台也是造出他在人世间的一举一动啊。譬如说他做回收，帮助了他们的这个道场，帮助了这些流浪孤苦的人，这些都被造出来了。有一幕呢，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小时候去偷隔壁邻居的这个桃子，好像是桃子还是李子。那么隔壁邻居呢，也是他的亲族啊，不晓得是伯伯还是叔叔啊。然后呢，他对这件事情啊，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去偷个水果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早就忘记了，没有错啊。可是呢，你的八识田中啊，还记录了你的一言一行。那么在造善台里面啊，就把他的一言一行给造出来了。5岁的时候偷了隔壁家叔叔的他们家的这个水果。那他小时候，他现在已经80几岁了，小时候已经5、6岁，那很小啊，那可能是30、40年了。那个年代，他不但他造出他那个动作，还造出那个年代的这个路啊、房子啊，当时人的穿着啊。他用什么工具去偷摘这个水果，结果呢，被他的伯父啊抓到的那一幕啊，通通照出来。他真的是吓到了，不得不佩服实在是太高明了。天上的科技啊，比我们人间的科技啊还要进步。
那所以哪能逃得掉呢？对于天地神明，我们怎么能够逃得掉呢？如果不是说照着自己的这个清净、平等、公正、真诚来做的话，你逃不掉这些鬼神的记载。因为那鬼神其实就是你呀、凡人心即神，神即心嘛，其实就是你自己记录你自己的。那些鬼神是你的共业，你的真心期望变现出来的。那么你的阿赖也是，分别出来了。他们这些人呢，到了进入你的阿赖也是来读取你的资料，很简单的，一下子就看到了。你能够逃得过别人啊，你逃不过你自己啊。所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这句话呢，你这个讲得好，一动一静生命监察，实目实手理所必至。所以对于天地鬼神的道理啊，天地神明啊，我们只有一个字：无不尽。为什么普贤菩萨要礼敬诸佛？他把一切的众生都看成是佛，所以呢，因为是佛，所以对佛呢没有不恭敬的。小猫也是狗，也是佛，那个小鸟也是佛。包括这个扇子，扇子是不是佛？扇子是佛。为什么扇子也是佛？扇子是木头做的，那木头呢，它的这个质性是从木出来的，是从大地出来的，所以呢，它的有大地的质素。有大地的这个木头的这种法性啊。那么我们知道，木的产生啊，是整个地水火风的产生啊。地水火风呢，是我们的自信期望所产生的，所以这支呢，也是我们的自信在里面了。那它会不会成佛呢？它当然会成佛，因为它有法性啊，它是无情的，无情的众生。可是无情的叫做法性，有情的叫做灵性，或者说叫佛性。那他什么时候成佛？这支扇子什么时候成佛？那等到你成佛了，他就成佛了。因为你已经没有真妄的分别了，你已经进入一真法界了。当你进入一真法界，你的境界看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心的体现了。再也没有妄心了，你回到如本体的那一面了。所以《楞严经》教我们舍事用根了。你这些分别意识、眼识、鼻识、舌识这些呢，这些意识呢，通通要把它舍掉，用我们的根性。根性呢，就是根性，其实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性。真性呢，透过耳朵来听，那么呢，会攀援出耳根所听的东西。所以呢，根性就变成视性了，这就是心性的道理。所以当你在看荧幕的时候，你就要懂得，那个电视是如如不动的，荧幕是会变化的，变化就是所谓的这种分别意识。那分别意识都是妄了，都是虚妄的，能够把这种虚妄呢，把它看破，把它放下。那么你就证得真如本性，你就呢了解到今天地安。最近呢，海地发生了大地震，那据说伤亡的人数啊，单死亡的人数就超过20万，那受伤的可以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还没有办法估计啊。那么这个，我们曾经分析过，为什么会有地震的产生？整个天地，它没有照着次序来走，
那它呢就会发生晃动。晃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心不平啊，人心不平啊，产生的晃动。所以呢，现象界是依着我们的心的变化而起变化的。我们讲过心现事变的道理，已经讲过很多次，不断的在强调这样的观念。佛陀在《楞严经》里面也讲过整个世界的形成，以及呢这个六道十法界的形成，甚至呢这些鬼道啦、魔道啦、仙道啦、天道啦等等呢这些众生的形成。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参考《楞严经》啊。那么从佛的教界，我们知道地发生震动，地代表我们的心，那么心呢发生了震动不安，所以呢产生了这个地震。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联想到的关系。如果说从这个《楞严经》的教界，佛的说法，那就是心不平了。人心不平产生地震，啊，人心不仁产生旱灾。这个就是呢心现事变的道理。那么佛陀强调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要知道依报就是依附在我们身心的这个环境、物质的条件，包括我们的这个吃住、食衣住行，我们的整个大环境，这个都叫依报。那正报呢？正报是我们心的感受，心的这个程度啊，我们说水平啊。你心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有的人把这里当作是天堂，有的人把它当作是地狱，这个都是因为正报上的不同，而呈现了整个依报上的不一样。那么有共同的这个共业，共业呢，就是整个地球的环境。我们生长在这个地球里面，地球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息息相关的生活里面呢，就产生了一种共业的营造。那么你为什么会来地球投生呢？或做这里的众生呢？这个啊，就是因为你的业力来到这里。那么你跟这些人相处，那么这个跟你相处的这些人事物啊，就是跟你一起的共业。那所以啊，我们这次看到海地大地震，伤亡这么样的严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地震不断的频传。在世界各地啊，不断传来有地震，只是呢，有的造成灾难，有的呢灾难比较严重，有的灾难比较轻微。那这一次的海地的大地震呢，那么想必呢，应该是一种很严重的共业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灾难。那么人心不平。像海地这种国家，他们本身呢就很少有圣人的教育。那么在新闻看到海地的人民呢，还来过台湾来拜这个瑶池金母，也就是说拜台湾的这个神明来皈依在金母的门下。那这样也算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呢，也可以说明说，海地那个地方呢，它本身
没有圣贤的教化。那么没有圣贤的教化，就很需要有圣贤教化的这些地区的人民啊，去教化他们。那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贫穷的国家是越贫穷。那么灾难呢，通常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你想想看，这是为什么？比较起来啊，我们会发现到说，像非洲，像这个南美洲，这些呢比较是属于未开发国家，或者是说开发中国家，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为了求一顿之饱啊，就要这样子，一天的努力。那么我们北美，我们北半球这些国家相对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一点。那比较高一点呢，所以呢，我们会进入到这种精神的层面、心灵的层次。所以衣食饱而知礼仪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敦品从礼，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医报啊，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学到圣人的教化。我们要非常感恩啊！今天你还能够听到有人在讲礼，有人在讲品，这是相当不容易在这个《吕氏春秋》里面记载了一则故事。周文王当时呢，他们的国家也发生地震。那么圣人的教化，周文王是圣人，那圣人的教化之下，都还会有地震。那可见呢，周文王还必须呢，更加的让他的子民了解到整个天地的道理这个一定要透过教化，才有办法改变整个医报的现象。那么他的百官就很惊讶，很惶恐不晓得怎么办地震快了，地震已经来了，余震不断大王，我们应该如何是好那周文王就反问他：你们这些天文官你们这些工程师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有的人就建议说，我们应该把城墙加厚一点，把这个国王你住的地方这个四周围加坚固一点，多派一些守卫来固守，免得发生危险。那周文王他想一想一个地震必须要浪费人民的公帑，浪费人民的劳力，来加高城墙，来固守他的家园。那这不是有德之士，这不是有德之君这不是王道的精神所以呢，他就跟他的百官讲：我要修养我的品格我要遵守我的礼仪，来祈求上天降低这种灾难。地震是上天所降下来的灾难，所以呢，他要用遵守礼仪崇尚品格。所以他自己呢，把朝中的这样的一个礼仪严格的要求百官遵守，那自己呢，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更低，君臣之间呢和睦相处，然后呢，这个人民的赋税降低，那人民呢各安其职，那所以地震就这样了，
悄然消失了。那这个就是文王，他用这个礼仪啊，来降低地震的方法，这是不简单的。周文王会想到，会知道天灾地变是他的德性有损。你看当时周朝后面的那几个君主，周幽王是个无道的昏君。周幽王的时候呢，商朝的这个周朝的发源地稷山稷山这个地方崩掉了，稷山也崩啊。那周幽王呢，对于这个地震不理不睬，跟着他的爱妃褒姒每天呢淫乱宫廷，不理朝政，所以西周就这样灭亡。所以你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他的领导人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呢是这个皇帝，以前这个皇帝呢是天命给他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权责呢更大，比起现在我们所选举出来的总统他那个福报更大，当然影响力也就更大。你看在佛经里面记载，所谓金轮王、银轮王、铁轮王这些天王他就是统治整个4大部洲那他们的福报呢，就比现在的国王要大很多。比现在总统的福报要大很多。那到了周幽王，他没有道，没有德，所以呢，国家就灭亡。所以回归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世界看到海地的大地震，先前呢是四川的大地震，这都诉说了一股人心不安的现象。人心躁动不安呢，就会发生在这种恶报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呢，所谓的地层带那只是科学家的说法。所谓什么断层地带这个地方的人会比较有可能受到地震的侵袭。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个断层地带呢？那也是他的因缘果报所以断层地带会不会发生大地震？其实呢，这个跟断层没有绝对的关系。真正有绝对的关系的是依报随着正报转，是人心的呈现。所以海地这个国家现在呢，有很多救难的这个国际组织通通到那边去救度这些灾民但是呢，这个粮食医药这种生活条件的物资也要纷纷立刻进场。那海地是跟台湾有邦交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台湾虽然也有派这个救难队去救援，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更应该有深入的这种民间的交流，尤其是这种心灵上的交流、宗教上的交流，应该更鼓励民间的这些宗教人士这些修行的团体要过去那边教化我们这些邦交国家的人民那至于海地有没有一贯道的道场，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方向。海地既然跟我们台湾有邦交，那么就是跟我们有缘，我们应该呢也有机会去教化他们那边的众生，把这种礼仪之教、圣贤之教
传到那边去，让他们减少他们的天灾地变，减少他们的这个贫穷苦难。我们常说台湾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地区是还有一些修行人住持在这里，所以台湾这个地区呢，呈现的是富祥安康的一面但是它里面也有很乱的一面。这个很乱的一面呢，跟很善的一面呢，这样呢互相的供应之后交感之后善恶力量在拉扯，所以有时候善的磁场比较多，有时候恶的磁场比较多。那恶的磁场多了，就发生像88水灾这样的天灾地变，然后人民又开始乱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检讨我们现在的这个圣贤教育敦秉从理，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落实到了？你看这个国家无理则不宁一个无理的政府那它就是国无宁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台湾的立法院就像菜市场，为了一个法案大家呢你争我夺。我们的法案都是这样通过的，这国无理所以呢国家没有理整个国家就要乱。理是国家的命脉，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些政府官员这些民意代表要遵守的这个该有的礼仪因为无礼必亡，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之前讲过，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个没有仁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行礼的。所以仁而不仁，如礼何？这是孔老夫子讲的。一个没有仁道德的人，没有仁慈的人，他怎么会行出这些有礼貌的这些言行呢？但是呢，他又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所以你要有一个仁德，你必须要克己，然后呢，回归到我们最原始的那个面貌，那个言行。那克己，我们说克己呢，是革除这些心物欲物，革除我们的脾气毛病。己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本来面目被这些脾气毛病、这个无明妄想给障碍住了，所以没有办法复礼照理讲，我们本来面目都是理的，我们言行、我们行持出来的都是符合理的根本，符合理的原则。因为理是一种天地的秩序人伦的秩序那么天地都照着这个秩序来走，就是有理。现在天气呢没有照着秩序来走，这表示呢人心的印着人心的变化，印着这个天地呢产生变化。所以孔老夫子又想，不学礼无以立没有学礼，他没有办法立足在这个世间你看人跟人之间，你要有一个基本的礼仪。那这个基本的礼仪呢，是以谦退为主，所以君子以谦退为礼遇到人跟人的事情总是以谦退为原则，那这个就是最好的礼。谦退了，我们再来讲这种道理，再讲这种唯理细节，到底谁好谁坏，谁对谁错？大家都先退一步，再来讲理。所以谦退为礼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孔子的弟子子路他当时呢是魏国的大夫，那他呢因为要保护他的这个
主公我们说他的老板，所以呢，一定要回到魏国去看看状况。但是呢，魏国正好在发生战乱，呢，他就冲进去，也没有问个头尾，就说要去救他的主公。那么人家看他这么无理的行为当然这些整个战乱的这个军队全部都指向他了。所以子路呢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杀死了。当时子路如果能够稍微理智一点，能够谦退一点，那么他可能不会无缘无故死。所以子路是自己去送死的。死之前还知道把帽子戴正，表示呢他有君子之礼。那么可见呢，子路的礼呢，对于自己的行持很要求。那么对于别人呢，他呢，对于跟别人这个交往之间呢，他就没有那么在意，所以造成了他罔顾性命。同时在魏国当官的孔老夫子的2个学生，一个是高才，一个是子路。孔老夫子当时就预言，高才会回来，子路会死掉。果然如他的预言。所以孔老夫子已经看透子路的行为，因为无礼者亡嘛。君子以谦退为礼，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人家争那个理，你争什么理都错了。尤其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你要争什么理？越争是感情就越差。夫妻是讲情，所以呢，人情在这种礼仪上表达出来。那表达出来了，就是要谦退，没有人比较高明，没有人比较伟大。尤其是男方这一方你没有比较厉害，男方更应该显得出他那个谦退的这种君子行仪所以只有谦退了，你才能够保持住你的那个感情的生活。所以夫妻双方在吵架，只要有一方赶快跑掉，不要去理，不要去硬那么呢，这一段夫妻的感情还能够好好的维续下去。对方讲什么，充耳不闻，马耳东风但是呢，谦退为礼。谦虚的态度来面对他。虽然他讲的没有道理可是呢，听一听就算了，不要在意。这个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道所以君子之道赵端乎夫妇这个夫妇的道理是今天我们人世间最大的问题。就夫妻没有理了，夫妻没有理才造成今天世界动乱，整个末法时期的现象产生。那么谁知道这种道理呢？我们看到这个电视这些谈话性节目，他们把他们自己怎么样的跟男女相处的关系把它表达出来，把他的最落魄的一面、最失望的一面，把它诉诸于这个画面了。昨天我还看到一个事业有成的妇女，然后她在谈她为什么会离婚，然后她在讲什么人要追求她什么人在跟她交往。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会觉得说，真的世界社会乱了，就是乱在这种你自己的这个家庭问题自己没有解决用逃避的方式
来解决离婚。那结果呢，又把这种负面的讯息啊，在媒体上播放。他讲，每个人都讲，好像呢，这个离婚的事情呢，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成为一种这种茶余饭后的话题啊。那么已经变成这种现象了，这个君子之道已经没有了。我们社会呢，看不到君子了。应该说，在这些媒体上啊，难得看得到君子。但是我们还是承认啊，世间还是有君子的。人家君子之道，赵端乌夫妇啊，所以君子之道，君子以谦退为礼啊。所以你跟夫妇之间的相处啊，就是一种谦退的态度。只有谦退了，才是最好的方法。一切要忍。你看，一切法得成于忍，《金刚经》讲的这句话，尤其是你修道人啊，白羊的修士，你今天如果说还跟人家谈到这个感情的问题，啊，这种离婚的问题，那么你到底修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晓得说你这个视线啊，会有多大的果报。你一定要忍。哦，对方即使再不合理啊，你都要忍下来，因为一切法得成于忍嘛。你这关没有过，那么你以后还是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所以讲道理啊，孔老夫子讲“不学礼，无以立”，这句话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基本的礼仪啊，是我们今天做人的条件。那今天呢，人跟人的纷争这么多，啊，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一言不合就走上街头，一言不合就到这个政府部门去抗议，哦，就找个媒体来宣泄。这个呢，都造成今天社会乱象的原因呢。那么媒体呢，推波助澜，媒体呢也有因果。哦，这个道理呢太过细微了，所以呢，如果说没有人出来讲啊，现在的众生啊不晓得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理失掉了，就是诉诸于武力啊，诉诸于抗争，哦，斗争，甚至呢战争。所以你看，海地发生大地震之后，那么灾民恐慌啊，抢着粮食吃啊，哦，整个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所以医疗人员也赶快撤退了，因为呢怕被伤害。整个国际组织呢，闻之却步啊，也不太敢深入了。因为理失掉了，基本的做人道理失掉了，道理失掉了，人就不敢去了。那么整个海地啊，造成更大的动乱。你看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如果没有从教化入手，从教育去开导他们，他们怎么会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越贫穷越落后的地方啊，天灾地变越多。这个不是因为天地不仁，实实在在是因为这个越落后的地方啊，他们呢越没有理。哦，尤其是男女关系混乱，那么这个父子之间就混乱，君臣之间就混乱，啊，整个兄弟啊朋友之间就混乱，
整个天下大乱。天下乱，你哪有不天灾地变的道理啊？那我这个五伦关系要把它导正，把它扶正，就要从理入手。君子要从他的这个身心啊修养起，所以我们要教导一个人，至少要成为一个君子。先要他学忍让、谦让，学退让，然后呢，我们才能把这些圣人的教法慢慢的传授给他们。所以当时《论语》里面记载，有一个人就问这个子贡啊，一个君子啊，他的这个本质啊，把它做好就好了，干嘛需要外表？干嘛需要把这些话讲得好听呢？脸色装得很和善呢？需要这些外表的装饰呢？所以他说君子直而已啊。但是呢，子路跟他讲，文有子，子有文，就是说，你这个内在就是外表，外表就是内在。所以我们说诚于中，行于外，就是在讲这个。孔老夫子在这方面呢，他还特别提到，他说：“直胜文，则也；文胜直，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那直胜文是什么？直就是本质，他的内在的修养，内在的修养；文呢，就是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言语。那么内在的本质超过外在的这个修饰啊，那这也，这个人呢就没有一个约束力，因为呢随性而发嘛，随性而发不合乎礼节，不合乎当地的风俗，那这样也是不对。所以我们讲入境成随俗嘛。所以孔老夫子讲直胜文则也，孔老夫子他在这方面呢，你的内心修好了，你表现在外在的也更应该把它修好。一个君子的这种德风啊，你要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他说直胜文则也。一个人只是修君子啊，他不修外在啊，他在外在上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啊。那么这个就是野蛮人。你看我们这些那个原住民，看原住民就知道了。你看一些比较落后的原住民，他们呢就随性而发，他们也不讲什么礼节。虽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礼，可是呢，他们到了文明国家，他们那个礼节啊，在文明国家看起来是不成礼节的。那尤其是有很多这个部落民族啊，男女关系并没有礼法，是野蛮人。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子路给我们视线啊，就有点像这样子。所以孔老夫子常常说他呢，也哉有也，野蛮啊，你的想法太过野蛮了。虽然子路是一个很质朴的人，他的心性呢是非常纯，但是呢，他没有懂得外在的这个人事物的配合。你不能随性而发，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人事，你要发挥出什么样的言语行持，这个是君子应该有的修持。那所以子路枉死，我们觉得很可惜，但是子路也给我们很好的视线，直胜文则也。那他又说文胜直则死。文就是外在胜过内在，那则死，死是史记这个史，
那因为他用死这个意思呢，死就是一种固定的这个事迹啊。你看历史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发生了，你要照历史的方式原原本本的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原原本本啊，就是一种史。那这个史呢，就有一点这个僵直、条文化了，固执了。所以这个史的意思就是固执。哦，这个死板、文圣直，所以外在表现的很有礼貌，可是内在呢一点修为都没有。这个是呢固执、死板、不知变通的人。那不知变通的人呢，这个不是君子啊，还不能够达到君子。你看，我们看这个子贡就有一点这样，他外表修饰得很好，内在的修为，子贡的修为也算不错了。但是呢，跟他外在比起来，总是呢外在胜过内在。所以子贡、子路都列入先贤，他们没有登堂入室，当然也有这一层关系。所以文圣直则死，子路就有一点不知变通，子贡有一点不知变通，有点死板。哦，有一点呢，比较呢，这个注重外表，注重外在，注重别人的眼光。他跟子路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一个直胜文，一个文胜直，这都不是孔老夫子君子的标准。哦，孔老夫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你跟文质彬彬啊，就是有内在也有外在。啊，最好的解释呢，就是成于中，行于外这句话了。你同时呢有内在的修为，又有了这个外在的文采，所以彬彬这个字啊，就是同时都很美好，内在也好，外在也好，这是一个君子，然后才可以作为君子。你看他君子的标准是文质都要做到。那所以呢，在礼这个字啊，它同时又是内在，同时又是外在。因为呢，礼你没有内在的，是透发不出来的。我们常常讲啊，这个日本人有理无体，我们常常这样说人家了。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也不好批评怎么样。但是呢，也不一定是如此的。你看他们的这个员工，哦，非常的尽职，尤其是呢在服务业，对于客人啊，总是呢非常的这个有礼啊。但是呢，在中国人看来呢，他这个礼啊没有根据啊，没有根据，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君子上的修为啊。但是呢，表现出这么恭敬啊，所以呢，会认为说他是有礼无体。尤其是你看，我们看日本大公司那个电梯小姐，哇，那个礼貌可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叹啊。但是还是一样被批评为有礼无体。那他如果说一辈子都是这样呢，那他到底有没有体啊？一辈子都这么有礼貌呢？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文质彬彬的道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恭敬有礼貌的行为的内在的同时啊，你必须要拥有圣贤的教化，君子上的修为啊，这样呢，人家才会佩服你。哦，你的道德的修养是不是达到
你表面上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我们说见性是公，平等是德。那么你道德是你的良知本性的流露，良知本性的发用啊。当你良知本性发用出来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会呈现出那个礼仪出来。所以呢，其实礼是我们一种内在的行为，但是呢，礼又包括了各地的风俗，还有时代的不同啊，这个空间的不同，它又有不同的礼。那所以呢，你的良知本性，当你要流程出来的时候，你还要因应人事物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这个是礼。所以礼是同时内在又是外在。那所以我们会讲到说，日本人有礼无体，是因为呢，他是为了赚钱啊，那是他们公司给他的培训是这样，但是他内在的那一份道德行为呢，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他也讲不出什么圣贤的道理，所以会认为他有礼无体。但是呢，毕竟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礼貌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你还想要有体啊，那更是难上加难。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会对你有礼貌，虽然他也是做表面功夫啊，可是呢，你还是会觉得有所安慰的，至少他会敷衍一下嘛。如果他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你，直接跟你对上了，那么你不是更加伤心吗？所以呢，你看我们人啊，还是会看重这个表面的功夫当然是指一般人一般人还是需要这种表面功夫所以你看这个外在的相外在的相是接引众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据说呢，那个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之后他为了修这个相他还要花这个40劫的时间来修这个相好。你看他的相貌32相圆满的相，这种相呢，不是说成佛就这样了，他还要去修他的这个相好。那他的相由心发嘛，所以呢，他必须从内心里面不断的去要求自己，所以他今天才有这样圆满的相。那所以呢，你看这个圣人的相，都是一种很特别、很特殊的相。那孔老夫子的相也很特别，关圣帝君的相很特别。他们这些相好让人家望而生畏所谓极之俨然望之俨然极之也温看起来让人家非常恭敬，可是呢，跟他亲近呢，又觉得说他这个人很温和。这是真正的一个君子的修为，这文质彬彬所以在我们社会，礼的建立是很需要的。我们道场先从佛规礼节做起，先从这种有形有相的，对于这种佛堂、佛具、佛像的恭敬，然后呢，对于这种长辈的恭敬，对于同修的恭敬，再对于每一个人的恭敬，再对于每一个事物的恭敬，这个是我们道场的修士所要修学的目标，这个都是礼的范围。那么我们必须要将这种道理把它放诸四海，也就是说，把它呢教导于人民之中不然每一个人呢，
一气之下，一言不合，然后就发生抗争了，那这个社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说很有礼貌的人，很有礼貌的人，我们就会感觉这个人看起来像文质彬彬的。那么如果说再发现到他在修行，他的道德学问又很好，那他呢就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了。这个是我们要做示现的。所以在荀子里面呢，儒家发展到荀子，他就非常重视礼。但是荀子所讲的礼啊，他是以性恶论为出发点，所以可见呢，儒家发展到荀子这个阶段的时候啊，他的心法已经没有了。但是呢，礼还不失为一个重点，所以荀子的整部书里面啊，他所重视的就是教育，就是礼的学习。他说：“国无礼者，不宁啊。”这个礼者，国之命也，无礼必亡。国家没有礼，一定会亡国。所以他还用一个礼啊，来约束的这个人心呢，来控制了人心呢。所以他也强调这种法的重要性。所以礼法，荀子之后呢，形成法家，形成中国社会2000多年整个政治的制度，就是礼法制度。要推溯到荀子在上面，孟子这个心性的这样的一个修为啊，没有办法透过政府了，必须是在民间啊，在这些读书人身上啊，在这些修行人身上啊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荀子所讲的礼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且他把礼分析得很细微。一个国家呢有他的国家的礼，一个团体有团体的礼，所以呢，这个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我们看到当时汉朝，你看荀子发展法家一直到汉朝，这个时间呢没有很长，所以汉朝的整个政治制度啊，其实就是礼法。当时呢，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后，他是一个流氓出身的人啊。那流氓怎么会讲理呢？他没有讲理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些跟他打天下的人，不是杀狗的、杀猪的，就是卖肉的，就是呢喝酒的，在街头呢混的，都是这些人啊。大部分都是这些人。那这些人呢，跟他打天下成功了，这些人呢，位居朝臣啊，身列公卿之列。可是呢，跟刘邦相处啊，大家还是像哥俩们一样，好来好去啊，好兄弟啊，不用拘束啊。在朝廷也是一样。左呼右唤的，那么刘邦呢也没有什么礼仪，因为他本身就是流氓了，他看到不舒服了，就当场对人家动手了。然后呢，看到那些读书人呢，畏畏弱弱的，把他的帽子拿下来，当场小便在他的帽子里面。这个是没有理的天子啊。那也不能怪他。因为没有人教他，他也不懂。他不懂呢，好，后来有一个文官出现了，这个叔孙通啊，这个文人制定朝仪，他教这个刘邦啊，这个天子啊有天子的尊贵，朝臣有朝臣的位阶啊，这个君臣之间要有君臣的礼法，所以呢，我们要制定一套礼法。在这个上朝的时候，大家都要遵守这套礼法。
不可以这样你兄我弟的，大家在朝廷之中啊，胡乱喊叫。这个刘邦听了苏孙通的建议啊，虽然觉得很好，可是他也觉得很别扭，因为他也是一个晃荡惯的人，还需要这些礼法的拘束，这样不是很约束吗？但是呢，他自己贵为天子了，你在马上得天下，你不能够在马上治天下。苏孙通跟他讲这句话，因为刘邦骑马统一天下嘛，那么你骑马打天下了，可是你不能够骑马还在治天下，所以你要好好的运用这些文武官员。那苏孙通就帮他制定一套朝仪的礼仪、朝仪的标准了，把这个上殿啊、功臣啊、诸侯啊，这些将军啊，把安排次序，然后呢有一定的等级，最上位的在最高，比较没有功劳的在最下阶，按照这个礼仪啊，把它分排好。然后呢，天子上朝坐的这个黄辇啊，坐的这个宝车啊，一步一步的步向这种金銮台上，大家跪着呼喊万岁。当时啊，听说刘邦看到这一幕啊，哇，自己都吓到了。自己一个只是一个流氓出身的人，现在呢，文武百官跪着你喊万岁。他讲了一句话：“今日方知天子之贵。”做天子的尊贵今天才知道。那做天子的尊贵，透过这些朝仪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呢，要透过礼仪才知道说显出这个人的那种尊贵。所以一个人的尊贵就是在世间上的那个地位，受人尊敬的程度那个是叫做贵。那我们常常都跟富贵连在一起，其实富不一定是贵，贵呢也不一定是富。但是呢，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受到人家青睐、受到人家肯定的人。我们现在说了成功人士了。那当然，在我们道场里面，成功的定义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公民焉有道民，公民焉有道民贵也就是说，世间的公民跟这个天上的公民比起来，哪一个比较贵人爵焉有天爵高你世间的这些爵位，跟上天的这些仙佛的这种地位，怎么能够相比呢？但是修道人必须要清楚，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是为了去享受那个仙佛的富贵为了超越这些诸侯朝臣的这种富贵我才来修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争千秋不是争一时我们要享有那种永恒的富贵。所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永恒的富贵呢，就是回归理天，回归本来面目那种富贵。回归到最原始的样子。你看最原始的状态，我们是无染无求的。无求不是品格最高吗？
这个也不需要礼仪啊，因为呢，你就是如如不动了，你还需要什么秩序呢？已经是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老子讲的这句话，当然庄子也有讲这句话：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所以他说：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礼呀、是道的那种外貌，可是呢，是这个祸乱的根源。那从庄子的角度来看，礼是祸乱的根源。所以你看庄子的他的那个见解啊，他的这个水平就又高一层了。因为呢，在我们说在礼天，在礼天有礼天的这种仙佛的仪轨，但是呢，他那个是对于新进人员来教的。你看新进人员要教他礼啊，你已经成了仙佛菩萨了，你不需要教礼啊。不需要教礼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你的生活行为的。从你的自信而发，你怎么还需要教呢？就好像说我们要吃三餐，我们还需要教人家怎么吃三餐吗？还需要去呼吁大家要来吃三餐吗？不用啊。那么仙佛的这种仪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佛规礼节。你看到了人世间，礼变成一种节度啊，所以你必须要约束它。礼成了一种约束，礼成了一种教法，成为一种吃人的条文啊。这个是庄子他所讲的“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它是道啊表面上的功夫啊，可是呢是祸乱的根源。所以道呢也不需要礼，道呢。人世间呢，也不需要这个礼，人人本着这个良知本性而发，本着这个真理正道而发，每一个人都守秩序啊，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这个都是有它的自然的秩序啊，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本来就应该会这样做了，那怎么会是一种约束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庄子。道家他们所讲的礼，所以道家来看礼是多余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把道家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把它说清楚。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儒家认为说这个礼。就是人世间的次序，就是我们良知的应该有的行为。我们回归天觉、回归本位的时候，你就应该做这样子。那道家认为说，既然要回归自然了，那我们大家都回归就好了，就不需要靠这个礼了。我们直指人性就好了。我们看到自己的这种良知本性。我们率性而为，所以道家、儒家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呢角度不同。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儒家，就是在讲道家；讲道家，同时也是在讲儒家。两个思想是不能够分的。不分而分，分而不分这是为什么中国同时拥有道家，又同时拥有儒家，而且这两个教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空间，出世，两个人还见过面，两个圣人同时出现在中国，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原因我们想一想很自然的就可以了解到，
你看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在当时也有一个佛在人世间呢，谁呢？维摩诘，维摩诘居士。佛陀的弟子向维摩诘行礼啊，用佛的礼节对他行礼。所以维摩诘当时是现身居士啊，但是他是一个在家的佛，释迦牟尼佛是出家的佛，同时两尊佛。那么同时两尊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一个佛的教化区就是3000大千世界了，为什么要两尊佛？为什么要两个圣人？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呢有一点了解。所以讲到礼，我们同时提到庄子所说的礼。讲到敦炳从礼，用儒家、用道家的观念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世间都要讲理。庄子说，虽然说随性而发，但是呢，他那个随性而发是放在天上的，是放在我们本来面目、良知本性的。那么你要回归本来面目，你必须要透过修为啊。在庄子里面认为是人不需要修为的。那他的说法因为太高超了，所以呢会变成玄学，变成这个无为的道理。那无为道理大家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没关系啊，你只要透过有为，透过儒家的教法，儒家教你文质彬彬，儒家教道之宗旨，讲到敬天地礼神明。那么民间有一句话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一句话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顺天是什么？顺的自然的法则。那么你的身体呢，你的身心呢，就会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而且呢，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也是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叫顺天者昌啊。那么你就可以昌盛，你的事业前途，你的一切作为，没有不成功的道理。那么反观一句话呢，逆天者亡。你违反了自然的道德，违反了自然的规律，结果呢，自自然然当然就走上毁灭之途。所以不是老天要毁灭你，是你自己违背了自然之律。所以我们曾经讲，那自然之律是什么？自然之律啊，就是我们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那么三纲五常，我们还会陆续讲到。我们以后呢会再来评述。单单讲这个五常，跟佛家所说的这个五戒就很类似。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五常之德必须呢配合这个五戒来做。基本的行持就在五戒。所以仁主不杀生，义主不偷盗，礼呢不邪淫，智呢不饮酒，那么信呢不妄语。那这五常之德啊，在佛家用这最基本的五戒来告诫人们，应该守这个五种戒律五种规戒，然后呢，你才能够达到一种常道。所以五常是一种自然之道。那么透过这种自然之道人可以回归到自然，
身心安顿，这种生活和睦相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这是我们人一直想要追求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呢，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今天的社会变成是我们要去推动，要去力行，要去追求。本来是不追求就已经存在了，现在要去追求，所以呢，可见呢，五常之道已经离我们太远太远了。单单我们就看这个理字，在社会上，人人都需要讲理。你看，你搭公车、搭捷运，你要不要守礼呀？时间到了，门打开了，大家呢依序进入。那么如果说你已经排了10分钟了，门一打开，有一个刚来的人冲进去了，那么你作何感想？你虽然冲进去了视若无睹，可是别人呢对你愤恨不平。那么这个愤恨不平呢，就会引发周遭的气。那么这个周遭的气呢，就会就是潜在着一个动荡的这样的一个机缘。这个是人不守礼，在社会上，我们现在都规定得很清楚。等红灯，走斑马线，走行人专用道，这些呢，我们都叫做守礼。所以你会发现说，原来守法就是守礼，但是礼跟法又不一样。礼是自然的行为，法是条文的约束。所以呢，儒家不叫人守法，儒家叫人守礼。因为礼就包括了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说，儒家并没有否定法。儒家呢，用一个更大的、更自然的一个范围，来规范人民的一种运作，那就是礼。那孔子曾经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呢，很明确的说明，孔老夫子他不认为这个政治刑法能够呢来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所以呢，他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说呢，用政治的一种规令，条文来约束人民的生活，人民的作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约定之中呢，有违法的情事呢，那么齐之以刑，就是呢一律按照这个公文、这个条规来办理。一切呢按法来行事。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民主国家所在运用的方式。齐之以刑。那么呢，孔老夫子说：“民免而无耻。”人民可以免除这种障碍，也就是说，人民可以避开呢你政府的这个法律条文的规范，可以去遵守，没有错。那么去遵守，没有犯规，没有违规，没有得到刑罚，所以这个叫民免。可是无耻就是没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呢，他认为说礼让，这个遵守人民这个国家的法令，这个是一种
强迫性的这种约制。那么他遵循起来呢，他只是被强迫了，所以呢，他没有羞耻心，他不认为说这个是他应该做的，他内在的那一份性德应该就要有的行为，所以叫做民免而无耻。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说这个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呢，就是法律。那么法律如果没有办法解决，那就会诉诸武力，诉诸报复。但是想想，法律在中国的社会里面，通常呢解决不了问题，尤其是人民生活上的问题，那法律是做参考而已啊。你看张家、李家打架，或者是说为了个人的生活而争执，每个人都有他的考虑点啊。那么你要依照谁呢？你的标准是以谁为标准呢？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的。中国人把情放在第一啊。那情呢，就是那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互相尊重，这个是情。所以中国人这样的情呢，绝对超乎所谓的法律的这种法，还有呢这种人性上的这种规定，舆论上的这种规定，超乎这个之上。按理该怎么样？按理该怎么样？按条文该怎么样？可是呢，对于中国人的纷争，不是主要都是按理，主要先从情先从情。你们两家为什么要打架？为什么要有纷争呢？那么两家住这么久了，已经产生了一种生命共同体的那样的这种依存关系啊。那么你今天为了一个不一样的利益而争吵起来，那么这样的一个争吵呢，就是一个不对的争吵，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所以孔老夫子说啊，你不能够让它导致到这样子，应该回归到人性的基本面啊，也就是说，必也死，无讼乎啊，让人民都没有诉讼这件事情。所以民免而无耻，这个呢是现代的社会所留下来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那么人心呢，以此为取向了，所以就导致呢人心做出很多无耻的事情。他不认为是可耻的，他没有错，他知道是犯法了，但是呢，只要没有人看到，那他就不觉得他犯法，甚至呢，他觉得了他这个是他的需要。最明显的就是偷电线，这个路灯的电线，把人家偷走，这个路旁的水沟盖，把人家偷走，那个是政府的财产。那么你为了一点生活上的利益啊，你把公家的东西啊拿去变卖，结果呢，让人民呢在行的方面、生活方面受到了很大的不方便。那这是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知道说他做的这些事情影响的不只是别人啊，他自己也受影响了，可是他不在乎啊，他就为了眼前的利益，利令智昏啊，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呢，这个偷偷的去偷这个国家的东西，那他偷的东西太多了。那么我们从新闻上都可以了解，那这个叫做民免而无耻，没有一个人
已经有羞耻心了，所以整个价值观的取向已经扭曲了。扭曲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整个人的这种互动关系啊，就是一种扭曲的现象。你看，在政治上，这种政党跟政党的不同啊，它就是为了不同而不同，不同而争执。那不同而争执，那政治呢就不运作了。你提出来条文，我不赞同，我就是不赞同。你说了怎么对怎么好，我就是不赞同。啊，我不认同你，所以呢，就造成政治上的空转。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呢，这个海协会中国海协会的董事长陈云林来台湾访问。那么很多独派人士，很多民进党的人士，那么要扬言要去抗议，甚至有人要说追杀陈云林。那这个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反对而反对。他们明明知道反对是要透过一定的机制，那么他们在旁边叫嚣，啊，这个大陆的官员来，哦，给他呢重重的打击，给他形成各种障碍，那么呢，达到他们诉求的手段。你看这样是不是明免而无耻？所以呢，造成社会动乱，哦，整个这个人心啊不安，付出的成本啊，那太多了，哦，附近的店家没有办法做生意，甚至呢要进去，要经过那个地方也都没有办法经过。那为什么？因为抗议的人是太多，政府不晓得你到底是谁，明免而无耻。那孔老夫子他讲：“导之以政，齐之以礼。”哦，导之以政呢，政治的政啊，这个就是政治标记的政。所以政治呢，要从这个政上啊来着手，也就是说，官清啊，你这个做官的要清啊，哦，要有廉耻啊，官清百姓安呐。你做官的不清，那么百姓就不安，百姓不安呢，就风雨不调，哦，就民不聊生。哦，所谓国泰民安，国也不泰，民也不安呢，会造成这样子。那么，所以政府当局也有责任，政府的修为也有责任。那么，政府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修为，他们虽然有这个智商，可以考上这个做官的官位，哦，或者是被提拔，但是呢，他们不一定有智慧可以处理这些问题。那所以呢，政府也是需要回过头来学习儒家的文化，学习圣人的教诲。那么他必须呢，懂得什么叫做这个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导之以德，就是用道德来劝化。哦，人民的抗争，人民的愤怒，你要用你的德性来感化它。那么德性要怎么出呢？德性是出自于真诚。哦，你的真诚心，然后你会做出正确的动作来感化百姓，百姓自然而然会感受得到。不要说你做了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你做的大家一定都会知道，因为德的力量就好像那个太阳光的那种光波啊，无处不照啊，大家都感受得到。那齐之以礼，齐之以礼是什么呢？用礼的教化来教化百姓。哦，比如说过马路，过马路你要看红绿灯啊，这个就是一种礼啊。你行人不能够乱走啊，你要对用路人
有一个态度啊，恭敬的态度啊。那么你这个汽车、机车，对于走路的人，你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啊。他们是没有铁包着啊，他们没有交通工具啊，是徒步啊，徒步你更要让他，这是礼让啊，这个就是礼。那你这个让呢，不是别人规定的，哦，也不是警察在旁边看，也不是摄影机在拍摄，而是呢，你自然而然、心悦诚服的想要提供对方。行人要先走，那么我骑机车，我这个开车，我再后来再走，这是一种礼。你看礼让的社会在现在呢，整个社会呢是非常的需要。哦，所谓有耻且格啊，人有羞耻心，而且呢，人有他的这个一定的格调，有品格啊。哦，我不是靠外力的约束，勉强的来遵守的，我是自然的来遵守这个礼节。哦，男女之间有一定的礼防，这个是我们都知道了。那么男女之间的礼防，哦，互相尊重，啊，互相呢这个敬重对方，那么自然就不会有越矩的行为。哦，男女之间的交往就是有耻且格，有了羞耻心，也有自己的高尚的品格。那这是一种这个礼的表现呢，也是修为的功夫啊。那你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你看我们这样社会上这样子，你说有可能吗？尤其是讲到礼，哦，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礼神明，我们特别讲到礼，在社会上这种男女关系的混乱啊。然后礼就是不邪淫嘛，不邪淫已经是不是政府可以约束得了了。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媒体啊，现在的这个广告啊，现在的杂志啊、刊物啊，到处都是这种煽情的图片，哦，这种很毫无禁忌的文字，还有呢，很露骨的这种画面，就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不是到那里才有，而是随时随地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那以前的女孩子遮手遮脚，整个遮得密不透风的，那现在不是啊。哦，现在手不用遮，还露背、露骨沟，哦，穿这个迷你裙。这个呢，他们穿的这么单薄，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无非是表现自己的身材，为了吸引大家的眼光，尤其是异性的眼光。那么他的这些动作啊，除了说自私自利的行为之外啊，还引发了各种社会上的波动。哦，也就是说，年轻人看了这些东西啊，看了你的这样露骨的行为啊，它会引发他内在的那一份兽欲。哦，他的理已经不见了，他的理已经不受理性上的控制了，他的那一份那个欲望啊，被你遣发出来。那么，因为在人多的时候还可以控制，在人少的时候啊，他已经是没有办法控制了，就付诸行动了，所以造成现在社会这种男女之间的案件呢特别多，哦，恩怨情仇比比皆是的，几乎我们每天呢都听得到。男女之间的礼防已经成了我们现在社会啊很重要的课题。哦，
你们想想看，我们以前啊，这个古人的样子，都是穿的这样一层又一层的，密不通风的那种衣服啊。那么女孩子呢，很少抛头露面，都是在家呢相夫教子，偶尔要露面呢，也都是穿得很保守。对于男女关系的这种严防啊，是实目所指，实手所示，实目所示啊，实手所指啊。那个规范啊，是相当严格的。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文化非常高超的一个国家，那才有办法这样子。所以中国人他的这个智商的发展，就是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你看中国人到每一个国家，他都可以立足生根，而且呢，扬眉吐气，这个是不容否认的。那么，因为中国人历来就受到这种礼的熏陶，他从小时候就受到这种熏陶。那么我们小时候还很保守，但是呢，现在80年代的、90年代的这些青少年，我们就知道整个社会已经变了，风气已经变了。那么对于这种性呢，男女之间的关系啊，已经很开放、很 open， 而且呢，这个是自然的。所以欧风美雨啊，造成台湾社会这种动荡不安啊，连宝岛这么一个有深厚根基的地方啊，都已经被动摇。台湾宝岛如果没有这些大德者住持在这里的话，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宝岛会变成什么样的岛。以前就有听过贪婪之岛，台湾是贪婪之岛。今天我们想想这些问题的来源，都要从这个理上来切入，会发觉到说这个是问题的根本。你看男女之间很严防男女之间很严防，就不会产生那种胡作非为的事情，超越礼法的事情。那即使有，在社会上呢，也只是偶尔听闻。那么以前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甚至呢，人家也不晓得。以前妇女犯这个淫戒，那么是要绑在猪笼里面丢入水中啊，活活的把它闷死，把它淹死。那么男孩子呢？男孩子对于男孩子的这种处罚，他就没有那么重。这当然是一种民俗社会的风潮，但是呢，男孩子也有这样的刑法。但是这个刑法，我觉得还是其次，主要是他个人的那个果报啊，还在后面等他。你看一个乱饮的人的男人，他一定呢，这个气不足，因为精不足呢，所以气不足。他的眼睛呢，一定是飘忽不定啊。那这个人呢，就是纵欲过度，眼睛呢都是黑框的，像熊猫一样。那么呢，做事情呢有精无力的，没精打采。昨天睡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有一个雄图大志，要计划什么，要写什么计划书，要去哪里去访问，隔天起来已经都没有劲了。
想去哪里都不想去了。因为呢，我们知道，精就是我们的原动力，精是肾所属，肾呢是先天之脏。那么肾这个先天之脏啊，如果已经被亏损了，那么第一个看得到的就是你的骨头脆弱，还有你的这些脏腑啊，会相对的减弱。你看水不足了，肾主水嘛，水不足了，火就上来了。所以呢，心火亢盛。那心火亢盛，火在烧，会造成呢，人头发脱落，人呢长这个暗疮，长这个青春痘，还有呢，人的记忆力不足，理解力不足，这些呢都是因为男生纵欲啊，男女纵欲会导致的后果。我们常常说手淫啊，其实手淫是包括男女的。我自己也曾经受过手淫之害，在这里呢，面对镜头，向自己忏悔，向神明忏悔。我们今天讲礼神明嘛，那么神明呢是包括天地诸神，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神。但是呢，这所有一切神都归诸在于一个神，那就是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是谁？就是我。我的自信是明明上帝，我是明明上帝的分灵，所以我是明明上帝。所以你要忏悔，向明明上帝忏悔，向我忏悔，我自己忏悔，我自己。在大概高中的时代，也是犯了手淫之戒，手淫的恶习啊，无法自拔。那么呢，那时候啊，可能年轻力盛啊，还没有特别的感觉。到了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感觉呢，就有出来了，不好睡觉。然后呢，掉头发，然后呢，这个记忆力不足，理解力不足，所以我觉得我读了大学是非常吃力。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读书那么吃力。当时呢，也遇不到贵人，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我的大学的每一个学期总要有一科被当，所以呢，我从来没有说成绩是蓝字过的，一定有一科是红字的。每一学期都这样。所以啊，我大学还读了5年。跟父母骗说要考研究所，延后1年，其实呢是我自己被当。那么我不晓得为什么原因。那么我在大学时代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会去跑步，跑操场。那跑步跑操场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一直跑到有一天，奇怪，跑没2、3圈就开始累了。他那个累不是普通的累，而是整个从那个骨头从这个精髓里面呢开始累起。你会觉得说举步无力呀。你虽然很想跑，可是呢，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气就是提不起来。勉强撑下去都是很痛苦的撑。这个勉强撑呢，也撑了一段时间，大概有3、5年的时间了，勉强的跑，好像呢，告诉自己身体还很健康。其实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在纵欲的阶段。如果说我能够把那个纵欲这件事情给停掉，那么我相信我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我的智慧、理解力很快就可以恢复，不会落得这么凄惨。那时候呢，后学在道场，还在吃素，
还在听研究班，完全不晓得这个道理。然后手淫之害呢，对我来讲真的是毕生非常深刻的一个痛。那么到现在我还受到这种之苦，就是它的后遗症。那么照理讲，我应该是没有儿子的，可能以前纵欲就是手淫过度了。那么手淫过度之后呢，人没有力量了，没有力气，没有理解力了。好不容易读完大学，我就告诉自己，我一辈子之后也不要再读书了，永远不要再读书了。我这个读书好痛苦啊！好不容易把大学拿毕业，但是呢，一直以来我都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在道场，对于这种色是非常禁忌的。但是呢，我自己又偷偷的犯法。对于手淫呢，没有办法节制。所以恶报来的时候啊，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未老先衰呀，我感觉有一点这样子。那未老先衰呢，就是人一到了40岁，整个体力、整个冲劲都往下荡了。最近呢，就是得要去常常看医院啊，拿了大罐小罐啊，买一些保养品啊、健康食品啊。最近常常干这种事情，不晓得为什么。睡眠难睡，思考没有办法集中。我想呢，这个都是以前手淫的祸害留下来的。但没有人跟我讲这种道理。我记得我在伙食团的时候，还常常在问讲师，有什么样方法可以戒淫？可以让人家呢不要有这种胡思乱想，对于色呢可以完全的阻绝掉。但是呢，讲归讲，我自己做不到也没有用。我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然后我还问过点传师，问过我们那个老前辈，他们会不会有这种冲动？每一个人都说不会啊，可是为什么我就会？控制不了，所以呢，到现在这样子，身体一直在衰弱。很明显，从40岁以后，身体的那种状况啊，就一直在下降。那么到现在呢，我才觉悟啊，原来我以前呢手淫过度，已经伤了老本。那个精啊，是人最宝贵的东西。结果呢，我不断的去亏损它，结果呢，让我的身体呢不断的在往下降。还好听恩师德，用各种方式来警戒我，让我呢能够在这方面呢得到一点点的启示啊，能够完全把那个戒掉。所以真正的戒掉，其实是在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可是结婚的人你也要注意哦。结婚的人啊，男女之间的礼防啊，你还是要守。而且呢，守得越彻底啊，你的这个家运、你的这个儿女，甚至你的这种修道的虔诚啊，修道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啊，你才会渐渐的拓开来。你如果男女之间的这种严防啊，你没有去注意的话，那么你还是照样堕落，照样呢走入这种悲惨的深渊里面去。所以这个禁欲这件事情呢，只有过来人才有办法讲。
讲出那个感受，我以前一直要找不到。后来呢，我从《七真实传》里面有一个修行人，他也是这个染上这个恶习，好像是刘长生，哦，这位大仙呢、他也是染上这个恶习，没有办法断除。但是呢，他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手法，用了极端的手法是怎么样呢？好，你有这个恶习，你想要去做，对不对？你想要去接近，是不是？好，那你每天去接近，哦，你每天去纵欲，啊，纵欲到最后呢，你行销骨毁了，你才知道事情严重了。那个时候呢，才可以停止住你的这个欲望，让他那个方法对我产生效用。我是走这个方法，让自己呢纵欲过度了，然后纵欲过度之后呢，不行了，身体已经不行了，到处老化的现象了，已经都看出来了。哦，哪有这么明显？哦，我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讲，40岁以后啊，你就要开始注意一些血糖啊，哦，这个血压啦，肝指数啦等等，你就要常常去注意了。那时候我就想说，哪有那么巧？刚过40岁，刚过40岁就要注意，哪有身体说刚过40岁就开始老化？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可是呢，对我来讲，事实上我不应该这样子的。我是一个道场的讲师啊，但是呢，因为这个礼防没有守，纵欲呢没有办法克制好，所以呢，今天呢现身说法来呼吁今天的青少年。哦，如果你听到我的讲述啊，我相信呢，你们应该悬崖勒马。哦，想想以后你美好的人生，你大好的前途啊，都在等着你。结果你今天呢，自毁长城啊，把你的美好的这样的最青春的一面啊，给斩杀掉，真的是得不偿失啊。那种快感只是1、2秒的快感，那么修行的成就啊，那种快乐，那是一辈子的，那是永恒的。你怎么能比呢？你没有办法把它拿来比量啊。所以现在的人，你看这个平均40岁哦，哦，这个糖尿病啊、中风的现象呢就很明显。你看糖尿病有分为上消、中消跟下消。哦，中消呢？上消就是这种支气管、肺部所引起的，中消就是肠胃所引起的，下消呢就是肝肾所引起的。那么我们知道，上消呢是这个支气管跟肺部，那么支气管跟肺部就是我们吸收氧气的主要一个工具。那么年轻男女啊，他不晓得去节制，不晓得在这个男女上的严防，尤其是我们要说女孩子，女孩子在夏天，哦，喜欢穿暴露的衣服，喜欢穿露背装，喜欢穿呢露骨沟的装，结果呢，把我们这个膻中的这个命穴暴露在外，任由风这样吹袭，把这个肺所主的大椎这种后面这个大椎穴暴露在外。哦，结果呢，常常感冒、支气管炎，哦，这种流行性感冒都一定会。那么肺部不好，皮肤一定不好，皮肤常常会干燥、瘙痒。
肺主皮毛嘛，所以皮毛常常脱落，或者是说那个皮肤红肿，那个就是肺部不好。肺部不好引发到这个糖尿病的关系，这层关系呢，这就是属于上消。那中消是肠胃不好所引发的糖尿病。这个中消这种型啊，我们都是要到老年人才会看得到。尤其是这个乡下地方的人啊，肠胃一向都不好。那是什么原因呢？那说起原因是，可能是他们对于整个大自然的这种作物啊，没有存恭敬心，没有存礼拜的心啊，没有存恭敬心、礼拜的心啊，他们种出来的这个作物啊，已经有毒，有肥料。然后呢，把这些有毒的蔬菜卖给别人，所以自己肠胃得病，引发到这个糖尿病。那么下消的糖尿病啊，是肝肾所引起的，那这是最难治的一种。肝肾所引起的，肝是这个主解毒，肾呢排毒。两个是相连带的关系。那么肾又是先天之本这个做强之官啊，你一切能力的作为啊，都是属于肾，都是来自肾。所以呢，当你肝肾亏损的时候，肝风内动的时候，就会引发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一直到后来，我们就说尿毒症，尿毒症。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你要现在有透过洗肾的人要一辈子洗肾。糖尿病会有一些这个坏疽症，就是呢，脚会长这个疮口，脚长疮口之后呢，那个脚趾啊，大概也快毁了。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把脚趾去掉。甚至整只脚要把它锯掉，这个是最严重的。那脚锯掉呢，还没有办法阻止的话，那就是整个人死亡。所以糖尿病以前说是富贵病，那现在呢，其实啊，我们想想，这个都是因为男女之间的礼防没有做好。你在这个情欲上没有好好的控制，那尤其是呢，现在的媒体到处充斥这种色情的影片跟图片，每天这个网络啊，那个垃圾邮件所寄来的都是这些 A 片的。那你只要一连结，你就可以看得到你想要看的画面，那极其恐怖、极其恶心的画面，这个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充斥的。色力的这个色情的这个东西啊，你随时都可以拿得到手。那虽然我们警方呢，政府一直在取缔啊，可是取缔是一种法。取缔只是一种戒律的约束了，那他没有办法管到你这个生活的细节，所以你可以从电视上随时取得这种男女之间呢这个乐理的事情。你看那个主持游乐园节目的男女之间在那里跳舞，在那里玩游戏，都穿得非常清凉。甚至呢，男女之间要拥抱，甚至要接触，来以此为乐。那么这些画面呢，传到我们的小朋友的眼睛里面呢，他当然有样学样嘛。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呢？
所以充斥的这个样子啊，我们必须呢把这些画面给断绝。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教小孩子严守男女的这个礼防的时候啊，父母亲自己要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啊。你父母亲做好了，你的儿女呢，自然有70%的力量可以归结。那么你再把他的这个交友的状况，他的这个上网的记录，他的这种阅读的习惯等等的，好好的了解，好好的控制一下，那是你小孩子才不会被严重的污染。我自己是被严重的污染，我很庆幸还有办法爬了出来。如果不是天恩师德，没有关圣帝君呢，我哪里爬得出来啊？那这一招呢，可能也是命中就是要去走这一招，因为不去走这一招，觉得很难受。不去接触那个情欲的世界，你像我这种又是闷骚型的，只能够自己发泄，自己发泄更可怕，所以接触到了果报了就更惨烈。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疾病，自作自受造来的？我们讲到这些男女的严防是非常重要。女孩子的手淫也是一样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容貌她们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容貌手淫的人的女孩子容貌都特别的差，气色是灰的，黑蒙蒙的一片可是呢，感觉上她是擦得很洁白，很亮丽但是她没有气，没有元神，而且呢会长这个暗疮，长青春痘。那么这个妇科的疾病也不断的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还有这个以后生儿育女的问题那会更严重。有一句话说三精成一毒，三精成一毒就是说3种男人的精液在你的身上就会成一种很强烈的剧毒专毒谁？像专毒这种没有贞洁的女人专毒这个不洁女。你看女孩子如果说纵欲过度那么她所受到的果报那也很惨。为什么现在子宫颈瘤在妇女的身上这么多？那就是因为三精成一毒他们在自己毒害自己，这个完全不知用这种毒酒来解渴，饮鸩止渴结果呢越喝越渴，最后呢毒杀自己。所以男女在这方面应该呢要严格的强调。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道场做得很好。男浊女幼，男清女浊，男动女静，男女分别分开得很清楚。男女不能同住一室，同在一个房间里面，同骑一台车，等等的，这些都有它的礼防在。想到以前在伙食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学长对于这种男女的严防会是这么样的激烈呢？甚至不惜把这种有谈男女关系的这个道亲把他驱逐出境，造成很多的这种道亲的怨言。这个也必须要清楚，这都是一种
理法，那这种理法，你必须要透过浅显的教育，透过这种圣贤的经教来告诉我们，让自己呢自觉自悟、自修自正。那有的人根性比较差的，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他也不想听。那么呢，他只能够说，在这个人生经验上啊，学习到觉悟的力量。那我觉得我个人是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在找答案是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是因为这件事情呢，自己也没有办法拿出力量来断绝它，也不晓得那种手淫的这种恶报是这么样的严重。今天我希望有透过这个机会来忏悔，忏悔就是永不再造，有这个机会来忏悔，然后呢，告诉亲身的经验，希望呢年轻人呢有所警戒，对于这些色情的东西啊，一定要有所回避啊，不要说贪好看、贪好玩，一定要有所回避。那我刚才讲《七真实传》里面的刘长生、刘大仙，他的做法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劝大家不要走这种做法。那么你如果说在这方面你没有办法，那么你就选择入世的修行，选择入世的修行，组织家庭，然后呢自己呢抚养小孩，你会在之中得到一种理上的学习，仁义礼智这种理智上的学习啊，你会学得到。但是夫妻关系呢，你也不能够混乱。在医书里面的记载啊，正常人是20天才可以行房一次。那么到了40岁啊，这个20岁的时候是8天可以做一次，40岁的时候呢是20天做一次。那到了60岁的时候呢，你最好就不要再做了。你要保精养本了，养你的老本了。所以我们说，现代很多的壮阳药都很流行，大家都趋之若鹜啊。但是回想到这个问题，男人的阳痿啊，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保护。你的性器官要保护你，叫你呢不能够伤害你的老本。你的老本快没了，你再用壮阳药去把它发泄出来，去把它啃食出来，那么你早晚呢行销骨毁啊！你早晚要向阎罗王报道，切记切记。所以，如果色情跟暴力比起来，我一直以为看暴力那种恐怖的，还不如色情这种温柔的。其实不对，完完全全错了。色情的这种影响，比之于暴力啊，会更加的深重。因为色情是无形的。你看28家人体释书啊，28家人他那个形体啊，看来是棉花糖一样的绵绵的，很好看，很好摸啊。专展这种，专展什么忘记了？专展就是男人啊，这个健康的男人啊。而且呢，这个展啊，不是头落地那种展，而是无声无息的展，把一个大男人把他那个骨髓啊，不断的侵蚀出来，这个人呢，就已经毫无斗志了，这个人就已经毁了。
你看看我们听过日本人，日本人现在呢是出 A 片最多的国家。我们台湾的 A 片，这些色情片，有80%以上都是日本的。那么日本人，他们难道没有这种果报吗？最近听说有这种果报，也就是说，10000人的里面呢，有1个人呢，他会是这毫无斗志的人，就是呢啃老族的人。你的子女之中会出现啃老族，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他也不想出去交朋友，他就坐在房间里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就是靠着老父老母来养他。这个呢，就是因为纵欲过度所造成的现象。这样的小孩子你必须赶快救治他。除了说透由中医的治疗，你必须带他出去，常常来听这些道理，然后呢，开示这种人生的真谛给他知道，开示这种男女之间的礼防给他了解，所以都是要教化。孔老夫子讲的有耻且格一个人有羞耻心，而且呢，可以品格高尚，这个人要用德，要用礼来教化。今天我们讲到礼神明这个礼那先由这个男女之防这个礼来切入是因为现今的问题在这个男女关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动摇国家的根本你看那些智商比较高的民族，他们都是男女很严防。你看中国人智商还算不错，男女关系呢很严谨。那么男女关系最混乱的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部落，中非南非这些原住民的部落，男女关系混乱，就跟动物一样。所以呢，他们智商很低，而且呢，文化呢也很原始。他们发展不出这种高贵的这种文化。所谓这个富而好礼的文化，这个是只有高等智慧的人他才可以发展出来。高等智慧就是在男女之间的严防上是做很好的这种节制的人。所以呢，西方人认为说手淫没有害处，错了。他们用这种科学的分析，把这个精子拿来做分析，里面呢只不过是一些氨基酸、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只要喝一杯牛奶，吃一颗鸡蛋就可以补充了。结果错了，错在哪里？错在1+1不等于2你看我们人是地水火风所组成，地水火风所组成这个人，它的作用是无限量的大。它的智慧，它的多元，不是这些地水火风可以创造出来的，是要把它组合起来，它才可以产生这么样的影响力，这么样大的这种力量。那么你精子呢？精子里面有神呢，你那个神你没有办法测量，没有办法算进去精子可以传宗接代的你把你的能量传给你的下一代那所以呢，精子常常耗损，这怎么会是好事情怎么会是没有关系大家好，道之宗旨讲到礼神明，那今天呢是09年的圣诞节。那我们曾经在几次的圣诞节前夕那么都做过说明，为什么圣诞的这一天全世界的灾难会特别多。那今年的圣诞节还在圣诞季
圣诞节的前夕啊，还好没有听过任何国内外媒体有什么大的事件发生啊。那么我们想想看，我们气候有一个名词叫做圣婴现象。这个圣婴是谁呢？圣婴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么西元这样的一个定啊，西元前西元后啊，那也是用耶稣生日来作为定。那所以呢，可见呢，耶稣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他的影响是很大、很重要。那他的诞生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救赎跟福音啊。所以，尽管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间大概只有31岁、32岁左右，跟颜回差不多。但是呢，他影响的力量却是无远弗届。那么他救度的人心啊，那更是多得不可算计啊。那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所谓的上帝就不只是忉利天的天主而已。佛教说上帝是忉利天的天主，那忉利天呢还在欲界天。那么还在欲界天的天主，他根本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他怎么可以来影响这么多人，而成为一教的教主，甚至呢，来跟五教的教主并列呢？在佛教的说法，佛就是最高了，没有比佛还要高啊。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早就有谈过。那么也就是说，虽然上帝的名称，它的定义在佛教来讲，只是呢忉利天的天主，但是呢，这个天主呢，他绝对不是从人一直修到天主，修到上帝，然后呢再来治理世间的，绝对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呢？而是法身大士倒装降世而来的。那也就是说，五教的教主啊，都是佛的灵啊，来倒装降世来到人世间。那么他们的等级呢，其实已经到了佛的境界了。那所以你看，我们佛经它讲述到这些诸大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就好了。观世音菩萨早就已经成佛了，这个佛号呢，正法明如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在佛经上找得到的。那观世音菩萨他不但呢，在我们世间呢，他不是以佛的样子，而是呢用各种形象，用各种形象，我们民间所看到的那个白衣菩萨、白衣大士的那个样子，那是最普遍的。那其实观世音菩萨呢，他是应什么身，应什么需要，就现什么身，来成就你。所谓千手千眼闻声救苦，这个呢就是一种佛菩萨的一个本怀。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也秉着这样子，所以你会说耶稣基督，那跟这个五教的教主，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个体。其实说个体也不对，就是通通都是一个老母。老母的分灵。那么当然，上帝，基督教人，上帝就是最原始了，哪还有一个老母？佛教佛就是最高了，哪还有一个老母？那么这个一贯道的说法，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无形的大本体，那个是老母。那么他
它呢会因应了整个世界地方的需要，然后实现了怎么样的肉身来成就他们。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呢，来教化百姓。那么耶稣基督虽然呢，他只是忉利天的天主，那他的教法可以看得出来，也都是一些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那么讲到佛法的那一份心性啊，那一份明心见性的道理啊，那在基督教里面是很少看得到的。但是你不能够说，哦，那这样佛的境界比较高，耶稣的境界比较低。这个绝对不是这样比的，而是因为呢，它呼应的时代、地区的众生，他们的需要来硬化什么样的道生，来成就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西方就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形象，树立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典范。那么他的这个典范呢，是其他教主啊没有办法取代的。你即使是后来的佛教、儒教传进去啊，都没有办法取代耶稣基督的位置。甚至呢，回教也有自己的这个教主，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的这个上帝啊。那但是呢，我们修道的人知道说啊，这些上帝本来就是一，没有分。可是呢，一分为五，五合为一，分而不分，不分而分应现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这个就是佛菩萨他们的那一份大悲大愿。那我们讲到圣诞节，今天我们必须再一次的诉说，先从圣婴现象开始讲起。那么圣婴现象呢，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种气候，也就是说，在圣婴现象的期间那么整个气候呢会变暖和。这个气候变暖和呢，那大概维持在5、6年，甚至7年到10年之间每来一次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人说呢，我们现在这个时局就是2009年这一代也就是在圣婴现象这个发作的年代那因为呢，这个发作的时期刚好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前后所以呢，就把它称为圣婴现象。那么这个到底其中有什么意义那有什么关联这个实在是我们人的智慧不可以得知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呢想象一下，归列一下这几种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气候变暖和了。那么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耶稣基督本身出生的时候，那是降大雪的，大雪纷飞所以呢，人呢是普遍的窝在家里面，都没有办法出门，因为天气太冷了。那么他来到人世间，给这个世间呢一丝的一个希望、光明跟温暖所以这个是火的象征耶稣基督呢带来一把生命的火、希望的火光明的火。那耶稣一直到他开始传道了，他的这个童年时期没有人记载一直到他开口讲话了，已经是在传道了。那么在传道的过程一路上就好像有天命的加持，只要经过的地方呢，都能够得到救赎不管在任何方面。但是呢，他的天命只能够维持到
31岁，那他自己知道，所以呢，他自愿呢跑去罗马，被罗马的士兵绑起来，被罗马的士兵呢钉上十字架。那他要用他的这个圣灵，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人类的污垢。所以呢，耶稣基督就实现被钉死的样子。那所以在五教圣人里面呢，真的走得最惨烈的，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啊。那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走法，那可以说是表法很深。那么懂得的人呢，会从中悟到道理；那不懂的人呢，就是在看一场戏啊。知道他很伟大，知道他呢，他为人民牺牲。那么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呢，从此十字架成了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代表图腾。那么基督教不拜偶像的，那十字架呢就成了他们的偶像。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教堂也有用基督教，也有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样子。那所以呢，他说不拜偶像，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你不要去拜外在的那个形象，外在的那个形象呢，是生灭变异啊，会生老病死啊，那个是短暂的，那个是虚而不实的。真正内在的这个形象啊，才是真的。内在的形象是什么？今天我们讲礼神明，这个礼神明这个部分，我们昨天大略的举一个礼的这个样子，礼的概述啊，来让大家清楚。但是我们这里这一句礼神明啊，其实重点是放在神明的部分。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礼的部分，我们再来分析论述。那么神明，神为什么就是明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我们说神明，也有说神灵，神一定是灵，神一定是明，为什么？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啊，也就是说，要能够成为神的众生啊，的人啊，还是的万物啊，那么你一定是明的，那你一定是灵的。明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讲那一份温暖，有没有？那一份希望的光，生命的光，那个代表了一切前途无限量的那种光明啊，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么这个神明，就是因为他已经明了，所以他有办法给人家明。他本身就是火种了，他可以把火引给其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在给人家受洗，用圣灵跟火来施洗。用水呢施洗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仪式，当然水的施洗也有它的表法。所以可以把所有的一些不洁污染之物啊，把它洗净。水可以是清净的，水可以是平等的，它也有它的表法。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跟佛一样，他当时呢，在他们那个世界，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啊，这个犹太教已经传播很久了。当时也有一部圣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旧约。当时的人呢，已经普遍相信有上帝了。那么你今天再来一个上帝，那当然呢，不会被当时人所认同。就好像佛出现在这个婆罗门教，
那么你再把这个佛的形象把它说的这么样圆满，那么甚至推翻婆罗门教他们所拜的这些神，所以佛怎么会见容于当时的年代呢？耶稣也不能够见容于当时的年代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呢，五教的圣人的发展都有他的这个曲折离奇那种不可思议的一面。那么这些五教圣人他们的历史我们都可以从书上经典上可以印证得到。我们今天呢，就单单来了解为什么神就是明礼神明，神就是明，所以我们要礼拜他。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呢要很清楚，神性是在我的身上，我的内在也有神性。那么为什么我的神性不灵呢？那我记得当时那个文昌帝君他也是转世72世转世为人的时候那么他的最后一世是在四川紫铜山这个地方那他当时呢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教化当地的百姓也可以说呢不遗余力所以对于当地的贡献是相当的大。但是呢，他小时候呢也不明所以，为什么这个庙里面的这些神我们要去礼拜他？那么你如果这个虔诚的礼拜你才会得福。但是你如果不虔诚的礼拜你一定会得祸。有的时候呢，虔诚礼拜你想得福也不一定得福。可是呢，你对神明不恭敬，你一定会得祸。这个他实在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泥塑的这个神像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这个是他搞不清楚的地方那所以说，人去拜那个泥塑的神像，可是神像里面到底有没有灵？那个神明的部分到底有没有？我们说灵敏嘛。但是如果没有灵，为什么你不虔诚、你不恭敬，或者是说毁谤神明的人、毁谤这个泥塑像的人，他会受到惩罚？为什么？这个文昌帝君当时他也是一个读书人他这个疑问真的是问得好我们说大哉问这问得好。泥塑的神像，为什么你去拜他就灵，你不拜他就不灵？那么我们去这个拜人我们去所拜的人，他是真正活生生的人，反而不灵比如说我们去拜一个普通人，希望他给我金银财宝，他给我名利富贵，那反而不灵反而拜泥塑像的神会灵，这个是他搞不懂的。难道人还不如这些泥塑像吗？所以他当时有这个智慧来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于今天的宗教，我们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质疑。当你去庙里面，尤其是香火鼎盛的这个庙，你去庙里求，很虔诚的祈求，你不一定得到你想要的，但是呢，你心中呢存的这个质疑、谩骂、毁谤的心去神庙里面你一定会受到惩罚，会受到这个护法神来修理你，鬼神来欺负你。这个是一般人普遍的认知，所以呢，对于庙进到庙里面人不敢这个胡说八道、胡作非为那么为什么泥塑的神像是灵，
反而人不灵。照理讲，我现在站在这里，我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我应该灵才对啊，我应该求自己呀。哦，千住祈求，千住应是要求我自己才对啊，怎么会是求那个泥塑像的神呢？哦，他把瓷器做的、木头做的，或者是土做的，他还是他，我反而不如他。这个是文昌帝君质疑的，我为什么反而不如他？这个也许文昌帝君会成就文昌帝君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神仙本是凡人做。今天这些神会成为庙里面受到我们膜拜的对象嘛？那个是为什么？那个是因为呢，他曾经做过超越人性的那种范畴的力量的一种功德。也就是说，他的牺牲，他的布施，哦，他的这个忠孝，让后人得到一种启发、效法、追随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呢，后人用一个形象来代表，希望呢看到他的形象，能够呢好好的来学习。所以我们说礼神明，礼神明，我们要礼的神明是这样的神明啊，你的心态是这样的礼啊。那所以你不是每天去庙里面烧香拜拜，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做了。哦，你的事业你不用做了，每天就是去求财神。你的工作就是求财神就对了。有这样的工作吗？哦，你想这个发达，想要得功名，每天去求文昌、求魁星。哦，你也不用读书了嘛，反正每天去求就对了。有这样的神吗？没有这样的神。要知道，没有这样的神，神不会因为你去求他，他就会给你；神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求他，他就不给你。你看，这个就是神妙的地方，这个就是神灵的地方。哦，他灵敏的地方在这里。那么你要说他为什么知道说我需要的要给我，我不需要的不给我，或者是说该加持我不该加持我？哦，或者是说有的人求有印，有的人求没有印，这个又是什么道理啊？这个就是回归刚才这句话：神仙本是凡人做吗？神也是人啊，神也是人做起来的啊。所以呢，神有人性啊。人性是什么？人性是我们说的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是我们原来的自信，是我们的神性啊。那么我们的神性跟神的神性其实是一样的嘛。哦，佛教里面是不肯定神的，他认为神啊，神的境界都是属于鬼神。但是呢，鬼不管是鬼还是神啊，他也有他的那个值得人效法的地方。哦，鬼神嘛，所以佛教讲神其实是包括鬼神。那么我们这里讲礼神明，其实呢，我们礼的是神的名。那个不明的神，我们是这个敬而远之啊，啊，尊敬他，但是呢，不学习他，敬而远之。哦，这个道理呢，我们必须很清楚。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又再讲，神仙本是凡人做。这个神仙他本来是做忠做孝，啊，他本来呢是一个这个修行精进，或者是说呢能够呢专心致志的人。他今天呢，因为呢能够牺牲他的一切，哦，为百姓服务，那所以超越的
人那一份自私，人心的那一份占有，超越了人的那一份不公平、分别执着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所以呢，他就跳出来了，跳出人界以外了，他就做神了，就这么简单。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呐。那心不坚是怎么样不坚呢？不坚是因为你对于这个像六度波罗蜜啊，像这个烦恼妄想啊，你戒除不掉。你今天戒了，明天又不戒了。你戒了10天，接下来1个月、20天又不戒了。1天打鱼3天晒网了。那你这样怎么会成功呢？所以我们道场讲26时中，就是呢，时时把你这个明的部分啊，把它保持住啊。你要慎独啊，你要保证啊，保持住你原来的那一份灵光啊。那么神既然是人做的，你也不用拜神了，你自己做神就好了吗？那你自己要怎么做神？自己做神的道理啊，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弃你的对立，放弃你的无明，把它这些通通放下了，那么你就回归到原来的面貌了。所以放下这件事情，是三教的圣人在教我们的。但是对众生来讲难。放下，你要放下，叫他放下现在拥有的功名利禄，那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那不容易没关系，儒家教我们，你在人的境界上，你就好好的行持。你做忠做孝做仁做义。我们昨天讲了五常之德啊，你把它做好，你还有力量，你再把它做到十善。十善就是呢，这个贪嗔痴没有了。就是呢，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没有了。这个十善，你可以做到天人。你做到六度波罗蜜，那么你就是菩萨。所以我们道场几乎都在讲大乘的这个思想，所以一开始就在讲这个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开始就讲这个。那么一开始讲这个呢，是因为道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些人的根性啊，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没有办法叫他们一下子就修大圣，所以他们必须呢有这种基础的功夫啊，也就是说小圣的基础，然后慢慢修呢，修到这种大乘的一个境界。小圣是声闻缘觉，声闻就是说你要透过听经闻法，你要透过这种念经念佛、敲打念唱、参禅打坐，用这些方式呢，来让自己达到心清净，跟佛菩萨的灵相契，透过礼拜让这个神性啊住在我里面，其实呢是把自己的神性呢把它开发出来，跟耶稣基督的灵，跟这个五教圣人的灵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知道，理神明就是理智性，你是要效法耶稣基督他的那种牺牲的精神，他的那种为人民背负十字架，希望呢这个主能够饶恕这些世间的人，因为世间的人太愚痴了，
哦，愚痴是为什么愚痴呢？因为没有人教他嘛，没有人教他，所以呢，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愚昧的。他们不明啊，不明呢，所以呢，要透过神明来讲，来教，透过圣人来教，把这个明的事情啊，交给众生。所以我们儒家讲明明德。哦，我们的德性本来是明的，今天呢，德性没有看到明的，所以呢，要再把它明。所以第一个字明是动词，要把它光明起来，把这个明德光明起来，这个叫理神明。你透过理是可以得到明的。哦，所以孔老夫子讲理，其实呢，在这个周朝啊，周公治理作乐的时候啊，他把理呢定得非常的详细。哦，3000威仪啊，8万细行啊，通通记录在这种礼的教化里面。哦，礼仪300，威仪3000啊，这个周公当时治理作乐，如果说他的后人能够继续遵持下去啊，那么礼的教化早就在中国普遍实行起来了。我们今天很多的礼节在中国找不到，必须要到韩国、日本去找，去看得到。礼失求诸也，礼失去了，求于四方的这些外国，没有办法，只好到外国去找。所以也就是野外啊，野外就是外国。外国还保留了当时中国的一些制度。所以礼失了，那是不是只有外国才能够找得到呢？其实，在大陆那边呢，他们也去深入民间去访查各种的这种朝代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章制度，这些呢，这些礼仪文化呀，通通把它考察出来。那是不是还有当地的这些耆老？当地的这些资深人士啊，他们还懂得这些道理，请他们出来讲，甚至呢，请他们出来教，这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方式，是很好的。所以，如果周公治理作乐那么精神啊，继续流传下来，周朝是不会亡国。这个方东美先生说啊，周公所制作的这个周礼啊，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完全依乎人性。完全依乎呢这个人的生活的标准。那么如果说能够照着那个做呢，现在人呢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礼的有无啊，是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平的安危。今天我们在圣诞节来讲礼神明，那是刚刚好，刚刚好借着这个时机啊，来讲我们今天过圣诞节到底是在过什么？圣诞节，请问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圣诞树啊。小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圣诞老公公啊。这些大学生第一个想到的是派对啊，是要狂欢啊。圣诞节，现在普遍的人民被这些商品的这个促销活动这样打得眼花缭乱了。现在大家过圣诞节想到的都是这个，谁想到了耶稣基督？谁想到我们的主啊？难得啊，会想到主的人是非常难得啊。主是谁？主是我，主是我的那个良知本性啊，是我那个内在的神性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过圣诞节要去礼拜
礼拜了我的这个神性，我有跟耶稣基督一样，那一份博爱，那一份包容，那一份牺牲的精神。因为众生跟我是同一体的，那众生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呢，我必须有义务来告诉他们，这个就是教化。我们道场不是要透过教育吗？透过教育把这些圣人的经教把它推展开来嘛。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开讲，不断的去办班讲学，不断的让世人能够了解，用各种方法，用唱歌的、跳舞的、戏剧的，或者是说用图片的、用文字的，种种方法，通通可以用。只要呢可以让世人了解圣人，了解圣人的教义啊，契机契理来做，那这样都是对的。所以佛陀说啊，他如果过世之后啊，要依什么为师啊？佛陀跟他们讲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了义是什么？了义就是说，对于现代当下的众生有帮助的，那是了义啊。可是呢，佛经不一定对当时的众生有帮助啊。你看现代的人，你要叫他来读佛经，那就是了义，那不见得，那不是佛的教法。但是呢，你佛的精神，你用卡通影片把它表现出来，大家喜欢看，那这个就是了义。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天人合一啊。上天的事情需要透过人来推动，那人类的教化也要透过人。那这些人呢，就是有心人，就是修行人，就是我们现在白养的修士。当然，五教的修士都算是在做教化的动作。那么我们是要特别强调，你教化你要教到见性的部分。你不是把他教变成一个好人而已啊，你要把他教到成为圣人啊，这样呢，才叫做究竟啊。所以理神明要理到你自己内在的那一份神明，内在的那一份良知光明啊，那个理啊，才是彻彻底底的理，有用的理。今天如果你在理神明不晓得说，你从自信里面发出要跟效学这些仙佛的话，要学习这些仙佛，那么你的理神明是表面功夫而已，你没有深入基础，没有深入内在你没有发掘出那个内在的神性啊，你没有办法跟天人合一啊，所以你的理神明呢是没有作用的。你理再多呢，只是增加你的这个流汗流多一点啊，脚酸手麻这样而已啊，一点作用都没有。你只是在运动，那么运动也是好事啊，但是呢，我们讲到见理见性，你完全得不到功夫。所以你看，在《六祖坛经》里面，当你烧香献佛的时候，那个香是代表的这个五分法身香啊。你看我们在佛堂里面各种的这个礼神明的这些仪器啊，还有这些规矩啊，都有它表法的意义。六祖坛经他讲得好，五分法身香，香有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之见香。所以呢，
香不用烧多，你烧1柱就够了。你只要烧1柱来表法，那么你这1柱献上去，献出你的心香。你的心香要能够直透天庭啊，必须从你内在发。内在怎么发？从你的戒定慧发，从你的这个解脱知见来发。那么你看看，你戒就是戒律，我们说守礼，你的礼节做得怎么样？你在生活上的礼法做得怎么样？那我们昨天特别提到这个礼，在佛教在5戒里面，就是呢不邪淫，特别用这个例子。那不邪淫只是生活之中的一个规戒而已。在人跟人相处之间呢，礼就是一切谦卑的一个代表。一个文明越高的国家，它是越有礼节，它是越懂得礼貌，它是呢越谦虚啊。所以今天你看，在全世界里面最有礼节的是哪些国家呢？你就看看他们生活上的礼仪，餐桌上的礼仪，还有呢这个祭典上的礼仪啊，你就知道哪个国家呢，它的文化水平是最高，是比较高。所以都从礼啊表现出来。那么你看，在中国呢，它是本身在生活细节上啊，它都有一定的礼法的维系。你看君臣、父子、夫妇啊，这个兄弟朋友，这个都有一定的礼法规则在运作，它不能够逾矩啊，不能够越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礼法维持的一个很自然的运作，我们讲3纲5常5伦8德是回归自然的生活。那么透过这个礼法，就是让人回归到这种自然的运作之中。所以在中国礼的表现还是看得到的。所以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到现在中国这个民族都还没有被灭国，而且呢，它还越来越强盛。它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在圣人的经教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呢，圣人的经教呢，这个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些中国人华夏民族的心灵。你不管欧风美雨再怎么洗礼啊，中国人的那个根是不会改变的你即使呢，你去这个住在欧美，你戴了这个假发，你换了蓝色的眼睛那么你的根，那个根还是不会变你对于这个人跟人的关系的那一份礼法，你是不会变的你看，在美国有一个地区叫迈阿密，迈阿密的这个有一个地方啊，那他们那里啊，每天的这个夜晚狂欢的派对非常兴盛也就是我们说的夜店非常的多全世界的青年男女都希望能够到那里去狂欢所以每天迈阿密那个地方男女狂欢到隔天比比皆是。那么所谓的狂欢就是什么？完全的放纵说放松是谈不上完全的放纵放纵他的生命，放纵他的肉体，放纵他的青春所以每一个人
从那里醒过来之后啊，都觉得有一层很深的失落感。但是呢，人生又压力不断，所以呢，他必须再回去一次，去找寻那种迷茫、失落的感觉，让自己呢处在那一种茫茫不可知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会让自己暂时麻痹啊，躲过这个现实生活的压力。那他们现在呢，借由毒品来更升华这个层次啊，所以呢，越吃就越堕落，越吸呢就越迷糊啊。那么青春的岁月很快呢就在这里消磨殆尽了。那么他们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前途大志，虽然呢一时想过，可是呢，碍于现实的压力，不管是工作上的压力、家庭上的压力，还是呢没有工作上的压力。你看找不到工作也是一种压力，他们呢前途茫茫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呢，就到那里去狂欢，借由毒品，借由这些重低音响，这些五光十色，所以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啊，就借由这些声光的这个享受啊，来麻木自己。我们要教育他，要怎么教育？真的是很难教育。那么我们台湾的夜店生活也是很热络，只是说呢，台湾人还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刚才讲到六祖所说的现香，现那个戒定慧的香，解脱之间的香。所以你要知道，礼神明的时候，当你在礼神明烧上一炷香，你要知道自己的戒定慧是不是真正的落实了。你在这个持戒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真正得定了？得定是你在这个持戒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持续的、重复的、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呢，是比较能够返回我们自信的一个功夫啊。那博闻多学当然也是一门功夫啊，可是呢，现在人根性啊，不适合博闻多学，只适合一门深入。你在这个一门深入之中啊，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反复，结果呢，就在那里面得定。你看《楞严经》25圆通章，它里面所讲到的例子，通通都是这样子，都是在一个功夫上好好的练习，结果呢就得定了，得定就开智慧了，理神明就真的理到神明了。所以我们讲，我们内在有那个灵魂了，我们的魂根本不灵，不灵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啊。你知道回家的路吗？你知道本来的样子吗？你知道这个三世因果吗？你知道整个宇宙天下吗？不知道啊。即使是鬼，我们做鬼了也不知道啊。鬼虽然也有五通，可是呢，他的通的能力呢还是很狭隘啊，比不上神通啊。所以呢，理神明要真正的理道自性啊，你就必须从戒定慧开始。我们希望每天献香磕手的过程当中啊，让自己有一点点的觉悟，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清净，让自己有一点点那一份天人交融的那一份时刻，即使是5分钟、10分钟也好，每天来做这个功夫，那一定可以见到效果，见到真正的理神明。那
那么你有智慧，你就可以解脱。哦，你可以解脱，对于你这些外在的无明，哦，这些习气、这些烦恼，通通都可以放下了，没有什么好挂碍的。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他自愿去自首？哦，他不是去被人家抓起来的哦，他是去自首。然后呢，他说他要被钉上十字架。哦，他要流出他的宝血，为众人呢来洗罪。哦，祈求上帝呢能够原谅这些人。他在死之前呢，还讲了一句话，被定的时候呢，还讲了一句话：主啊，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你看，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代的教主，一代的圣人，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了，他还希望这个上帝啊原谅这些人。那真的，这些人真的不晓得在做什么啊，他们自己不晓得在做什么。那么谁晓得呢？佛陀告诉我们，只有修正到阿罗汉以上的人，他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呢，你的修行境界还达不到阿罗汉以上的成果啊，你不要跟人家承诺什么，你也不要相信他讲的话。哦，今天他讲我很爱你，我真的非常需要你，你不要相信他的话。那些政治人物在选前的那些承诺，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不是阿罗汉，他不是圣人。阿罗汉已经是出世的圣人了，那他讲的话才可靠啊。那他自己都不是阿罗汉了，所以呢，当你听到人讲的话了，你听一听就好，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智慧，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理神明之中啊，看到我们自己一点点的良知本性啊。哦，这个是解脱香啊。解脱香就是要你有这些智慧来分别是非对错。那么解脱之见呢，就是你的理障。你学的这些东西可能会障碍你，因为你把它当作真的，其实呢，没有一样是真的。儒教的经典只是圣人的糟粕，这是庄子讲的啊。你看庄子批评这个儒家，他批评的也很有道理啊。你为什么要提倡孝道？你为什么要主张人要尽忠呢？这个都是形式上的这种累赘啊。那我们想想，庄子为什么他批评的对呢？因为孝道本来就是人的性德，孝你就是会忠啊。哦，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就是人本来就是要遵守的，本来就是要行持的道理呀。啊，你肚子饿了，你自然就会吃饭嘛。你难道还要去宣扬说，哇，大家赶快来吃饭哦，时间到喽！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要来吃饭哦。没有这种道理啊。吃饭你不需要去宣扬，就好像孝道不用宣扬一样。为什么？孝道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就是人的道理啊。你作为一个人，就应该要有这些行为动作出来，这哪是需要宣扬呢？哦，你作为一个人，你要吃饭睡觉，这不需要宣扬啊。所以庄子用这个层面来批判儒家，来反省儒家，其实呢，这是给儒家一个很好的反省，很好一个补助的作用。因为呢，儒家没有讲到，没有思考到这一个层面，哦，所以呢，儒家必须透过道家的这个补助啊，才能圆满他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呢，
这个阴阳一圆满了，就是太极嘛。那一阴一阳之谓道啊，这个就是中国人这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啊。那我们在中国的思想5000年的思想之中，都是透过这样的逻辑来成长的。那么我们要透过这样的逻辑来超越我们的思想，从太极返回到无极，就是把阴跟阳合起来。把阴跟阳合起来，就是今天我们礼神明的意思。礼是那个动作，是人透过那个有形的动作来做礼拜。神明呢，是我内在的良知本性，我的外在跟内在都已经是完全的朗现无遗，这个就是礼神明，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之见呢。我透过这个外在的行为做什么？把我内在的神性表达出来。我内在的神性是什么？我内在的神性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就是仁义礼智信，我把它做出来。儒家讲得一善而全权福音，我今天呢能够做到这个信，我就把信完全100%的做出来，这个是得一善而全权福音。儒家没有叫你说你必须全部的德性你通通要做好，通通要做到，没有叫你这样子啊。他只要叫你得一善而全权福音呢，你只要把在你的这一善里面好好的做，好好的去实践，把它圆满起来，那么你就是恢复本来的面目，你就是已经在礼神明了。所以你看颜回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动作。你看他那个一箪食一瓢饮，一箪食一瓢饮是不是在做礼神明呢？他那一份没有妄想、没有执着，那一份清净无染的心，在做他的动作，其实这个就是礼神明。这个呢，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名师这一点，很专心致志的在做这种事情。你看这个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之，我们老前人把它解释是学到那个名师一指点。这个解释呢，当然是有他见性的一面。那学呢，有觉的意思，觉悟到名师这一点。你又把你的这个言行当作是一种习惯，所以这个习啊，不是习性不是温习而是一种你的动作，你的习惯的动作，你就一定会做出来。你看先佛习惯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慈悲，就是博爱，就是度化众生，这个就是先佛习惯的动作。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是先佛呢？因为我们习惯了自私自利，习惯了名闻利养，习惯了贪嗔痴爱，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做神，我们没有神，没有名，就差在这里。那透过礼的动作呢，我们放下，把这些五欲六尘，贪嗔痴爱这些名闻利养，通通放下，回归到我的这个神性，回归到我的神性，我自然圆满充足，我自然的具足一切。这个是礼神明，所以礼神明的意义啊，真的是非常的深。那么我们讲到神明，它里面呢又有分很多。我们古时候的神明呢，又分很多神明，所以呢，分很多神明，有些神明呢，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一份良知良肉的良知良人的那一份道体，而是呢，他也有他的烦恼、挂碍，也有他的牵缠。
那么他是因为有烦恼、有挂碍、有牵缠，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实体的人。那他跟我们居处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呢，我们必须尊重他，因为呢，我们看不到，可是呢，他居住在这里，我们要尊重他，就好像我们今天尊重天地，尊重这些草木、这些树木、这些花草一样。哦，你不尊重天地，不尊重这些树木花草，好，哪一天他反扑了，他让你得到教训了，你在那里哀天怨地啊，骂政府啊，骂别人啊，都已经没有用了。你要想到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讲到理神明是讲神跟明，神一定要明哦。那有没有不神的明呢？不明的神呢？有不明的神。那么这个不明的神啊，我们必须要等到下一次再来讲。我们今天呢，必须把这种理智性的道理，把它说清楚，把它讲圆满。一切法唯心所造。那么心呢，是我们一切造作的源头。那么心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都是呢，你那一份的那个性体开发程度了多少。啊，心就好像乌云，性呢就好像太阳。那么你乌云太多了，太阳就显露不出来。那乌云去除了，太阳就会出来。我们讲到理神明，这个理的动作，理的意义，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这个清楚呢，就是凡人心即神，神即心呐，无愧心，无愧神。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功夫啊，要做到这样子。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神的一个视线，但是呢，所谓的神明，是不是你这个神就明了呢？那这个是呢，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所以《六祖坛经》在做产品里面，他讲到，缘不着心呐，意不着境，亦不是不动。也就是说，心本来就是妄，心是由妄所幻化而成的，心是不存在的。那么心的呈现呢，是由这个神明的这个自性、这种灵性、这种明啊所呈现的。但是心这个心不明了，它呈现的心呢，是一种妄想、分别、执着的相。所以呢，这个心跟心是跟明啊是没有关系。性本来是明的，神也本来是明的。今天神不明，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的那个动作没有做，也就是说，做人的基本角色啊，你没有做好。所以关圣帝君叫我们：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七心，便是七神。那这个道理啊，它反映出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人情世故啊，都是神性的朗现。当我们在对待一只动物，对待一个花草，或者是说对待这个万物，写一支笔，看一个电脑，用一个灯光对待这些万物的时候，其实呢，这些万物是因为你的神明了，所以呢，它的作用就产生了。它无时不是存在着神的名在视线你。那这个道理非常难懂，所以呢，儒家告诉我们，你只要把你的
角色本分先做好。无愧心，无愧神。若是七心，便是七神。你如果背对了自己的良心，灭了自己的理性啊，那么就是七神。那所以道之宗旨叫我们理神明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当下，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无不是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神。那么不管你的生命呢精彩不精彩，其实呢都是神的一个朗现。那你今天生命不精彩，你表现在外面的是这种脾气毛病，你的第一个受益的身体被你糟蹋了，你的身体不够清安，疾病一大堆，面貌丑陋，不够庄严，那么你的这个记性不好，你所表现出来的智商也不高，等等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理神明的理的动作，已经呢有所失略，不够周延。那么我们怎么要懂得说神随时处在我的生命之中呢？我们不需要去发现神，去把神挖掘出来，根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现在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是神性的朗现，都是道体的充盈啊。你只要想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空的状态，你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所以重新起劲了。你要真正的做到理净、澄净，甚至呢，你要做到清净，那么还是要从这个心做起。你要先从有为入无为，渐修入顿悟啊。所以呢，理神明告诉你，从佛堂佛规礼节，从这个生活里面的人情世故，从这个大范围的三纲五常，这样呢，慢慢的去扩充，慢慢的去做起啊。所以你看，我们佛堂里面各种献供、献花、献佛，各种佛规的一个举动啊，通通都是一种礼神明的动作。必须知道，你的这个神明呢，是告诉我们，神是我们自己，神不是别人啊，神不是坐在那里。今天你献供水、供茶，什么意思？水是平等，水是清净的，水是呢让人觉悟的。所以你爱打瞌睡啊，就用水去冲一冲，让你觉醒一下。所以水的表法意义啊，非常的多。圣人都喜欢水，水的德啊，可以呢映照出君子的德，这个修行者生命的德。所以孔老夫子喜欢在大河旁边看水。老子直接讲水的七种德性。老前人直接用白水做他的名字。那么水的德，今天我们供水，我们懂不懂得水的德？从水的德里面呢，了解到说，水的德其实是我们内在神性的德的朗现。我们看到了他的德，那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德呢？
哦，所以六祖坛经告诉我们，如果修不动者，就是说但见一切人实，不见一切的这个纷争与对待，哦，是非善恶的过患。面对一切人，没有是非对错。哦，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世间没有过，只有自己有过。那么自己的这个过呢，是因为我们的心起了分别妄想，起了无明烦恼，然后呢，对照出来，产生出了那个相，会认为说那是错的。其实错在我。如果你神已经明了，你知道那个不是错误，那个是一种这个妄心的过程了，妄心朗现的过程。可是妄心是虚妄的，虚妄的就不是真的，所以呢，那不是真实的。一切事件的现象不是真实的。哦，你要体现出这个生命的过程啊，让它时时警戒你，告诉你，这个才是礼敬这个礼的精神的所在。啊，一只鸟飞过来了，一个蝴蝶在那里飘动，一朵花在那里绽放。哦，一阵风吹拂过来，这个都是一种生命的乐曲，生命的歌唱，一种神性的朗现。它这种神性的朗现呢，扩及到整个宇宙法性，那个就是我的生命。当他起这个相的时候呢，他是要让我们清楚，我们自己是随着那个花，随着那个草，随着那个云在飘动。那我们礼拜他，我们知道说自己可以视现神成那个样子，所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找答案。只要你往内反观啊，发觉到说，原来生命是这么样的具足圆满，我的神性呢是随时充满。哦，我们本来是说住在里天，我们的故乡，现在来到这里，异乡，叫做他乡。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跑到他乡来住？跑到他乡来住，现在回不去了。那是因为我们理神明这个理啊，我们失去了。哦，我们不晓得自己就是神明，我们没有把神明的动作做出来，神明的动作就是理啊，所以我们没有做出来，神明的言行也没有做出来，我们不明。所以今天各家各派谈这个放下，谈无为，谈空。谈烦恼脾气，其实呢都是同一个命题，都是要告诉我们呢，让自己生命呢成为无负担的状态。你回归到自己，回归到自然，无负担的状态就是没有这些烦恼。你在烦恼什么呢？烦恼家庭，烦恼事业。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你烦恼也没有用，哦，因果还是不断的在轮回啊。做了如是因，得了如是果，这个就是因果的道理。那既然烦恼没有用，你干嘛还要烦恼呢？那么可以解决的事情，你赶快去解决，赶快去做啊。哦，你也不需要为可以解决的事情而烦恼。所以，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烦恼？没有事情可以让你烦恼。一切呢，只要放下，回归到自我，回归到那个自然的生命，让我们身心自在，让我们呢跟整个大自然呢合为一体。记住，我们说合为一体，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了，而是承担起来哦。你承担起你做父亲的责任，你做学生的责任，
你做老师的角色，你做员工、做老板，你做一切世间人的角色，这个责任把它承担起来。你融入在这个责任之中，你欢喜付出，甘愿接受，你做的人欢欢喜喜，这个就是你的神性。你不需要去大自然去接受神性的洗礼，也不需要去教堂接受显化、接受神明的安慰，都不需要。在生活当下，在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的过程当中，上帝不需要被发现了，我们只是忘记上帝而已。我们为什么会忘记上帝呢？因为呢，我们被累劫以来的习气掩盖住了。我们不晓得我们内在有这个神性，有这个上帝。借由佛堂礼神明的动作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圣性呢，神性是如本质具足，如不动。而且呢，神性呢，本质清净圆满，那个都是我拥有的东西呀。今天我为什么要去追求我拥有的东西呢？那是一件错误的。本来拥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追求的，你只要放下。你对于世间的这些贪嗔痴爱的执着，你试着去把它放下。对人情世故的包袱，你试着去把它放下。去接受它，去面对它，去解开它，然后呢，你去把它放下它。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得懂这个放下的意思是什么了。所以儒家教人三位四知以胜其笃。三位四知，三位为大人，为天命，为大人，为君子，为圣人之言。这个是三位。所以对于天命，天的命啊，天的命是什么？天之命就是所有一切。天的命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大人之言，为大人，大人是他有德性，又有呢权威。那这个是我们要敬畏的圣人，圣人之言，圣人的言论是生命的言论，智慧的言论，所以呢，我们要去听受他。三位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你做什么事情没有不知的。欲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所以司马光为什么让人家这么赞叹？他说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告诉别人的，这个是非常光明磊落的。他在写这个《资治通鉴》的时候，跑到地下室，他们加了一个地下室，在那里埋头苦练。那同时有一个大臣呢，他只要在这个批公文、看书的时候，就到他们的楼上去、楼阁去。所以当时人民有一句话就在流传的：“王家上天，司马入地啊。”王家呢都跑到上面去，王家的这个大臣王拱辰，那么司马家呢，司马光啊，到地下室去，结果呢，成就的是这种最谦卑的人，最懂得节省的人。我们的生命来这里，你有多少福报，那是外加的这个生活物资啊。这个物资啊，它只是提供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这个肉身的一切资粮。那么肉身就是我们的衣服啊，衣服穿好穿坏，跟我过这一生有很大的关系吗？
没有很大的关系呀。但是呢，人还是想穿好的衣服，所以呢，这个你必须要修福报。所以我们说福慧双修，啊，我们说青红双享，这个才是圆满的一个圣人的表现。那么虽然修行人不在意这种外在的享受，但是呢，为了教化世间的人，他必须呢要有一个样子出来，啊，至少你的相貌要圆满，哦，你不能够说呢自己呢苦哈哈的，哦，一点菜瓜相，结果呢你说要教人家吃素，去教人家修行，没有人敢跟你修行啊。那这个是福慧双修啊。那青红双享呢，是我们今天特别的白养修士啊，有这样的一个福分的。那青红双享其实呢是告诉我们，在红福跟青福之间呢，得到一种中庸上的平衡。红福呢是我们世间的福报，哦，我们可以在家出家。那这个在家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家啊，哦，你必要安置这个家，你要安置这个家，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造成你的生活上的一个丰满，这个是红福。物质条件造成你生活上、生命上的这个一种障碍啊，那么这个就不是红福。所以修道人呢，都有红福，因为修道人懂得布施，啊，用这个财物的布施，用这个身体的布施，都是布施。哦，智慧的布施，这个无畏的布施，都懂得布施。所以让自己成为空的一个首要的条件呢，就是让自己布施。你会说我一个月才赚1-2万而已，我怎么布施啊？不是这样子，布施不是在看你的钱的多少，而是看你的这个心意。哦，我们这里讲礼敬嘛，礼敬就是那个心意啊，你那个诚意有没有做出来？诚意做出来了，你那个1块钱的功德，那比那个100万的功德还要大。所以为什么菩萨他们在做布施啊，他们一点点的功德都比凡夫大上很多，没有办法相比啊。因为菩萨的心量啊，尽虚空遍法界，凡夫的心量呢，只是一点点，甚至呢，只是为了有所求而布施啊，那差太多了，没有办法比。所以，当我们供这杯水给神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杯水不是神明要喝的，这一杯水是给我的神性，表示我的神性。我的神性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哦，所以有很多德性，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孔子传》里面有看到。哦，水经过的地方已经是滋润万物。哦，水能够洗涤万物。水呢，不管跟什么地方、跟什么东西混了，都成了他们的一个部分。水不会跟人家争。哦，你咖啡来就变成咖啡，牛奶就变成牛奶，果汁变成果汁，水跟万物融合。水是最谦卑、最低下的，所以呢，它都是往低下流。所以水尽于道，就是因为水的德，实实在在的朗现出那个道体出来。所以当我们供水的时候，要知道，哦，上清下浊这一杯清净的水是代表我们的性德。那我们又供下浊茶，这一杯茶又是什么意思呢？茶是染浊的，
啊，茶是污染的。那么茶是污染的，这代表了我们对于污染的这一切的这个一切，我们这个大地的一切，我们必须呢，和光同尘。我们必须呢，在尘不染尘。好，代表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下浊茶，上清下浊啊，天地要合体，阴阳要合一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抛去这些外在的都不要了，放下一切都不要了。我们一直在强调不是这样子，而是去承担它，去接受它，去圆融它，去和它，把这个世间的一切，把它呈现出一种和的状态，把你的清净呢，跟这些污浊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呢，就是呢，代表没有所谓的清净污浊，其实呢，道体本善，道体本是圆满。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性是善，性是恶，性是不善又不恶，或者是说性是可善可恶，这个呢都不是一个修行人见到了道体所应该讲的话。那么真正的了解到性是本来至善，性止于至善呢？那么性可恶，是因为人的那种习性，人的习性呢，就是呢贪享受，不愿意付出，人贪有，不愿意无，人贪生怕死，这一切的都是变成习性，所以呢，性是恶的，所以荀子说性恶，这个恶是属于这个习性。那我们的习性呢，是累劫累世所累积下来的。所以呢，习性也是我们的神之一啊。但是呢，习性造成我们的神不明，变成恶的。那又有一个可善可恶，非善非恶，也是人的秉性。习性跟秉性其实是差不多一个意思。那么秉性呢，是人出生之后的那个性。那么人既然会出生了，已经夹杂的这个血肉心了，血肉心就会让自己呢忘记的那个清净圆明的那个本性。所以为什么这个孟子他是圣人，荀子呢也不是圣人，杨雄其他的人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贤人。为什么？各位要知道这是为什么。甚至有一次，我在上中国思想史的课程的时候，我问我们那个教授王邦雄先生，荀子说性本恶，孟子说性本善，那么为什么孟子成为圣人，荀子不是成为圣人？甚至呢，在孔庙里面，我们找不到荀子的牌位，为什么？王教授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要去查查看，如果真的在孔子庙找不到荀子，他要写书去抗议。那么现在有没有呢？现在好像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照理讲，荀子在儒家的这个系统上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儒者。他对于整个教育的体系整个儒家教学的建立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呢，荀子没有配享圣庙，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明了荀子他的这个眼光啊，只是顾及到人的恶的那一面，也就是说人的习性的这一面。那么在习性的是假象，我们贪嗔痴爱，我们脾气烦恼这些呢都是虚幻的。可是呢，他不知道，他没有看到这个。那个真实的是什么？真实的是我们那个清净光明，本来具足、本来圆满的那一份性体，是至善的，是性善的。孟子讲的性善是在指这个原点的性善，不是在指那个习性秉性上的善，或者是恶。我们的良知本性是至善的，这一点呢，必须呢接受明师一指啊，接受这种圣贤的这种洗礼啊，你才会了解，真正的人是充满神性的，是充满道体的，包括外在的物跟我们一样，都是融合在其间，都是在道的里面这样悠游自得。那么要怎么样才可以知道呢？只要你放下了，放下这个儒家教我们用圣笃的功夫，一动一静啊，这个神明鉴察，实木实手啊，理所必至啊。所以这个一言一行啊，都有整个天地鬼神在鉴察你，你哪里逃得掉呢？所以我们今天引出这个天地鬼神，跟我们讲到理神明其实是两种神，是不一样的神。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必须把这个儒家他教我们放下的道理把它说清楚。放下呢，就是慎独。你看那个独的功夫啊，独就是无啊，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啊。你要慎重的让自己随时处在一的状态。那个一呢，其实就是空无的状态，其实就是无为的状态。你要格物啊，格物把自己处在这种一的状态，就是慎独。所以慎独啊，儒家透过敬天地、理神明、爱国忠士等等的这些道理啊，告诉我们进入那个独的那个状态。那个独是天地一体，宇宙合一啊。所以大自然是怎么样复杂，我里面的小自然就怎么样复杂。大宇宙是怎么样的一个本体，我的内在的小宇宙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本体，运作通通是一样的。我跟宇宙是没有分别的，这个是慎独。所以慎独啊，了解到我里面所做的一切，言行所做的一切，都跟整个天地相通的。所以天地鬼神都知道，都看得清楚你在做什么。暗夜之中看得更清楚，没有所谓的白天黑夜，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当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问起这件事情有没有违背你的良知本性，这个是慎独啊。慎独的功夫啊，要自己去想。深者见深啊，浅者见浅，这不是用说的可以说清楚了。那么今天我说了，你把它拿来做，你做到了，你已经进入慎独的境界了。我光在这里讲，我做不到，我没有进入慎独的境界。所以儒家为什么要让人怀着诚敬，怀着礼敬，怀着恭敬？因为那个敬啊，让我们知道随时能够处在慎独的功夫。
哦，我要跟天地是合得的，我跟鬼神何其吉凶的。哦，所以为什么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哦，诸葛亮讲了，非淡泊无以明志啊，非宁静无以致远啊，就是处在那个慎独的状态。那么你的志呢？志是天地的志，所以那个志呢，就好像佛家所讲的那种愿，愿一发出来啊，那个是直下承担的，因为那个愿呢，它是看到整个现象，它是知道整个天地宇宙的关系，所以呢，它现出来那个志啊，是一定是发自内在的那一份良知本性而发的。所以圣贤人就教示啊，圣贤人化世在这个世间，他因为呢，他懂得了，他从慎独知道这个礼敬，他对于一切众生、一切事物都是要礼敬。哦，这个是慎独。那佛家呢？佛家教我们的布施，布施就是从你的身心内外布施起。啊，1块钱也可以布施啊，你一句话也可以布施啊，一个微笑，啊，一个这个拱手，都是在做布施啊。那么你从布施做起啊，你会觉得，你会知道说，慢慢的你外在的这些成见、这些执着、这些分别啊，你可以放下了，你进入一个独的状态啊。佛家讲空，哦，让自己成为空，让自己成为神。哦，所以成为神要怎么成？就是让自己空啊，进入独的状态，就是成为神。那么进入空的状态，你这个神啊就灵了，神就明了，所以灵敏，所以理神明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一个空的状态。哦，上经下左的茶每天都在诉说了这个道体，每天呢都要告诉我们这些道的视线，告诉我们这些教化，让我们知道说如何让自己身心合一，哦，天人合一，啊，阴阳合一。所以我们的这个早晚献香、献茶，我们的献茶其实是以前对待贵宾的样子。哦，无上的贵宾啊，至高的贵宾啊，我们用茶表示我们的诚意，用水呢总是看不出诚意啊。所以我们这个道场啊，沿用的儒家的这种生活作息啊，用茶来供奉给贵宾。那可是有的人说茶并不能够表法，其实茶也可以表法。茶的表法呢，它表示一种无上的恭敬。哦，也就是说，我用最好的茶来供养你。哦，你到我们家来拜访，我泡了最好的茶，这是中国人最高的古礼啊。你用了一杯白开水，这哪是要什么礼呀？根本没有诚意嘛。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水啊，清净的水有它的法味，这个茶叶的茶也有它的法味啊。你不能够说下浊茶就没有法味，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完全是出自于我们的心意啊。那么神既然不是说为了你这杯茶，为了你这杯水，那么你要知道，你献茶、献水，你要献给谁啊？
哦，所以那先前我读到《弥圣经》，这个关圣帝君桃园三结义，哦，用天河水来荡涤，成灾龙虎风云会，用这个天河水来荡涤。天河水就是那个清净平等的法水，哦，那个没有分别、没有挂碍的智慧水，那是清净的。但是呢，来到后天之后，我对于我的这个长上，我对于我的朋友，甚至对于我的下属，我也是用恭敬的态度、礼敬的态度对待他们，所以我泡茶。所以茶也是恭敬。我们现在对仙佛也要用恭敬的态度，所以我们用茶。其实仙佛呢，在不在意啊？人讲生意吃水甜啊，仙佛不在意啊。但是呢，每天要有那个形式啊，所以呢，你每天要表现出那个净体出来。净体是什么？你就是现茶。哦，现香、现茶是我们佛堂最主要的两个表法。还有个磕头，那磕头，我们礼拜这些诸天仙佛，礼拜师尊师母，其实礼拜的是天地君亲师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慧命来自于天人使得，我们的生命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天地万物。还有我们的父母，所以呢，无不敬啊。居里讲无不敬，我们每天磕头就是无不敬。礼神明呢，就是礼一切的这个天地万物，一切的神明。所以古人啊，古时候的这些做官的人，有人呢每天要禀告上天，上朝时。哦，用这个香桌香案，用这些简单的素果，禀告上苍。哦，自己的那一份存心志愿啊，那一份忧国忧民的心呢、啊，自己的那一份抱负啊，在早上上朝前向天禀报。那么睡觉前呢，在禀报上天。哦，焚香禀报。焚香呢，是代表自己的一片馨香透天，然后用这些素果来表达，你总不能空空的嘛，用素果表达自己的那一份敬意啊，禀告上苍，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哦，有没有符合自己的理想，哪个地方要改进，哪个地方呢要修正，就在这个仪式上嘛，来告诉上苍啊，希望呢。自己能够更加的体贴上意啊，能够更加的跟天地合德啊，哦，让自己放空，进入到天地的大德。这个是圣笃跟布施。那么耶稣基督教人祈祷。哦，回教呢教人祷告，其实呢这个也是一种进入空的状态，哦，这个进入神的状态，神人合一的状态。这个呢都必须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学习，去适应它。每天做，做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自然反射。那么你会知道说，这个不是神在做的动作嘛？那么我怎么也在做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已经进入空的状态，你已经成为神了。因为呢，你早就是神了啊，只是你忘记你是神而已啊。现在你透过这些动作，透过这个礼敬来告诉你，你就是神了。
所以这个功夫啊不容易啊，要自己下，要好好的下。每天呢拿出一点时段呢、让自己呢回归到这个明师一指哦，让天地悉皆归，让整个宇宙呢跟我合为一体啊。所以明师一指也告诉我们说，你要随时进入到里面去，因为里面有神，你的灵啊住在那里。你要去启动它，你才会有灵啊，你才会明啊。你没有去启动它，它一点也不明。哦，我们说灵魂，我们的灵一点也不灵啊。我们的魂啊不灵啊。如果今天我的灵魂已经是灵了，我还需要来这里投胎吗？我还需要接受这些世间的因果报应吗？我不需要了嘛，我已经是一个空的状态了。空的状态怎么会有报应呢？报应也是空啊，因果也是空啊。那了解到这个道理啊，我们要随时让自己进入那个空的状态。怎么进入？就是慎独。礼敬就是慎独，就是呢布施，就是呢祈祷，膜拜。透过这些，你可以进入一个空的状态。但是呢，有为的仪式之后，你要成为无为的一个动作，这个才是理神明一个真意真正的意涵呢，是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我们说26时中啊，你都做出来，你都讲出来，你都示现出来那份到位、到体，那个才是呢我们理神明。我们跟人、跟天合一了，我们跟神合一了。当然，我们所示现的无不是神的样子，无不是这个佛菩萨的样子。佛菩萨是慈悲的，神是博爱的，圣贤人呢是仁慈的。我们示现的都是这样子。你看这个世间哪有不合的道理啊？世间哪有不平的道理啊？所以为什么说世界大同一定可期？可期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神，我要启动我的神性，我要让自己变成神。所以进入空的状态，进入无的状态，进入独的状态，那就对了。师父引进门啊，修行在个人啊，个人看你要功夫怎么下。那我自己呢，每天对自己讲课一个小时。我希望呢，能够透过自己的讲课来警醒自己。所以我现在讲课讲给自己听。我没有开悟，我没有见性。我现在呢，不断的叮咛自己，不断的叮咛自己，希望透过这样不断的叮咛呢，让自己呢能够进入这个独的状态、空的状态，进入这个无的状态。那个是理神明，那个才是真正的理。所以，我对于一切万事万物无不恭敬，对于这些人情世故无不恭敬，对于这些因果善恶无不恭敬。这些呢，都是我的业缘所沾染出来的，我的所牵扯出来的这一层一大串的。好像蜘蛛网的相系相连啊，这个呢，我们都是一一要去理净。理净呢，这样子去化解，去面对它，去圆融它，那就对了。这个是我们讲到理神明。好，我们刚才点到说，那么这个物味暗示可期啊，物肉可窥啊。一动一静，神明牵察，时目时手，理所必至。不要认为说暗示可期呀，不要说暗示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你可以七天呐，
你看到人家弱小，你要欺负他，不要认为这样。哦，屋漏可窥哦。这个屋漏的地方啊，你可以愧对你的心哦，不可以哦。这屋漏可窥啊，我们必须要说明什么叫屋漏，就是屋子里面会漏水的地方。那屋子里面会漏水的地方在哪里？不是水龙头，以前没有水龙头。会漏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小便的地方，这厕所，可是也不是厕所，因为呢，以前厕所呢离人卧室呢都很远，也可以指为厕所，厕所很少人去嘛。但是呢，它的屋漏呢是人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旁边放了一个尿桶，晚上呢就不用跑那么远。这是古时候的人，我相信呢，你如果住过三合院，会有这个。我小时候住过三合院，所以我知道。床底下要备一个尿桶，方便呢你半夜要起来小解。那么在那个尿桶尿水的地方啊，就是屋漏的地方。你看，在卧房里面已经是最保守的，又是尿尿的地方，那是最没有人知道了。没有人知道了，你不要在那个地方愧对你自己的心啊，愧对你自己的良知本性啊。连那种地方你都不可以放过。起心动念，时时刻刻都要慎独，把握住那个心。因为一动一静的神明鉴察。我们讲到神明鉴察这个部分呢，就讲到鬼神的报应了。那我们说理神明呢，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我们的神是明的。那么呢，可是世间上又有所谓的鬼神，鬼神呢，它不一定是明的。在我们民间所拜的这些神啊，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明的，他们也许是一种鬼通的状态，鬼通的状态，然后呢，他代理这种玉皇大帝来治理人世间。那治理人世间，他也有脾气毛病啊，所以他也只能够享受300年、500年、1000年的香火。他也必须要再去轮子，甚至呢是轮回。那么神也是需要轮回的，他怎么会是明呢？所以神一般的我们说的鬼神啊是不明的，不是处在明的状态。所以有时候呢，他们境界比我们高啊，有的神境界比我们高，有的神呢境界不一定比我们高。因为呢，我们里面讲到鬼神，所以呢，鬼也有脾气毛病啊。那他因为有鬼通啊，鬼就是鬼的神通嘛，有通，所以呢，我们会认为说他是呢比我们高，其实呢未必然。我们现在鸾堂，众生最喜欢去的问神，那问的神明，他有鬼通，所以呢，他可以知道我们一些三世因果比较近的状况。那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很厉害。可是呢，如果说再远的事情，或者是说你的内心更细微的事情，更隐微的那种因果变化，他就不见得讲得出来。甚至人世间那种自理、自细、自微的道理啊，他也不见得懂。他的体悟的境界也不一定呢超过我们这个道场上的讲师啊，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了解到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们不必去问神明，不必去问鸾堂的这些神明啊，我们自己就更清楚了。我们接受明师一指，已经得到最宝贵的这个讯息了。这个最宝贵的讯息，
哦，加上名师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你已经是最通达的人了。你还不够通达，你没有跟名师相应，没有跟名师相合，结果呢，你去问旁边的鬼神，那是很奇怪，非常奇怪。没有错，天不言，地不语，名师已经回天了，我们常常感受不到他的讯息，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慎独，我们的心呢，总是在这种波动不安的状态之下，好像呢这个大海浪啊，这个浪涛汹涌啊，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啊，心的波涛汹涌啊，所以呢，我们看不出澄澈的智慧，那一份澄澈的那种造显没有了。哦，我们必须时时勤拂拭啊，免得这个镜子啊惹尘埃啊。可是呢，时时勤拂拭的功夫又不够呢，所以呢，我们必须透过这些外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所以有的人要去问鬼神，啊，有的人呢要去问这些前辈，哦，或者是问同修。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可以迷啊，迷了那就错了，迷于鬼神那是错了。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啊。”我们尊敬他，但是呢，不学习他，因为他又不是我们的名师，我们干嘛学习他？我们是要学习名师的大道啊。名师教我们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教我们回归天地，教我们呢这个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名师教我们是这个啊，结果鬼神教你什么？教你要改命啊，改运啊，要多少钱？哦，随他讲。啊，要烧多少金子？要去哪个方位去拜什么神？听到这个你就知道说，这些鬼神啊，也有他们的缺陷呢，因为他们受限于时空啊，受限于时空，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这些法来改你的运。可是运可以改吗？命可以改吗？运可以改啊，可是命是不能改的。哦，譬如说你今天，你一定是没有功名的命。没有功名就是说你读书都读不好，你也不可能考上好的学校，哦，好的公司你考不上，你没有这个功名啊。哦，你没有这个功名，但是呢，你可以改运。改运不是他说的烧纸钱，去找什么鬼神，哦，去拜什么寺庙都不是，而是呢，从你的这种妄想、分别、执着，去把它放下着手。因为你有这个命，就是这些妄想、执着给你障碍住了嘛。你的命呢，本来是圆妥妥、光烁烁的，那个本质清净、本质圆满的性体啊，那应该是你的命啊。今天命不是这样子了，今天我们不小心用肉体的方式来呈现出我们的性，这个是我们的命啊。那我们要改它，从根本改啊。那根本改最好的做法就是儒家教我们的，你就要守住你的本分，安分守己，啊，一步一脚印，啊，好好的去做人，那就对了。不要再讲那些玄远的道理啊，反正太过高阔的道理啊，我们现代的人也听不懂。所以呢，你就好好的把你的本分做好，那就是可以改命了。好，你把你的本分做好了，你又可以帮助别人，哦，帮助家人，帮助社区的人，帮助社会的人。那么你的命呢？你这个没有功名的命啊，
就可以沾一点点边呐。哦，同样去考试，你没有录取，可是呢，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来，好吧，那就你来递补他的位置，你变成备取了，所以你就有命了，你就有命，可是呢，命呢是额外给你的。那这个额外给你，你要知道，这个是你修来的，不是老天给你的。你是改命改运，你自己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自己呢做好做人的本分，做好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标准，那么修正给你应该有的，这个是命由我求啊，命自我做，这个是改命运的道理。袁了凡就是这样改命运的。哦，那讲到世间的鬼神啊，鬼神可以帮助你改命运吗？他可以拨转你的命运，他运用他的神通啊，把你后来的福报先拨转给你。但是呢，他必须得到整个神明系统的认可，不然呢，他这样也是犯戒啊。哦，他有这个神力，把后面的福报先补给你。哦，你认为他非常灵。你会认为它非常准，所以呢，他的庙就那么兴旺。他的庙兴旺也是这个神的福报啊，其实也不是他的，因为他也在六道之中嘛。你看财神庙，财神庙越盖越大间，越来越多人去，那个是他的福报啊，不是他领不领啊。其实呢，神明呢是公平的。人家说正直为神啊，正直的人才可以做神啊。今天我去拜他，我就发大财了。那他别人去拜他，他也应该发大财啊。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每天去拜财神你就发大财啊。那照理讲，每个人去拜他都应该发大财才对啊，他这样才能够叫做神嘛，他才是叫做正直为神嘛。可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不要工作了，我们只要每天去拜神就好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发大财了？哦，我们去问名牌，问这个号码，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了。事实上呢，你发了财啊，也是你的财啊，也不是神给你的。神怎么会给你钱呢？神自己在六道轮回之中，他自己都要用钱的，他怎么可能会给你钱？他也没有能力改变你的运数啊，你的运数得要自己改。哦，他用他的神通把你的业力赶掉了，结果呢，你的业力呢更生气。那到后面来找你的更可怕，那个力道更猛啊。所以神通啊，改变不了业力，这个是我们修道人很清楚的事情。只是说我们修道人呢，很难去做得出来，很难去理解出来。哦，当然还是希望利用神通的方式来解决眼前的痛苦。那么解决了眼前痛苦，并不代表这个痛苦已经消失了，痛苦还是会来，哦，加倍的来，甚至呢用其他的方式来，都还是会来。今天化解的方式，大家早安。现在民间对于神明的活动非常的热络。那尤其是华人的部分呢，对于这目前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神，真的是一窝蜂啊。我们台湾有所谓的3月封妈祖，妈祖的生日呢在3月间，所以呢有一连串的绕境活动。那么民众呢，这个争相
来参加，络绎不绝，感应的人也不少。那所以呢，这种活动啊，越来越多人来参与。那么，所以人到的地方，就是商机到的地方。那所以呢，大家呢也为了争取这个商机啊，而呢参与这个妈祖绕境的活动。那所以其中呢，难免衍生出一些利益上的冲突，那么以及呢，这个人呢性恶的一面呢。但是呢，基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那所以呢，在民间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也说明了大家对于礼神明这个礼神的动作啊，那它是有它的潜意识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对于神明基本上的那种礼敬啊是有的，可是呢，他没有办法把这种基本上的礼敬啊，时时用在生活上啊。除了说到了庙宇啊，到了这个仙佛的活动、纪念日，这些神明的出巡等等呢，才有用到，才会想到礼敬这个动作啊。那平常呢，是视神为无物啊。那么在台湾的一个更奇特的现象，那就是签六合彩、乐透彩这一种求神、拜神的一个举动啊，那可以说是让人匪夷所思啊。世间是不是有这些神明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在我们这个时空之中啊，还有各种无形的众生跟我们住在一起。这个不同维度的空间呢，那有住着不同的众生。所以呢，在我们的这种电视上常讲4度空间、5度空间的这些生物啊，的这些众生啊，常常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对于鬼神的探讨的这种电视节目啊，那尤其是呢，这个非常的这种热络。那么最近听到一个消息，那就是呢，在现代的玉皇大帝，第18代的玉皇大帝还没有上任之前，那么听说呢，这种天地的鬼神啊，对于他们的神职已经呢厌倦了对于他们的神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因为呢，他在这个大地之间，山河大地啊，他管理这些众生，管理这些人类的秩序已经呢看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做坏事的人没有办法得到报应，做恶事的人不能够马上让他受报，所以呢，这些神也看不下去了。那么以前的人做坏事，以前的人根基福德还很厚，所以呢，对于做坏事他们还会战战兢兢，还怕为人所知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态让他所做的坏事也不敢是做太大事情。那么他即使做了坏事，他还有一些善根福德在支持着他。那所以这个所谓的现世报，并没有那么快就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到了现代已经不是这样子了。那么这些诸天神明
因为看不到现世报，那他对于这个管理人类的秩序啊，也已经管理不下去了，感觉到说了，这个世间呢，到底还有没有天理在？哦，这些神明也怀疑有没有天理在。那么我们曾经说过，神啊，也是六道里面的众生。那所以呢，当这些神在治理人类的时候呢，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人做了这个恶事，还没有受到果报，即使他已经公文已经呈上去了，可是呢，判决还没有迟迟下来，这个是为什么？所以呢，一些所谓的王爷之类的神啊，纷纷的联名向玉皇大帝抗议，大家呢要准备罢工了，我不干了，啊，在21世纪啊的这个年代啊，就是几乎到了我神明我也干不下去了，因为什么？做了坏事，人心越来越坏，做了坏事没有受到报应。那当时的玉皇大帝就跟他讲：“你们稍安勿躁，现在玉皇大帝呢将要改选，选出来的这位玉皇大帝啊，一定呢会让你们呢心满意足啊，会让大家呢对于这个神理的神旨的这个治理啊，一定会称心如意。所以呢，叫大家呢要稍安勿躁啊。”要呢这个平心静气啊。那么你看我们人这个环境啊，你看我们住在这里，管我们的鬼神有多少？单单看我们人一个人，就有所谓的三尸神，就有日有神、夜有神，还有这个灶神。来再记录我们一天的这种言行功过。那么修道人还有一个报事灵统，这个在《华严经》讲到同名同声啊，跟我们道场讲报事灵统这个意思一样啊，善恶童子啊。那所以呢，这个一个人最少就有5个神在管他，那修道人有6个神在管他。那这个平常我们去的地方也有神在管啊。你看我们这个房子有没有地基主？有，所以你要拜地基主。那么有没有住在这附近的这个鬼神啊？土地神，或者是说这些昆虫的神、草木的神，有。那我们这个县市，我们这个乡镇有没有乡镇的神在管？那个我们说现在的镇长、乡长有没有这种鬼神呢？肯定有。像城隍，像这个土地公，都有一定的管理范围。那么这些神都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念，都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所以呢，他们都掌握住我们的资料，了解到我们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你看地基神是不是很了解我们？虽然我们不晓得地基神到底在哪里可是呢，我们这个家，我们必须初一十五要拜地基神这是中国人的礼俗啊。那各种节日要拜各种神，所以管我们的人的神太多太多了。当然你看我们在这个云林县也有县城隍。这个城隍管着我们，他有我们的资料。那我们的资料到底被记录到哪里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意识，我们的八识田中有记录着我们一生的这个言行。
从小到大，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啊，都被记录着。其实呢，也不是一生哦，应该说呢，累劫累世，你的潜意识都储存在你这个八识田中啊。阿赖也是啊。那么这些神有神通，哦，有鬼通，鬼有鬼通，那鬼通当然比不上神通了，那神通更比不上修行正果的人了。那修行正果最高的当然就是佛，就是菩萨，哦，圣贤人啊。那所以呢，所有的这些鬼神啊，他们通通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阿赖耶识去调取我们的资料。这个大电脑啊，大仓库啊，一个储存库，它随时呢可以去调取你的资料，来观看你这一生你的这个功过言行。那所以说，我们除了地基主在管，土地神在管，这个城隍爷在管，哦，还有呢世间的这些山河大地的鬼神也在管理着我们。哦，我们说一个人就5个神了，这些都还不算哦。那么城隍爷再上去，有没有一个国家的神？哦，有没有一个这个地球的神？也是有。那有没有一个小千世界的神，大千世界的神？哦，这样层层上去，你看管我们的神有多少？那可以说是数不尽的神啊。所以一个人啊，被神明所知道啊，那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哦，单单这些鬼都知道。其实我们在世间治理我们人世间的一切事项的，其实呢，在佛家都叫做鬼神。那么鬼神，他也有鬼通啊。那所以呢，这个鬼通呢，它也是记录着人的这种善恶言行。哦，你做善了，他高兴；做恶了，他就不高兴。哦，他会惩罚你，他会呢让你得到各种的这个灾劫。所以我们要不要理神明？这个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自信的神明是不一样的。虽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可是呢，因为他们是众生，6道凡夫的众生，所以呢，当他们用鬼神的形象来记录我们言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受他所拘束。一个人为什么有命运？因为呢，人一出生就有一个树在那里定着他。这个命呢，照着这个树啊来走。你几岁了？你要领多少薪水？你什么时候娶老婆？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那这个一生有多少的薪水可以领？这个呢，都叫做命数，都已经算定了。谁算定了呢？其实也不是谁算定的，是自己算定的，自己的业力算定的。那么这些鬼神呢，根据你的业力来严格的来记录你的行为，然后呢，禀报上面的人，一层一层报上去。那最上面的人是谁呢？掌管我们人世间的这个总主管的那个神，那就是玉皇大帝。我们说提公啊。那所以说，提公是我们世间所有一切的主宰神。那么万神呢，都是他的部属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土地公、城隍爷、妈祖等等的，都是辅助提公、辅助这个玉皇大帝来治理人间的。所以在理神明这个部分啊，
我们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神啊，无不是要存着恭敬的态度。啊，你要知道，他掌管的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如果不恭敬他，他会来修理你，他会来干扰你。所以李神明要为什么你是真正的发出诚心敬意，真正的对他礼敬，跟他和平共处，然后呢，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你就看我们人就好了，人的资料，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地方，乡镇长那边有我们的地籍资料，有我们的个人的资料。那么县政府也有我们的资料，县政府再上去内政部也有我们的资料，内政部代表整个国家，所以呢，整个政府呢，通通有你的资料。他们只要一进入电脑，打入你的号码，就把你这个人的档案通通可以秀出来。你看，我们人在这个国家里面，管我们的人，在记录我们的人就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何况啊，这个无形的空气之中啊，管我们的人，管我们的神啊，那更多更多。那所以呢，对这些神呢，我们要处于这种无不尽的状态，因为呢，他随时在我们旁边，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课，可能就有一大堆鬼神在旁边听，他看你在做什么，听得有道理，他会慢慢来接受，欢欣喜悦，或给你闲话，听得没有道理，吐口水，谩骂你，这个是从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它有一个故事，说呢，两个和尚，在庙里面本来在谈论佛法，在谈论佛法的时候呢，这个护法神啊，通通过来拥护，这个气氛非常的良好，整个现场呢十分的庄严啊，肃穆啊。可是佛法谈了，结果呢，谈到了这个对于修道人的对其他修道人的批评，等到了他一批评这些其他的修道人啊，那他的这些护法神，通通就离开了，离开了就没有神了，要继续再讲。结果呢，修道人批评完了，就批评这个国家政府，就开始呢有一些不好的言语出来。当他有这些不好的言语出来，结果呢，附近的这些恶鬼啊、鬼神啊，通通聚过来，对他吐口水，对他谩骂，对他踹脚。那他当然没感觉，可是呢，事后他就感觉很不舒服了。所以啊，我们才知道说啊，人间私语啊，这个天文若雷啊，暗示七星，神目如电啊。人间一个动念呢，就好像呢，上天一个闪电一样。你是好的、坏的，就好像有那个感应了，随时在上天感应。尤其是暗示七星的人啊，神目如电，那神明啊看得更清楚。你哪逃得掉啊？你要逃去哪里呀？所以有的人不相信因果报应啊，不相信神明的这种鬼神之说啊。那么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情，你不相信不代表你不会受因果报应啊。如果说你不相信就可以不用受因果报应，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没有所谓的这些宗教团体了，不需要宗教团体，不需要这些神明了。我们也不需要讲这些人生道理了。你没有因果，没有因果，没有因果，那就是连佛说的都已经否定了。
佛都否定了，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那么，事实上是这样吗？也不是这样。你不相信因果，你还是会得接受因果的报应。那么你还是得接受因果的报应。所以呢，当你在接受的时候，只有你感觉到痛楚了，感觉到不愉快了，感觉到生命呢有限了，那么那个时候你再来反悔，你再来相信，都已经太慢了。有的人不会慢了，但是呢，有的人也都已经太慢了。要等到下一次的轮回啊，那个觉悟的心啊，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再起。那所以，为什么这个道之宗旨把敬天地理神明看得这么重要，放在这个前面这2句？这个说明呢，这个道在我们生活之中啊，有3种关系啊，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跟身心的关系，性心身3者的关系，你要把它搞清楚。这个搞清楚，你必须呢透过你的证悟，你必须透过你的修行，以及呢你的这种6度，你才能够搞清楚。接下来我们讲到克念作圣的问题，那个等一下再讲。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跟这个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搞清楚。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所以呢，社会之中有各种人，各式各样的人的互动。这种人跟人的互动啊，你必须呢清楚明白，而且呢，你要尽职做到，尽好你自己的本分了。这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所以在社会上，我们讲什么？5伦，我们讲3纲，我们讲这个8德。这个为什么儒家特别重视这个？特别重视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整个人是群体的。我们说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人是因为群体而聚在一起。我们今天会组成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就是跟这个地方的人有缘，所以呢，来到这个国家，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跟这个人民互相这个相处啊，有它的道理，有它的规则。我们说人世间的游戏规则，人跟人之间有一个道理在。那这个道理呢，还要能够气理气机你不是说呢理通了，然后呢这个其他就不用顾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兼乎着情理法，那理摆第一啊。理通了，你在这个辅诸于情，辅诸于法，情理法3者不可偏废。这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那么我们会有单独的这个条目啊，要来讲人跟社会的关系。第3个呢是人跟自然的关系。自然包括了这个天地鬼神，包括了这些万物。我们人如何跟这些天地鬼神共处，如何跟万物共处，这个是呢我们道之宗旨告诉我们的这个3个重点。我们必须再附送一下。第一个是人跟心性的关系，第2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第3个是人跟自然的关系。那么今天地理神明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道之宗旨把这个摆在第1条，那表示呢，人在这个大自然之中啊，你还有看不到的这一面呢，你要去尊重它。
你要去礼敬他。看不到的鬼神随时充斥着。我们的这个灵异节目常常看得到，鬼神都在我们旁边呢。那么，鬼怕人，人怕鬼，那谁比较怕谁呢？如果按常理来讲的话，鬼应该更怕人才对啊。因为呢，人有阳气，鬼是纯阴气。鬼有7分怕人，人有3分怕鬼，所以我们应该是人应该不要怕鬼才对啊。那么人会怕鬼，是因为呢，你的心虚，你的这个浩然正气不足，你的这个人跟自然的关系啊，你没有协调好。我们说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呢，科学家证明有11度的空间呢。这11度的空间呢，就很像佛法所说的10法界，再加上1真法界，11度的空间。那问题是呢，这个空间怎么进去呢？空间人进不去，不晓得怎么进去。但是呢，人呢常常在各种巧妙的机缘之下，可以进入某一种空间里面。譬如说，有一个和尚，法照禅师啊。有一天呢，到这个山里面去这个云游，结果呢就来到了文殊菩萨的会场。跟文殊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那么文殊菩萨还教他念佛的方法。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把这个沿途啊，把这个路先记好。下一次呢还要再来。那文殊菩萨是佛经里面的菩萨，他怎么会出现在人世间呢？那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问题，他只是想到说，希望能够再来找到文殊菩萨。可是呢，当他走出来这一片竹林之后啊，发觉到往后一看，荒烟蔓草，哪有什么法子，哪有什么寺庙啊，哪有什么佛菩萨？没有啦。当他再走回去要去找那一间寺庙啊，不见了，不见了。那这个不见了，当然可以表示说了，他走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去了。那这个空间呢，在我们科幻片里面啊，就常常就演出来。这个无意间走入的另外一个空间。那有可能也会走入鬼的空间呢。那么听说这个鬼啊，都是下午的时候啊，是他们清晨了，所以下午4、5点了，鬼纷纷出来，然后纷纷出来运动啊，纷纷出来上街啊，那跟人一样。但是呢，时间是跟我们颠倒了，所以呢，晚上为什么我常常会听到有鬼，白天很少听到有鬼？那是因为鬼的作息时间刚好跟我们相反，时差不一样。那么科学家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空间，他只能够理论推理，现在呢现存有11度空间的存在，但是呢怎么进去不知道。谁可以进去呢？在以前呢，这个印度教的修道人的修行人啊，他们利用禅定的方式，可以进入这些空间里面去。那么按照他们的讲法，这个空间啊是无限度的空间啊，不是只有11度啊，无限度的空间。
但是呢，依照人的禅定能力啊，它可以进到哪一个空间去？哦，我们上次听到说，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他可以在十法界，哦，这个来回自如啊，这个是他的这个能力，他的这个禅定甚深的功夫啊。那么印度教的修行人，他们确实能够进入到六道，然后呢，观看六道的这个人的生活情况。所以他们出定之后，哦，就告诉人，哦，原来人有六道轮回，哦，有天界，有所谓人，有阿修罗，有鬼、畜生、恶鬼、地狱等等啊，有这些六道的众生啊，啊，这个六道众生的轮回不已，生生世世啊。那好了，印度教的人看到了，问题是他们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他们也可以回来了。他们又想到一个问题了：那么六道之外还有没有空间呢？哦，他看到六道是不断在轮回的，那么怎么样可以超越六道轮回？这个是印度教当时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当时的印度的那个哲学啊，他那个思想啊是非常高层次的。哦，印度的那种学术的发展啊，事实上呢，当时是比中国还要高级。后来印度教呢，那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了这个人之后呢，他想要探讨人到底怎么样跳脱六道轮回。啊，他遍访各这种印度教的这些长老，想要学习啊这个印度教的法门，他也可以进入六道轮回。他的禅定的功夫也已经达到了，老师没有办法再教他了。可是呢，还是在六道轮回。他感觉到说呢，他自己一点能力都没有，被六道呢拘束住了。他想到他以后会做天神，可是呢，做完天神还要堕落，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那么人世间都这样，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呢？为了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彻底解决人的生死的问题，他放弃了婆罗门的学习，印度教的所有的这些学习的仪轨，完全放弃了。因为呢，他在雪山苦行6年到7年，没有成就。其实成就已经很深了，在印度教来讲。但是呢，成就再深，没有办法超出六道轮回，那么等于没有成就。所以他当时立定的志向是非常的高的，真的是下决志了。不把这个生死这件事情呢，把它搞清楚，把它弄明白，那么他绝对不再从这个菩提树下起来，他就坐在那里禅定，做甚深的禅定，然后思维整个人生宇宙的道理。为什么会有宇宙？为什么会有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些万物？还有这些山河大地？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么听说呢，他在打坐的时候啊，已经就是做到了没有力气了，因为打坐期间呢完全没有进食。他起来想说要去喝一口水，结果呢整个人都没有办法负荷，整个人没有办法站起来啊，要弯下去喝水的时候啊，就倒在河水旁边了。那么听说有一个牧羊女
刚好呢从那里经过，看到一个沙门，已经呢瘦的皮包骨啊，好像呢昏倒在那里。那么他就拿他的这个羊奶给这个释迦牟尼佛喝，就是在喝下那一口羊奶，释迦牟尼佛才若有所悟啊。他在整个身心灵的那种机转啊，突然就活络起来，因为饿太久了，有了这一瓶牛奶的滋润啊，哇，整个机能就活起来了。而且呢，他在喝那个羊奶的时候，看到那个牧羊女的眼神啊，是多么样的慈悲啊！牧羊女真的是一种人世间最美的那种慈光啊，在关怀着他，就好像他以前看到他的这个阿姨，看到他们这些真的关心他们这些侍女、这些仆人，他们的那种眼神一样。他发觉到说，人世间有一种非常可爱的眼神，非常可敬的眼神，那种眼神呢是不会消失的，那种眼神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只要是人都有那一份慈祥的光。他就是透过牧羊女那种眼神的光啊，了解到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慈光，那么他就若有所悟啊，非常感谢这个牧羊女这一瓶的羊奶。那回去之后，又坐在菩提树下，开始去参悟那个牧羊女眼神的那个慈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会有这么样安详，那一份从容，那一份自在，那一份美善的那种慈光呢？就在那一天晚上的时候，发觉到说，这个整个夜空啊，非常的安静，然后呢，这个星辰点点啊，这个星辰点点啊，不断的闪烁，来这个视线的这种夜色之美。他也是遥望到这个星辰的那份光辉，呼应到牧羊女那个眼神的光辉，结果呢，他就开悟了，就是这样开悟了。那你说他到底悟什么？用常人的知识啊，用常人的智慧啊，大概也没办法了解他到底是悟到什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有一个永恒的东西让他看到了。那这个永恒的东西呢，它不会因为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因为肉体的不同而不同。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在哪里？在生命里面。生命在哪里？生命在花草之中，在树木里，在大地上，在土壤，在粪便，在众生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处，它都具有生命的力量。一切山河大地都是这么样的活灵活现的，所以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光，跟星辰的光，还有牧羊女的那个光，想到人类的那份光，还有了整个山河大地、整个天地的那份光，他就开悟了。你看，我们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有灯光，灯光还非常的亮，我们每天都需要灯光。我们每天看着灯光，为什么我们就不开悟呢？我们没有办法开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却开悟了。
开悟之后，他讲的那一句话，那真的是充满了智慧啊！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众生都有那个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他看到这个那一份光呢，证实到人的那一份自信啊，是圆满，是充足的。哦，跟六祖慧能形容的一模一样。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这个智慧德相，智慧圆满，德相圆满，哦，相貌圆满。所以佛被画出来那个相貌是圆满的，他的德性呢是周遍一切万物，他智慧呢了解到整个宇宙的这种生成变化，来龙去脉都已经具足了，所以他成佛了。那么他示现成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哦，就是说人经过这样的努力，一定可以成佛。我们可以成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是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的。如果说我们本来不是佛，而慢慢去努力去成佛，那么呢，这个路呢，永远也达不到啊。但是呢，如果你本来是佛，你慢慢努力去达到，那你一定可以达得到。这是释迦牟尼佛所示现成佛要告诉我们。啊，就好像我们回家，我们知道我们那里有一个家，只要呢我用往家的方向好好走，一步一步走，慢慢的接近家，一定呢终于走到家，回归到本来面目。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家在哪里呀，你要往哪里走？所以这个就是众生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个仙佛菩萨圣贤人的旨意的地方。圣贤人仙佛菩萨告诉我们，你要的家就在那里，你只要往这个方向走，哦，跟着仙佛的路去走，那就对了。那仙佛的路呢，对人来讲啊，是充满规矩啊，充满拘束啊，所以人不愿意走。但是有心的人，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你只要按照师父的路去走，一步一脚印，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是佛陀他给我们示现了一个最好的那种典范。我们说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学就要学到人师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你有办法指导人，你有办法领导人，你有办法带领这些迷茫的众生啊，回归到本来面目，这个才是人师啊。现代人号称为师，自己称自己为老师，那么他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在自信上解脱，在智慧上、德性上圆满？没有办法的话，那么他只是一般俗人的师啊，他只是知识技能上的师，他不是名师啊。今天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名师，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跳开这种六道轮回的束缚，怎么样超越生死的这样的一个拘束。我要回家，我要成佛，我要变成我原来的样子。所以，人跟自然的关系，这个呢，也可以说是的，这个我们说如来禅呢，如来禅就是呢，透过这种关系啊，它印证到人跟天，人跟这种无限的，人是有限的，跟无限的这种接洽起来的那一种通的感觉非常重要，人需要无限的支持啊。
那种支持源源不绝。哦，在我的修道的历程，我需要这样的力量来支持我。那种力量，你要通，那你就是要怎样？敬天地理神明，你要把你的这个诚敬的心拿出来。1分诚敬得1分利益啊，10分诚敬得10分利益啊。所以啊，对于老师的教诲，你要听话。在名师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能够对名师说：“是的，老师。”老师教你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是的，老师，你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任何反驳，就像淫伟一样，哦，不悔如语啊，看起来呆呆的，可是呢，永远不会违背老师的意思。老师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结果呢，颜回成圣，颜回回归本来面目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修道人啊，就是没有颜回这种根性，也不是上智，也不是下愚啊。下愚的人呢，他也没有疑问啊，哦，没有疑问还好教啊。只要老师教他怎么做，他就用功的做，好好做，努力做，他也会达到跟上智一样的目标。最麻烦的就是中间这个人，也不是上智，也不是下愚，哦，中等阶级的人，中等程度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你我，就是在我们人世间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哦，怀疑特别多，妄想、分别、执着特别多。那么佛出世间，就是要告诉各种方法，帮助这些人把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掉。哦，那个智慧，这个德能，还有相好，本来具足的，只因呢妄想执着而不能够证得。妄想执着放掉了，你就证得了。所以修道在学什么？学放下。哦，放下的功夫越深，你得了禅定就越深，你的智慧也就是越明朗。哦，我们说见性，你见性的功夫呢，就正一德。哦，见一德法，正一分的法身啊，破一品的无明啊。修道在修这个，修道没有在比，你是点传师，你是讲师，你是资深，你是之前，你度多少人，你没有度多少人，不是在比这个。你的庙有多大，哦，道经有多少，这个呢，都只是表象的功夫啊。我们以前可以说，在老前人那个时代，哦，大德者还住世的时候，那么呢，你办道成道，只要你用心办，好好的办，你可以成道。现在呢，不行了，大德者已经不在了，我们得不到庇应的，我们必须自己来呀。哦，自己来就是让自己成为大德者啊。你不让自己成为大德者，你的修行功夫不圆满。你光在搞这些外在的功夫，你内在不圆满，你永远也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哦，你的德能没有办法具足。我们说相好，你看相好，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他还要修100劫的相好。你看佛陀的相这么圆满，他还要特地去修相好。为什么？因为相好可以吸引人哦，人家看到佛菩萨的相都是这么样圆满，这么样庄严，这么样好看，他也想学习这样子，他也会被佛像所吸引。所以呢，我们说道貌岸然，哦，这句成语啊，是因为这个人修行了是很有德性的。修行有功夫，他才会道貌岸然啊。修行没有功夫啊，看到他病气奄奄啊，看到他了
这个脸色青黄啊，我们哪里看得出他有什么道气呢？修行好的人，他自然表现在外就是他的相好嘛。你看关圣帝君的相为什么会这么特别？佛菩萨的相都是很特别。那今天我们在修行人上，在白杨道场上，有没有看过这种那么相貌特别的人？很少。那是因为真正下功夫的人不多。下功夫的人不多，那么显现在外的，你当然是一些这个脾气毛病，这些冤亲债主的牵缠了。所以在我们道亲之中，虽然我们都是名师之徒啊，可是呢，我们受到冤亲债主的这种拘束啊，摧残啊，折磨啊，那是很多很多，用尽了各种方法，也没有办法消除。求神拜佛，甚至老师亲临戒教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是为什么？因为你跟那个无限的还没有通起来。你看人为什么会跟神那么疏远？就是因为你没有通啊，你要常常通啊。人跟人之间有所谓的过节，有所谓的不了解，那都是因为没有通，就产生了怀疑，产生了疏离感。如果你常常去拜访他，常常去跟他谈天聊天，常常去跟他沟通，那么你不就通了吗？你们两个人怎么会有问题呢？彼此都很熟了嘛。那么你为什么不跟名师、跟佛常常沟通呢？找神聊天啊，找圣贤人聊天啊。那么你常常通，你就可以，圣贤人是无限的，你就可以跟无限的相通了嘛。一个人有那个无限的在支持你啊，那这个人啊就已经通了，因为他本身也是有无限的，他本身那个内在的神性已经被启发了，所以呢，他可以回归到本来面目。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特别去找方法哦。名师在告诉我们，名师没有传道给我们了。道本来是我自己就有了，我本来是圆满、是具足的、是美善的。但是呢，我因为我的妄想分别执着，把我的那份圆满美善给障碍住了。我没有办法找神来沟通，因为呢，那个通不进过去，有障碍。有障碍，你必须呢想办法把它疏通。所以今天理神明就是要想办法疏通，回归到这种神性的那一面。所以我们不是往外理神明，要往内理神明的。内在的那一份妄想分别执着，那个才是真正的障碍啊。外面的那个障碍，外面的那个石头，那不是真的障碍啊，那只是眼前的，那只是虚妄的。那只是把你吓到而已啦，你不要被他所吓到了，因为他本身是虚妄的。那么你怎么会被虚妄的东西给吓到呢？那是不可理喻啊，那你是没有智慧。所以呢，我们今天怎么办？敬天地理神明。从爱国宗室、孝父母、重师尊来做起。你每天这样通，每天在做疏通这种事情。做不通了，找老人聊天。老人不是年纪大的人啊。当然，我们在道场有前辈们可以跟我们指导，修行很好的前辈。但是呢，你也不可能常常去找前辈啊。那么你要怎么样去找老人沟通呢？圣人的经典，你看《六祖坛经》，你看这个《道之宗旨》，老师的经训、先佛的训文，都在教我们怎么样可以疏通，找到那个无限的
那个神性。哦，当你找到了，你要赶快去通了，赶快去悟啊，赶快去打通那个关节，不要再死在死胡同里面，不要再把别人的垃圾装在自己的心里面，不要再在意对方的批评指教了，不要在意了。哦，人世间的这些纠葛，人世间的这种人生问题啊，已经不是我们的障碍了，我们的障碍在里面，我们的障碍在妄想。在分别，在执着，这些无明的烦恼才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所以你在烦恼什么？烦恼事业，哦，烦恼这个经济生活，烦恼小孩子不听话，烦恼老年人多病，烦恼自己的身体不行啊。你烦恼这些做什么？这些都只是一种过程而已啊。这些过程是帮助你疏通，找到你内在那个神性，让你呢能够呢赶快放下这些妄想执着，让你真正能够一念不生。一念不生所做出来的那个动作，就是真正的理神明的动作。你一念不生，你对待人没有是非对错，没有是非人我。你看人都是佛，看动物也是佛，看这些山河大地都是佛，都是道的化现。这个才是理神明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通到这种境界，了悟到这种境界，所以我们透过供花、供水、供茶、供果，透过这个佛堂，透过这些仙佛的形象来告诫我们自己。但是当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要清清楚楚的了解，这一切都是表法的作用啊，都是为了表法，都是为了找到我的神性，让我的神明起来。这些表法就是理，理呢，透过外在的理了解到里面的理。里面的理就是一念不生。我们说君子人物啊，一个君子人物啊，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他才有资格做君子。但是呢，君子还达不到贤人的标准。贤人呢是起心动念都很少了，没有什么起心动念了。到了圣人呢，是一念不生啊，发而众结，那个是圣人的标准。我们要达到的是圆满的，是圣人的标准。但是呢，我们看看我们道场被称为君子的都很少了，何况还是圣贤人？顶多呢，听到人家称为善人、好人不错的人。真正的称赞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君子，哇，这个就已经不简单了。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智慧德能相好，比不上古人？渐渐的这些都失去了，甚至我们外在的这个肉体也都失去了那一份自在，那种从容。古时候的人这么魁梧，这么强壮、高大，对于各种的打击都能够耐得住。你看关公那个时代，那些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魁梧？那就是因为他们智慧德能具足啊，所以相好。相好是因为智慧德能产生的。那所以我今天也告诫我自己，今天我的身体为什么毛病那么多？因为呢，我的智慧德能还没有通，我没有找到那个神明的部分。我还没有一直来找神明沟通啊，要常常来找，常常来找啊。这个方法是很多，上山的路有很多条，可是呢，目标都是一个，
所以我们常常建议说啊，一门深入，你就在一个方法上，一条路上好好的走，好好的去通，那你就可以找到生命了。那譬如说，你就喜欢礼佛，那你就礼佛，用礼佛的这个功夫；喜欢念佛，念佛现在是最热门的。可是我们道场并没有强调念佛，我们道场也有念佛这个功夫。我们也可以唱山歌啊，每天唱山歌啊，跟仙佛这个心灵交感啊。我们可以看经书啊，我们可以扫地啊，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啊，我们可以存着这种布施的心去指挥交通啊，去做煮菜的工作啊，在世啊，通通可以啊。找到你内在的神明，问题是你有没有放下了？这个是重点。你到底放下了没有？那个无明、那个妄想、那个分别执着，那个你放下了没有？这个是今天我们说道之宗旨的这个3个方向。我们必须要下功夫的地方，在自然上，在社会上，在这个身心上。道之宗旨通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只要我们照了道之宗旨的指示来做，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归。此事呢，必须从信中做起。这个是六祖坛经里面的一段话。此事是什么事呢？生死大事。我们昨天讲到释迦牟尼佛放下他的知见，放下他在婆罗门教所学习的一切，放下他的妄想、分别执着、业睹明心，然后呢，他就看到了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么他超越了生死。所以呢，六祖坛经这句话，他告诉我们，此事必须从信中做起。所以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必须呢从自信里面流露。所以我们讲敬天地、礼神明，要回过头来访问自己：敬天地，敬什么天地？敬什么神明？原来呢，这个都是从自信启发的。也就是说，天地是我的良知本性，神明也是我的良知本性。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了解世界，因为世界就在我的心中。我不需要去探讨宇宙，宇宙就在我的内心。我要了解到我的内心的世界。只要你找到那个核心点，只要你找到那个方向，那么你就可以拥有这些逍遥自在、清净的本体，你就可以天地悉皆归啊。那这件事情呢，只有明师可以告诉我们，只有圣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福不能救，你不能够用福报来希望呢，来改变这种事实。你不希望呢用福报呢来跳脱你想要跳脱的生死轮回你再做再多的好事慈善事业、救济的事业，但是呢，如果你是在修福德，没有办法帮助你超生了死。超生了死是性德的大事啊。那性德是本质具足，所以你要往内追寻。所以呢，救度了这个救济的事业、慈善的事业，那是往外去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那这个是必然的动作。但是呢，从这个动作之中啊，我们要了解我们外在的这些苦难并不是
从外在发生的，而是从我内在发生的。这个内在发生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这个观念呢，我们要牢牢记清楚。今天呢，哪一个国家发生动乱了，是我的身体的某一个区域发炎了，生病了，你必须去安抚它。现在呢，全球的冰渐渐暖化、融化掉了，那冰快要没有了，冰没有了，海水就要上升了。看了2012年这部片呢，那么感觉上呢，没有想象的这么样震撼呢。但是呢，它无非要告诉我们，那就是呢，整个海水上升淹没到连喜马拉雅山、连青康藏高原、西藏那个地方都淹水。那么淹水这个为什么淹水？因为火山爆发，引发了地震，引发了海啸，那个狂啸的力量呢，造成了整个地球都淹水。那么我们在看这些灾难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灾难是从自信中发起的。自信的无明自信本来会不是无明的，那么自信呢，被心所蒙蔽了，心呢被五欲六尘给蒙蔽了，五欲六尘来沾染世间的这些贪嗔痴爱，结果呢，两种力量夹攻之下，内外相失结果就引发了整个连锁效应。所以今天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在解决世界灾难的时候我们这些修道人，我们也必须集起呼吁，每一个人回归良知本性，每一个人呢回归到他自己本来的这个本分安分守己人人各尽其职，各司其道。那这个呢，才是解决世界灾难的主要做法。每一个人现在呢，我们电视上看得到了，每一个人都想一夕致富。每一个人呢都不愿意好好的一步一脚印来工作。那么抢银行的，偷骗、拐诈，那尤其是诈骗集团，无所不用其极把老人家的一生的积蓄统统骗光。那么他们把这些积蓄骗光他们毫无羞耻心可言也没有什么叫做同理心如果说他感受到那个他骗的人是他的父母，那他会怎么想？骗的人是他自己的老年生活，那他会怎么想？都没有办法将心比心了，所以这是自私自利所造成的整个世界的灾难。那么现在自私自利的，不是说那些坏人才是自私自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说福不能救大家都想要追求福报千六合彩的，求名牌的一大堆。那么追求时尚的，高奢华产品的，投资理财的，都特别多。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些钱到底是不是我这样去照他的方法就可以去求来的？没有人去探讨，只有真正明了的人、明理的人。那明理的人会是谁修道人。可是修道人也有很多不明理的，没有错。所以呢，一定要修行要有所证悟。
哦，此事必须从性中做起啊！你必须要了解良知本性。良知本性，在道之宗旨告诉我们，你要从敬天地理神明、爱国忠士做起。我们今天要讲爱国忠士，进入到爱国忠士，就已经进入到人跟社会的关系。大家还记得道之宗旨所讲的3个范围：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还有呢，人跟心性的关系。这3个圆满了，我们自然就回天了。哦，简简单单的21句话，我们能够做到。其实呢，得一善而全权福音，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圆满其他事情。那做到了根本呢，你要知道明智意识点在哪里，你的良知本性在哪里？哦，你的良知本性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哦，今天你如果了解，你不会再让自私自利充满你的生活，充满你的这些言语动作，你不会再让你的这些贪嗔痴慢呢，继续呢弥漫在我们的周遭。所以大家呢要好好的来思索这件事情。哦，廖祖慧能教人这个五分自性5分法身香，烧这个香来忏悔，忏其前愆，悔其后过。忏悔以前我们都不晓得这样的道理，从今天以后，我所做错了，我不再犯，我是不二过。哦，真正的不二过，那么你可以找到你内在的核心，找到了你的自信弥陀，哦，自信净土，也就是说我们自信的弥勒。我们迷失这一点，我们有这个祖师的加持，有弥勒祖师的一个庇佑，所以呢，我们的力量不够没关系，还有一个师力可以来给我们担当。但是师力的加持要看你自己的力量，你自己的力量一定要起来，那么师力才有办法完全得到加持啊。哦，你看那个太阳光普遍的照在大地上，但是呢，我如果用一个放大镜把太阳光聚焦，我就可以把太阳光变成火，哦，燃烧起各种紫草，各种这种干燥的树木，我就可以燃烧起火焰了。那么我如果用太阳能板，我就可以把太阳能变成电力，变成我们现在生活上的这种能源。那么同样是太阳普遍照在大地，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把太阳变成火，有的人把太阳变成能源？那么这个就是呢，你对于太阳的那一份用心，那一份诚心敬意啊。我们如果把太阳光比喻成天恩师德，那么你对于天恩师德，你有没有那个可以像放大镜一样聚焦的心呢？像太阳能板一样吸收的这个力量呢？哦，当你的心完全敞开了，完全接受阳光的普照，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阳光聚焦起来，燃烧起你的生命的火焰了。哦，形成一个能源，这个能源呢循环不已，哦，绵绵若晴，用之不竭。这个是我们自己朗现的一个能量，跟祖师大德这样的一个的那种心量心心相印，交融在其中，这样的一个交融，让我们呢有更大的智慧，更大的能量来改变这个世间，成为世界大同。所以我们今天讲
爱国中士，我们希望呢，爱国最终极的目标就是世界太平，世界大同。孔老夫子没有做到，关圣帝君没有做到，但是到了今天，白杨祖师来点到，我们这些白杨使命的这个天使啊，我们要帮助组织大德来完成这件事情。完成这件事情要怎么做？要从自己做起。绝对是要从自信中做起。你不了解你的自信，你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我们说悟后起修啊，你都没有悟了，怎么修？别说修了你想要做一个帮助别人，你都不可能。所以悟后起修这件事情呢，我们白杨的修士啊，要非常清楚、非常了解。今天没有人像我们这么幸运，得到明师一指，得到宝贵的三宝。明师一指还教你呢这个口诀，还教你合同，这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啊，让我们直超理天啊，直接呢跟这个弥勒祖师啊，这个血乳交融。照理讲，我们应该可以跟弥勒的净土互通生息才对。我们可以来去自如，我们可以生死自在，因为我们得了道。我们知道你那个道要怎么走。这个是我们今天得到的宝贵。如果说今天我们得到这样讯息，可是呢，还没有知道明示这一指的宝贵，那你就是太可惜了。你失去了千载的好机会啊！这个机会呢，稍纵即逝啊。今天我们讲爱国，我们要知道国是什么。国的基本单位是家，那家的基本单位呢是人。那人主要谁在操控呢？是心在操控。所以爱国，你必须呢从你的内心发起。爱国不是面对政府，面对公务人员，面对这些外在的这一切，不是这样子。爱国要真正的从自己爱起。你洁身自好，你品格高超，你这个国家呢，人民讲守礼讲法，这国家自然就上轨道了。所谓国清风雨顺，官清百姓安妻贤夫少祸，子孝母心宽。这句话呢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国家呢，这个风调雨顺是什么原因？是每一个人都上轨道，尤其是国家的这个政府领导都上轨道，那风调雨顺。所以当时周文王在世的时候，那么国家发生地震这个人民就这个恐慌天文官赶快来报告文王国家发生地震大王必须要有所作为那周文王问到底要怎么做那天文官也不晓得要怎么做，看来要把这个城墙加高，把它城墙这个加厚地基让它稳固一点。那尤其是皇宫要加强地基的稳固这个天文官这么建议周文王听了呢，
闭着眼睛也不讲话。那么后来周文王他怎么做呢？他就呢大赦天下，暂时呢不理国政，也就是说休息3个礼拜。那他这段期间呢，由宰官来负责国家的事情，他自己躲在这个房间里面，闭门在房间里面，向天地祈祷。所有的这个天灾地变都是我周文王一个人引起的。那么我今天一定有什么错，所以呢会造成天地的震怒。那希望我的忏悔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他斋戒沐浴，在那里静坐思过，祈祷上苍，忏悔磕头。在我们现代人想起来，这迷信啊，这是迷信啊！商周那个时代对于迷信这件事情，用我们现代科学观念来讲，是非常的迷信尤其鬼神之说那么这个周文王，他说呢，这个就是我防止天灾地变的方式，所以呢，你们这些大臣呢，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让我去做。然后做了这个3天之后，地震就不再发生了。那么他还继续做完他的这个闭关自守、自省3个礼拜。出来之后，他告诉文武百官，他说面对天灾地变的方式，我就是用我这种方式来面对。我希望呢，天灾地变加在我的身上，不要加在我的子民的身上。这是周文王，圣人，他也是圣王。那么周朝有这样的开国君主所以周朝呢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一个国家，而且很有轨迹的一个国家。庇荫在圣人的德之下，那么周朝呢可以延续到800多年。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武王，还有一个周公。你看这一家子出了3个圣人来治理国家，这个国家呢哪有不兴旺的道理那么我们知道，可是呢我们已经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这些做县长的、做市长、乡镇长的，发生天灾地变的时候闭门思过、忏悔。但是呢，我们今天自己要闭门思过，要忏悔。虽然说我一个人不一定是就是引起整个世界的灾难，但是呢，世界的灾难绝对跟你有连带的关系。每一个人都逃不过，都赖不掉，一定跟你有关系。如果跟你没有关系的话，你不会在这个世间。所以现在这个暖冬来了，冬天也不冷了，可是这几天又很冷了，寒流来了，天气又变冷了。那么但是呢，科学家说我们这个最近这10年的天气它的热的程度比以往的这种年代都还要热。所以整个天气气候异常。那这个时候呢，科学家呢纷纷报道这些现象。那他们有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呢？他们也有他们的解决之道，只是呢，他们的解决之道怕有一点缓不济急。因为他们的这个计划呢都太大，而且呢工程呢太遥远，浩大又遥远。
哦，譬如说在水面上培养这些藻类，哦，在海面培养这些藻类，那藻类能行光合作用，能够吸收更多的碳，吐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吸入更多的二氧化碳，吐出更多的氧气。哦，这个是这个多大的工程啊！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太阳能板啊射到太空去，让太阳光啊，真的反射它的光啊，不要直接照到地球，哦，这么强照到地球，将一些光呢反射到宇宙去。你看这是多大的工程啊！所以他们提出来了，虽然是好像有这么一个道理，但是呢，实际要做啊，那是非常的浩瀚。所以说有一点缓不济急。那么政治家他们最近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会，哦，提出呢节能减碳的方案，结果呢好像不了了之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各国啊为了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没有办法节能减碳。哦，他们必须依赖更多的能源，那依赖更多能源，当然就得产生更多的碳排放量。哦，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考量，所以基本上这个会议啊是没有成功的。那么为首的两个国家，美国跟中国，那么这两个大国家，他们纷纷没有同意，没有签这个合同。那所以你看这些国家，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生命共同体呢？他为什么要拿钱来帮助这些弱小的国家呢？想一想啊，这的确是一个很难下决定的。哦，我因为我是大国，那么所以我必须拿钱来帮助你小国。但是呢，每一个国家都要钱。现在能够出钱的就是那几个国家而已。所以呢，你看谁愿意呢？各国基于个人国民的考量啊，没有人愿意啊。那所以这种会议啊，变成说只是纸上谈兵啊，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气候暖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说回归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这个世间人呢？后学一直在强调，每一个人只要呢回归本位，那就好了，整个世间就会改观了。回归本位是什么？回归到你应尽责的义务。你做父亲做好父亲的角色，做儿子做儿子的角色。哦，你做学生、做老师、做老板、做员工，你就做好你的角色，做好角色，尽好你的义务。那么让整个五伦的秩序啊，这样运转不息啊，那么整个人的这种秩序运转了，天地就运转了，天地的秩序就运转了。哦，天地秩序运转了，整个宇宙的秩序就运转了，就不会有这么样这个气候异常的现象了。所以呢，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达成的，这必须靠什么呢？靠道的力量。所谓天下逆源自于道啊，必须靠道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生活上啊，注意到他的这个言行举止。那我们今天讲到爱国重视，尤其是爱国重视。哦，我们不要再批评政府了。哦，你看我们每天的政论节目，
每天都在批评政府，美其名是监督政府啊，建议政府啊，但是呢，这些名嘴啊，每天都在批评。那么他们这种批评的声音啊，增加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仇视，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安的观感。那么所以呢，这个人心呢越来越晃动，那世界呢越来越不安，跟这个媒体啊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媒体的从业人员呢，如果说有智慧的人，你不要去从事媒体的从业人员。今天你散播出一个负面的消息出来，你没有得到人心的那种教化作用，而扭曲了整个人性的价值，结果呢，人心呢可能因此受到波动，受到呢这个打击，或者是呢受到恶面的那种教化。那这个责任是谁造成的？媒体所造成的。所以媒体工作人员要不要负责这个因果呢？当然责无旁贷啊。那所以今天如果有志之士，他是媒体的工作者，他又是修道人，那么他所应该报道的是这些正面的、光明的、有能量的、有正向能量的这些讯息啊，给民众，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你今天不是啊，今天每天都在报那种车祸的、自杀的，这种八卦的，这种政治口水的，攻击来攻击去，每天都在报这个，国家怎么会不乱呢？以前的人没有电视可以看，没有新闻可以看，没有这个广播可以听啊，他还可以啊，老死不相往来啊。你看，所以你看老子，他所提倡的整个国家的制度就是老死不相往来，是最好的制度。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呐，治理大的国家好像在监狱一样那么简单。这种道理啊，复杂的事情要用简单的原理来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个需要智慧啊。需要智慧，需要人的良知本性付诸在其中啊。所以爱国啊，谈到国家，谈到家，谈到人，你人做好了，家就顺畅了；家做好了，国家就顺畅了。所以爱国是把人做好。我们一些公务人员，他里面也有不孝之徒啊，但是呢，只要他不影响整个政府的运作，那么机能还算正常。那么这些不孝人员，他还是会继续作恶下去。那这些人呢，就应该受过适当的教育。如果他在这个生活之中啊，得到这一点圣人的讯息啊，那么他在他的行为上啊，就会有所改进。那么当他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善尽其职的时候，他又恢复正常了。这个身体发炎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那么不只是公务人员啊，整个百业都是这样子啊。士农工商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大学所讲的治国平天下，那么治国平天下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爱国重视。
爱国忠士更是两个道理，所以呢，我们把它分开来讲。那么国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范围。你看，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国家，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吗？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吗？也没有办法。你看，没有国家的人，到处被赶来赶去。我们这一次去泰国，中泰的边境就有这么一群人，没有国家。在泰国的边境，人家也不承认他，所以呢，他的生活呢自生自灭。那么听说吉普赛人四处流浪，没有国家。以色列要建国，好不容易建了一个国家，四方面的邻居啊，到处来跟他打击，互相来对抗。你看，这有一个国家这么难，没有国家呢，你哪有办法在这里生存？所以我们感谢国家。你看，我们国家这个医疗体系这么健全，福利制度这么好，整个社会制度呢，都还可以运行不畅，运行畅行。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感谢国家。以前呢，这个感谢天地君亲师，这个君呢就代表国家。所以天地之后啊，就是接下来就是要感谢国家。没有国家呢，我们绝对不可能好好的修行，好好的来悟道，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说你这个天高皇帝远，国家的事我不管，政治的事我不管，你不管没关系啊。可是呢，你要爱国家，因为国家护着你，你才有办法在这里天高皇帝远做你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如果说是一个异族入侵，你有办法好好的在这里修学吗？你看台湾是受过日本人的统治的，那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居民，他有那么让你那么轻松过活吗？你可以想见到一个人，他多么需要一个家来保护他。那么国家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天地君亲师，第一个就要感谢国家。那今天呢，我们必须讲，对于这个爱国这件事情呢，好像只是停留在我们历史上记载的这些忠君爱国的人的身上。我们历史看到很多忠君爱国的这些臣子啊，有的被杀了，有的人不得好死，有的下场凄惨，好像都只停留在这个方面。那么他们做出他们的本分，至于他们的果报呢，自然有这个历史啊，会还给他们一个公理。你看屈原是最忠的啦，最爱国的啦。屈原呢，这个下场凄惨，投河自杀。但是呢，现代人在纪念屈原，因为他呢有一个端午节，岳飞也是。下场很凄惨，被诛杀，甚至呢，可能连家族都不保，他的儿子也跟着他死了。但是后来呢，他的功绩啊被平复了，他的功名呢也被追回来了，大家再来肯定岳飞的功劳。
啊，这是爱国。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谈的那么高远，也不要谈的这么样深奥。爱国的道理啊，其实在我们现在就必须做出来，而且呢，我们现在就做得到。你看现在媒体报道，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工作做，然后去偷国家的电线，半夜里啊，去把国家的电线，这个乡镇的那个电线啊，把它剪断，电缆把它剪断，偷偷的拿去变卖，还有去变卖那种交通号志的，交通指标的。那交通指标都是铁做的，都还可以卖钱呢。那他们为了卖了这些钱，而损害这么多人的利益，这个事呢，相当的不爱国。你要知道，你爱国是要从爱人做起，人民才算组成国家。那你不爱人，你怎么可能会爱国呢？所以这些人是被列为不爱国的。在我们这个现在作奸犯科的这些呢，偷拐欺诈的这些呢，都是属于不爱国的。那他们偷了这些政府的东西政府的钱怎么来？人民的税收来的。所以呢，事实上呢，他欠的人是谁？他欠的人是人民。一个人偷了政府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欠了全国人民的债。只有全国人民全部的债都已经还清了，他才算是把这个债了结。不然呢，他生生世世都得投胎轮回来还这笔债。全国人民都认为可以了，他已经还清了，他这个因果才可以了。愚痴之至啊！所以为什么说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君子是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的，君子不会去不爱人不爱国的。他悠悠哉哉的做他的君子。每天呢，尽其本分，尽其职务，然后呢，做好他在这一生应该做的角色。那君子做得很自在。那小人他本来不是要做小人，他只是迷糊，他迷了，他没有像君子这么明理他迷了，他认为说呢，去偷、去抢、去欺骗。就可以得到生活的资粮，所以呢，他用这些方法来得到了他的生活资粮，造成更多的果报。你看这是不是很冤枉？还被人家说成是小人，犯罪集团，而且你所造的因果无量无边你要还还不清哪有人这么傻？世间的人如果都能够了解这个道理那么世间没有不爱国的，没有不爱家的，没有不爱人的。大家都是不清楚、不了解，或者是说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是好像信善又信恶，可善又可恶，有时候是信恶，有时候是信善。那到底我们的信是善还是恶跟各位讲，在我们的这些学者之中认为说信善、信恶、可善、可恶等等的说法不一而足国内古今中外，国内外通通都有人在讲这个。但是这一点我们要认清楚一个事实，这个事实那就是人性本善这个事实。人性本善这个性
是我们的良知本性，我们本来的佛性，我们的自性，但它是本善的。所以呢，我们本来的面目呢，是像仙佛菩萨、像圣人一样，尧舜性也嘛，我们本来就是尧舜的性啊。众生必定成佛，众生之所以会成为众生，是因为他是从佛变成众生的。那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我们必须透过教化的道理，把这样的一个道交给世间人，让他明理，让他开悟，让他知道人性本善。这个性呢，是我们的良知本性。所以孟子里面他做了很多种的比喻。你看人家说你不孝父母，你听了会很生气。即使你真的是不孝父母，你听了还是会很生气。那么这个就是人的一个羞耻心了。你听了会生气，你还有羞耻心，这还不错。听了不痛不痒了，那就是真的是小人啊，实实在在的小人啊。你还不是冤枉做小人，你实在要做小人。他说的这个孩提之童，孺子入井，一个小孩子快要掉进井里面去了，看到的人马上把他拉回来。那看到的人他不一定是他的父母，只要是路人看到这种状况，所有的人通通会去帮助这个小孩子。那所以孟子说，这个就是恻隐之心啊，这个就是呢人性本善的道理。所以你看，从这个性来分析啊，其实呢人性没有不善的。你希望你的小孩好，你希望你的前途好，你希望你有好的形象，这个呢都是呢人性有它的这个光明的那一面。你喜欢在偷偷摸摸的生活下来过你的一生吗？你不希望啊。你更不希望你的儿子跟你一样啊。堂堂正正做人，做一个君子的典范，大家都称赞，这个是与有荣焉的。那么这个孟子讲恻隐之心，这个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啊，所以呢，人性本善，人一定呢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众生一定会成佛，就是因为他本来是佛，所以他会成佛。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原来的东西，我们当然会得到。我本来是圣人的样子，我当然会回到圣人的样子。那么你本来不是的，你当然就不容易得到。不是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本来不是做皇帝的命嘛。你本来就不能做大老板了，你就没有那个命嘛。你努力拼命的想要去做，结果呢，你选总统也选不上了，你要做大老板也做不成，你没有那个命，你本来不是那个。所以圣人教我们，你要求本来就有的，不是求本来没有的。那么人的福报是本来就有的。你有多少福都是天注定的，除非你在这一生，你还在做这种布施的工作，无畏施、财施、法施、无畏施这样的工作，你不断的在做，那你的福呢会加减乘除，会在你的这个福报之中不断的累积然后你又有一个动念失察了，或者是说你又做了坏事了，
又扣除掉你的这些福报。这个呢，都每天呢都有加减乘除。所以呢，人有一定的这种福禄啊，来到人世间。但是呢，这个福禄要用多久，要用多少，后天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天生不平等，那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到性是本善的，但是为什么又说性是恶的呢？性是恶的啊，那是人的那个那个秉性，秉性是落入后天的。这个人呢，他的秉性就很差。这个人秉性不好。我们这样讲，所以呢，这个秉性呢，就是说他在落入后天之后，他所受到的这些环境的教化，我们说境教，环境的教化造成了他累世的那种业习种子啊，这样结合之下，把他的业习种子给发放出来了，成为他的秉性啊。所以秉性是恶，秉性是恶呢，所以要透过教化。所以荀子认为人的这个性啊，它是恶的，他一出生呢就没有所谓的好善的观念，除非呢有人去教他。所以荀子认为要用教育把这个恶把它循规蹈矩，把它围起来。那么荀子的说法好像也没有错。这个本性是善的要教育，本性是恶的也要教育。可是呢，两个人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这出发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了，就成就了他们，一个是圣人，一个呢只是学者专家。孟子是圣人，孟子看到了人性本善，所以呢，人可以成圣。人呢克念作圣了。在这个作圣的过程当中啊，人还可以呢帮助别人正己成人，让这个环境的人、这个国家的人，通通跟我一样一起成圣。这个是孟子他的一个基本理论。那荀子呢，他看到秉性，秉性是后天的性，那后天的性必须要用教育把它教育好。那这个孟子呢，他首先的出发点就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本性是不需要教育的，是本来纯然至善的。可是呢，他看到的性呢，是累加在这个习性上的这些脾气毛病。他看到了脾气毛病，所以呢，要透过教育把它教化他。所以他没有见性啊。他说性恶这个性是秉性，他没有见到本性。所以荀子成为儒学的一个大家。我们说学者专家，荀子是不是贤人？我们到现在大概都没有人说，连孔庙都没有人在拜荀子。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差那么多。荀子里面他的理论，他的论点有时候是相当精彩。可是呢，他从这种人性自恶的一面来反省起可见呢，他立足点是错了。所以荀子的性跟孟子的性是两种不同的性。那有说可信可善，非善非恶的，这个又是什么道理？那个呢是人的习性。人的习性啊，是你在这个环境，你跟这些人事物在一起，那么你的习性就会改变。你跟那一边的人的环境跟人事物在一起，你又改变那边的，所以呢，人的习性会变化，变好变坏。那这个变好变坏啊，就是他们所说的性可善可恶。那么习性呢，也是
人后天的性。习性是人后天在这个环境里面所熏染出来的，跟秉性有点不一样，是秉性还带着前世的因果。虽然儒家不讲前世因果，可是呢，里面有这种东西存在。那习性呢？习性就是你从小所接触的人事物环境所养出来的一个个性。那这个个性呢，可善可恶，也许呢，你的秉性是恶的，可是呢，你接触的环境是好了，所以呢，你慢慢会变好。所以呢，性的立足点不一样，两个人在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去比较呢？所以把孟子跟荀子拿来比较的人，他完全是搞不清楚才会这样做。今天我们得名师一指点我们知道说性，我们讲的性是什么？是最原始的、最根本的。反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个自性才是我们的根本，那个无上道才是我们的境界。但是呢，我们境界了解了，性善也知道了，可是呢，我们人还在人世间，人还在人世间，我们必须把人世间的事情做好。人世间的事情，就是呢，你这个国家爱好，你对于人民要帮助好，这个是人世间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年终快到了，不是都有那个报税的问题吗？那么在报税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呼吁这一点也就是说，你该缴给国家的税，你千万不要欠国家。你欠国家就是欠整个人民，欠整个人民那么你要还就很难还了。你欠一个人是好还欠一堆人是很难还的。这个你要懂了这个道理。所以佛家里面，他跟我们讲，当你偷了这个寺庙里面常住的东西你还也还不完连佛陀也没有办法帮你还佛陀都救不了这种人他一定要下地狱，因为还不完。为什么还不完？因为寺庙里面的东西是谁提供的？信众提供的。那信众提供了来自哪里？来自四面八方。那么佛经里面强调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不是只有有形的众生还有无形的众生无形众生在这里护持，在这里这个利用这个里来修行那么你偷了常住的东西，偷了寺庙的东西，让他们修行上有所挂碍，有所不足，你所欠的还也还不完所以要记住庙里面的东西千万不可以偷，国家的东西不可以偷。那么你偷国家的东西，那你逃漏税算不算偷国家的东西？算了。所以那一天点了是跟我讲那个故事，刚好可以在这里说。他说呢，有一个人这个国家政府有发放老人年金，每个月3000块。那他说呢，他一辈子也不会去领这笔钱。他死了之后呢，就自然还给国家。他说呢，他不会欠国家的钱，他死了之后也不想欠国家的钱。一个老妇人我说这样的人真的不简单那是他也是道亲所以他非常明理他知道了因果的道理欠一分要还一分欠半斤要还8两，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呢，他也没有付出什么，哦，国家每天补助3000块给他，所以他不愿意去领。包括点团师，他自己也超过65岁了，他也没有去领。他说他也不想欠国家的钱。难得啊，世界上还有这样亲近的人，有这样亲近的心啊。哦，有的人想方设法要逃漏税，要少报一点税，少缴一点钱。可是呢，没有想到，现在还有人不愿意领国家的钱。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这个给我们很好的例子。任何事情啊，要想清楚。哦，前因后果要给他想清楚啊。哦，年纪大的人有老人年金可以领，可是呢，他当时还没有储蓄啊。那像我们现在呢，每年要缴这个国民健保，那是我们缴的钱啊，所以我们以后还可以领，那是没问题。但是呢，现代的65岁的人可以不用交钱，那他的每个月的收入啊，就是政府补贴的，政府给他的，政府的钱是给谁的？人民的，是人民给他的。你看，想想这个是很有道理呀，很有道理，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拿人家的钱啊，即使是人家送给你的。如果说他不是出于心甘情愿，你都算偷盗啊！你看，你人家为了希望你帮他做事，哦，为了你呢，希望你呢能够呢把他的亲人病治好，塞红包送礼物，把这类事情解决，他不得不送礼物给你，那么这种礼物呢你就不能够收，这种收了呢，你就是呢犯偷盗之戒。你犯了偷盗啊！哦，所以呢，你逃漏国家的税，你也是犯了偷盗的罪。修道人是绝对不会犯偷盗戒的。如果你还自诩为修道人的话，从今天开始绝对不会在这方面再做功夫了。你不会再逃漏税了。你对于政府，国家你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这个付出，你就要提供。国家给我们的已经太多了，所以呢，不要再骂政府了。哦，你看88水灾那么严重，人民呢这个生命财产损失了，可是呢，这些人民呢，从来没有感恩政府为他们所做的补助了。也不是说大部分都这样了，我相信只是一部分人。我们在媒体看到了这些人啊，都是在骂政府，怨天尤人，批评东批评西，这个要那个要这个，哦，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都是要求，都是批评。哦，台湾的社会这样子，会让我们真的觉得很担心呐。哦，88水灾像这种灾难呢，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有大德者在啊，我们台湾是一块宝岛，这些大灾难还不至于会发生啊。啊，现在大德者不在了，发生了这些灾难，结果大家怨天尤人。讲到爱国忠士，我们知道爱国的终极目标就是平治天下，就是大同世界的理想。那么孔老夫子当时呢，提出礼运大同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让后人成为追求的一个目标。孔老夫子一生要追求的是这种周文的化育，就是周公治理作乐的这样的一个市井。
那么从周公治理作乐，然后呢再升格到尧天顺日，这个是他的理想。所以世界大同、平治天下，最终的理想是尧天顺日，但是必须有做法，必须有次第啊。所以他的次第呢，就是先恢复周公所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盛景。那虽然周公的时代，在整个历史看来，整个这个平治天下的等级看来，是属于小康的年代。《礼运大同篇》里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看惯了《礼运大同》，但是呢，《礼运大同》的后面那一段呢，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没有特别去看，还不晓得原来呢有所谓的大同跟小康，大同之章跟小康之章啊。那这个孔子啊，他认为尧舜他那个年代才是真正的大同。那么到了这个商朝，到了周朝，这两代呢，就是夏朝、夏商周这三代啊，那么是属于小康的一个治世啊。所以小康的治世呢，还不是一种大同之境，也不是孔老夫子终极的理想。但是呢，孔老夫子恢复周公治理作乐那样的事情啊，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治理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大同，那就是天下太平了。那么孔老夫子的理想，就是我们今天的理想。我们今天讲爱国，爱国你要从哪里爱起？今天讲人跟社会的关系啊，所以人跟社会的关系，你必须呢在社会上你要安分守己，安自己的一个本分啊，然后在你的本分上呢，好好的来尽忠。所以讲到爱国忠士，我们先讲爱国。爱国这个定义啊，我们必须很清楚、很了解。国呢，不是外在的那个政府啊，国在于你自己的那种安身立命上啊。你自己如果没有办法安身立命，你整个团队、整个社区呢，你是也没有办法安身立命的。那所以呢，当时孔子恢复周文的话语，极力倡导，希望呢各个诸侯啊都能够恢复周礼啊。但是呢，在那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啊，你说那些国王、那些国家哪有可能恢复周礼啊？谁愿意听呢？那鲁国在孔子的时代，孔子还有做过大司寇，那么治理过鲁国啊。但是呢，由于整个情势所需啊，就是人心自私自利的状态没有办法抵挡住那种自私的攻势啊。所以孔老夫子的理想恢复周礼始终呢只能够是昙花一现，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实行。那么我们今天再来讲孔老夫子恢复周礼，我们到底要凭什么讲？我们也没有孔老夫子那种智慧德能也没有他那种体悟，我们要怎么讲？今天我们所凭借的是什么？凭借的是天恩师德我们有这个天恩师德，他这个愿力所以我们老师的愿力是化娑婆为一家帮助老祖师平收万教。那平收万教不就是那个大同世界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大同，就是呢，里面有小异，它允许每一个小异不同，但是呢，
小义不同呢，共同尊的一个同样的大统，那个大统呢是一个整个核心的领导，在周朝是属于周天子。所谓共主啊，一个周天子的领导啊，那么整个国家呢就运行不畅，运行畅行啊，然后呢，大家呢都守住这个核心啊，遵守自己的本分，这个呢是爱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平治天下，我们今天必须呢以老师的愿力为愿力，以老师的志向为志向，那么我们才有目标。好，那我们怎么做呢？怎么做？就是呢，安分守己。真的，你只要在你的本分上安住你的位，那么你就可以安顿身心。你有能力在政己成人，在呢这个推而广之啊，己达达人，这个的是我们道之宗旨接续后来要讲的。所以大同世界，它里面讲到选贤与能。我们必须让自己达到贤跟能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我们才能够拥有这种扩及大同世界的能力啊。那么贤是什么？贤呢，就是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远见，你要有担当，你要能够策划整个国家的大方针。整个国家的这个走向，你要有一个作为出来。我们今天不谈论政府做得怎么样，我们自己呢，在我们自己的本分上要好好做好。今天我虽然不是主政，但是呢，我今天在我的这个团队，我的这个生活上啊，我就好好的把我的这个本分啊，尽忠职守做好。对于国家的义务，我该尽的我把它尽好。每一个人都这样呢，大家呢，这个照着这个轨道来走，这个人文的次序来走，那么自然呢，国家就会顺畅。那所以我很佩服当时周公治理作乐，他把这个整个国家呢，用2个架构把它架构起来。第一个是所谓的宗法制度，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宗法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啊，封建制度跟所谓的井田制度，用这些架构啊，把整个天下呢划分成一个很有秩序的范围啊，然后呢，依个人的能力来治理。它不是自己治理，是要分给诸侯治理。那么封建制度啊，封建制度就是说，我现在呢，把这个国家比如说台湾这个国家，那么台湾放给你去治理。你里面有所谓的自己的内政的问题，你要自己去规划，自己去统筹，自己的经济、自己的军队都要自己去统筹。但是呢，你只要对一个人负责，对周天子负责。所以呢，他所用的封建制度是所谓的宗法制度，也就是说，他所封发的这些诸侯啊，都是他们姬姓的家族。这个是家天下，但是家天下没关系，你只要呢天下治理个太平就好了。老百姓不会管谁当皇帝，你只要把天下治理好，那么谁做皇帝不是一样吗？所以周公用封建制度，用封建制度呢，让你们这些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治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谁有能力，那么谁呢就把他可以很强盛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春秋战国这样的一个名称出来？就是呢，国家太多，每一个诸侯都变成一个国家。但是呢，在周朝，也就是说在周公制定这一套制度之后，一直到这个东周平王之前呢，那么这一段的治世啊，400多年是很不错的一个治世大家奉一个共主周天子为共主，然后呢，把自己的本分做好，把自己的这个辖区治理好，那这样呢，天下就太平了。这是封建制度，我觉得封建制度是很好。制度实在是没有不好，不好是人心在变化。你看我们在道场各司其职，各办其道，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唯一的共主，那就是什么？天恩师德。天恩师德是我们唯一的共主。天恩师德变成道神肉身的样子，就是我们的领导人。领导人、老前人、前人，这是我们亲眼可以看得到的。他们代表天恩师德来引导我们。那所谓的一人办一段呢？你不要说你没有在这个地方了，你还要控制这个地方，那是不对。你一人办一段，你就把你这一段好好办好就好了。之前的之后的你就不要管。老前人特别强调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之后的事情不要问那么多，你把现在的事情把它办好。那么你把道务办好，那么你现在这一段道在你的呈现是丰盛的，那这样呢，你就是有功。那么周公的封建制度也有类似，当然它的格局更大，它是大到整个天下。所以呢，当时诸侯在一个共主的领导之下，纷纷的呢把自己的家园建立好。那每一个国家都治理好，整个大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我们说周礼啊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方东美教授他曾经讲了，如果周朝的子孙能够按照周公所制定下来这个周礼啊继续实行的话，那么周朝是不会亡国的。你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个《礼记》，就知道里面呢，它是讲到非常细的一些礼节。你看到一些那个周礼，会发觉到说，它里面的制度是分工的相当好。那只是呢，现代的人心呢，已经没有办法适应到那种礼节了。所谓礼失求诸也。中国的这套礼节，通常呢，在国内找不到了。常常呢，我们要去韩国、去日本，看到中国的礼节原来还在他们那里流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这个就是一种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那么连礼如果也失了，那么就是诉诸于武力，诉诸于战争。那这个周公呢，用封建制度跟这个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怎样？就是画一个井，这个地区呢画一个井，那一个格子之内呢，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9个格子中间这一格是公家的，那旁边呢是民间的，个人的。你要种个人的，把你自己的产业做好。那中间这一块呢，这个其他的8个人共同来分担。那这是井田制度很好啊。让每一个人呢有他们自己
但是呢，国家也有生产力。一边是私的，一边是公的。公的我付出一点点，但是大部分都是私的。所谓资本主义啊，那还有个共产主义啊。你看，真的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周礼，就是周公所制造的这一套这个井田制度啊。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当然到后来啊，时代的演变啊，没有办法照他的样子去实行，所以封建这个名词啊，变成一种古代呢这个思想非常狭隘、非常保守的代名词啊。这个呢是不对的我觉得封建制度、井田制度这种制度是很好如果去细查它的精神啊，那么我们现在要治理国家，是必须要采用它的精神。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啊。你看现在大陆，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国家经济是这样强盛起来。改革开放之前啊，中共是一个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家。那现在呢，改革开放了，大家呢赚的钱是自己的，但是呢，它又有一点共产的影子在里面。这个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现在中共整个气势已经强起来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在现在的这个时机，21世纪要变成中国人的世纪，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我们曾经分析过这个地气流转的问题啊，地气流转的原因啊，现在呢，700年之后，地气流转到中国来了。那所以中国人以后呢，这个平治天下，以后呢会这个以中国人为主，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的世纪。那么中国人凭什么作为一个世纪的领导？比钱吗？钱可是美国人比你多钱，其他国家也比你多钱。钱大家都有，你比钱有什么用？你要比那个人家没有的，人家没有的是什么？那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人家没有的。我们老祖宗5000年来这一套宝贵的资产呢，如果没有今天的人，我们这些现代子孙啊，好好的来把它讲说，好好的来把它发扬啊，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晓得这个是宝贝真的是宝贝你看那个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他在19世纪的时候就曾经预言过，以后21世纪人类的问题啊，要靠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来解决。那么孔孟学说在讲人跟这个心性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那么大乘佛法特别强调人跟心性的关系，加强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探讨，内在生命的探讨。所以呢，这两个融合起来，就成为中国人的思想。那么我们说到儒家孔孟大道的时候，同时也是讲到老庄思想。老庄思想并不是独立出来的一个思想。后学一直认为呢，老庄思想呢，始终呢在影响着孔孟思想。我们虽然以孔孟为主啊，阳从儒家，可是呢，阴从道家。我们内在需要道家，可是呢，内在的那一份东西不必讲，道家也不想要人讲，你自然就会需要。你看孔老夫子孔孟思想，
汤恩比所讲的这句话，孔孟思想，这个五伦八德、三纲五常，用这个道理来治理人世间，然后呢，平治天下，齐家治国。但是这中间呢，还有一个道家的思想在里面，那就是无为而为的力量，那是很重要。很重要，是因为道家的着力点就是在这里。那孔孟的思想呢，他没有特别强调，但是呢，他需要这份力量。你看无为而为，当你平治天下的时候，你凭什么要管理？凭什么要掌控？你要无为而为，这不是你的，你只是代理而已。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个是要有认知的。所以你想掌控什么？哪个是你的？没有是你的，你只是暂时在这里过一个过程，管理这一段。所以一人办一段就是这种精神你只有使用权那好，我们现在讲到汤恩比这句话，那么汤恩比的这句话，孔孟思想同时就是包括老庄思想，这个呢不用再强调。那么孔孟思想放在人的身心跟人的社会关系，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你正己成人，然后呢，你把这个家庭，你把这个社会，你把它治理好，这是孔孟的坚持。那心性的关系呢，是个人的修为，是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边那他因为他讲的细，所以呢，他可以补足儒家在心性方面上的一个修为。所以主要还是孔孟思想。人世间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还是孔孟。佛家的思想基本上是在这个出世间的。他们认为呢，美好的彼岸才是最后的乐园，极乐世界才是他们的家。那么这里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暂时的就不需要着力太多。但是儒家不是。儒家呢，把这个全部的着力都用在此时此刻，就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个是儒家。没有什么终极世界了，没有极乐净土了，极乐净土就在这里彼岸就没有彼岸，就只有此岸。对儒家来讲，此岸就是最好的净土，就是天堂的所在。所以儒家所创立的是一种人间的天堂。那么儒家教我们爱国家，爱国家就是从每一个国家做起。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平治了，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达到平治的。所以当中国强起来的时候呢，要济弱扶倾他不是呢用这种武力用经济来恐吓别人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人准备要济弱扶倾的那些这个气候难民，那些呢受到天灾地变影响的这些国家，中国人有责任去救助他们。这是中国人强起来之后所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平治天下的一个方法，就是济弱扶倾你不济弱扶倾，他们呢怎么样活下去呢？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也不会让你活下去，不会让你好过。这个是整体的概念，这是整个世界一家的观念你看你的家，你的家后花园缺了一个口，常常有动物跑进来，常常有小偷跑进来，那么你这个家也不安宁虽然那个后花园那个角落不重要，但是呢，你也要去把它补起来。那么整个世界、整个地球现在是一个家，所以呢，我们
平治天下的理想是放在整个地球了，把整个地球治理好。虽然呢，整个地球还有各种不同的国家，但是呢，有一个唯一的共主。这个唯一的共主呢，那就是呢，领导世界的这一个国家。那么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领导这个世纪，所以中国人他要用王道文化的精神来帮助这些国家来治理整个天下。那这个目标理想说得高远了，说得高远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把它拉回来，拉到我们的现实面，拉到现实面呢，那就回到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身上，你在五伦八德，你在三纲五常上，你落实了几分？你今天要代表儒家去平治天下，不是这些政治家平治天下哦，是我们这些修行人真正的白养的修士啊，儒家的这种一份子啊，你要去平治天下，你可能会被放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那么你做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办法？有没有闲？有没有能？闲就是你的修为，能就是你的智慧。所谓选贤以能，讲信修睦啊，那是大同世界人人的理想啊。我们推出贤能的人，我们自己要讲信修睦，然后呢，来治理这个世间。所以爱国，爱国不是口头上说爱国，你要让自己达到贤能啊。你达到贤能，人家才会选你嘛。贤就是我们要自己要下功夫啊，扎根啊，把这个人根立好啊，把这个修为啊，真正的落实起来啊。我们说得一善而全全福音啊，你看到了一个善，你要赶快去做；听到了一个过，你要赶快改。知过能改，不迁怒不贰过，圣贤人的榜样。子路闻过则喜，语闻善言则拜。这个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了。最近写到适配使者这个使者传，子路这个人，子路这个角色，让人家看起来是非常感动的。他是很可爱的一个人，虽然他脾气有一点冲动，但是呢，他是直率而为，他所想的跟他所说的都是依他的这个直觉而发。那他的直觉是很朴实的，他是一个野人。朴实的所发出来的，就好像赤子所发出来的一个言行，他没有是非善恶，他就是呢纯直觉而发。但是呢，他这个发呢都是依照人心应该这样子做，所以他就发出来了。就好像小孩子没有是非对错，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很朴啊。我们说这个返璞归真那个朴啊，子路是一个非常朴的人，这样的人很容易雕塑。所以呢，在所有的这些孔门弟子里面呢，除了这些这个德性科的这些弟子啊，还可以说代表儒门啊，真正最有特色的、最能够代表儒家的孔老夫子的弟子的，那是子路啊。所以子路有雅圣之称啊。子路有第二个孔子的称号。雅圣虽然是后来称为孟子，但是呢，子路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称号。所以先贤子路他的这个政事才能是受到肯定的。但是呢，更受到肯定的是他闻过则喜，他呢
勇于改过，而且呢，他直率，他没有虚伪，没有虚伪又直率，这个不是率性之谓道吗？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修道人所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典范跟这种操守嘛？哦，现代的修道人，透过太多的这种世间的洗礼，哦，世间这种名闻利养的洗礼，贪嗔痴爱的洗礼，让我们的自信啊没有办法很自如的发挥出来，没有办法像子路这样子很朴质的把它发现出来。没有错，子路常常被孔子责骂，但是呢，孔子责骂过他之后，他又马上改过来了，因为他是朴嘛，朴呢就好像小孩子，他总有是非不分的时候啊。那么孔老夫子跟他讲这个是是，这个是非，那他就懂了。当他呢这个练到一定的成熟度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是非了，因为呢他所言所说所做都是至善的，都是率性而为啊。哦，这个就是天命之谓性了。所以呢，我非常欣赏子路这样的一个角色。虽然他不够聪明，哦，在这个处理能力上啊，也太过冲动。不过呢，他的质朴啊，让人家欣赏。所以我写到子路的时候呢，对于子路啊，真的是会觉得金刚心嘛。孔老夫子也非常喜欢子路。其实，在所有的弟子之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子路。那你不会说他不是喜欢颜回吧？没有错，孔老夫子很喜欢颜回。但是呢，孔老夫子跟颜回的互动毕竟比较少，因为呢，他们不需要多说话。孔老夫子在讲什么，颜回就已经知道了，不但知道了，而且呢，把它做得很好。但是子路没有那么聪明，子路呢需要孔老夫子一讲再讲，那所以他们的互动就多。那孔老夫子出去呢，都要子路的陪同啊。哦，子路有勇气啊，然后子路会驾车啊，子路会帮他做这种各种事情。他很喜欢跟子路在一起，他跟子路也最有话讲，因为子路也会跟他顶嘴啊，会跟他顶嘴，孔老夫子当然就会跟他做一番的修正。所以彼此之间就非常有话聊。说起来，子路很像孔子的弟弟，而不是他的弟子，比较像他的弟弟，因为他们只差9岁。那颜回跟孔子差30岁，所以难免在这个年纪上有这种差距。所以颜回始终把孔老夫子当作是高高在上的一个老师啊。那子路不是啊，子路好像把孔子当作是大哥一样，两个兄弟打在一起，亲密在一起没有分高低但是孔子对他的一个指教子路完全的接受，这个是子路可爱的地方。所以子路的政事受到孔子的肯定，子路来治理仆役子路所治理的这个县市治理得非常好。孔老夫子呢也很肯定。所以讲到这些圣贤人的心跟我们今天修道人其实你会觉得说很像。我们有一个名师在那里，有一个老前人在那里，然后我们在这下面修行。那我们的前辈看着我们，你有什么过错，他就跟你讲，
哦，你有什么值得推荐、值得表扬的，他会跟你示现。你看，那我们是不是很像当时的儒家？好，现在老前人不在了，老前人不在了，前人也不在了，我们已经没有那种儒穆之情了。哦，只有忧思之情啊。所以呢，我们更应该呢，以师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啊。那爱护国家，哦，来帮助国家，帮助我们这个儒家的理想啊，成就世界大同。哦，我们平治天下的理想啊，我们是这个白养的修士，一贯道的修士啊，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担当啊。哦，当我们在渡人成全人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啊？你的目的是什么？要告诉各位，回到理天是我虽然说是我们的目的，可是理天呢，就是在这里。那理天跟地球这里没有两样，我们把这里治好了，我们呢随时是在理天之中。要自信理天呐、啊，我们说自信弥陀、自信弥勒、自信理天。理天在哪里？理天在此时此刻啊，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个事物上。哦，所以爱国必须呢让自己做到中士，中士你才能爱国。所以爱国跟中士合在一起啊，是有这样的道理。但是我们今天呢，必须把爱国这个国的定义啊，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哦，国就是呢，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一切。哦，我们把我们生活做到这一切，把它治理好，这个就是爱国。然后呢，扩而广之，我们把理念呢扩展到全国，让全国的人都能够接受大道的话语，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闻得大道的法义啊。哦，然后你帮助师尊师母，才有可能平收万教，才有可能呢老水返草啊。所以现在老水返草时机还没有到，我们现在功夫都还没有下来。哦，我们功夫要下了，老水返草，大家呢都来接受这种大道的洗礼，大道的教化。哦，每一个人遵守自己的本分，每一个人尽好自己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那个位置，在人世间的游戏规则里面，好好的走你这一生应该走的路。你不要想东想西呀、哦，你不要痴心妄想。所以呢，现在事件这么多，人心这么乱，哦，天灾地变那么多，其实呢，就是人的痴心妄想太多了。这个心现事变的力量啊，把我们整个生活的磁场啊都搞乱掉了，搞乱掉了，以至于呢，我们现在呢到那里也有危险，到这里也有危险，处处呢让人不觉得不安呢、啊。可是呢，原则上不是这样的，按理不是这样子的啊。哦，如果说我们想到尧天顺日那种日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种大同，我们应该是过得很清安自在才对啊。啊，为什么现在人心这个防备这么样的多，诈骗的这么多，哦，这个情杀案件这么多，每天新闻所充斥的都是这些乌漆抹黑的事情。这个呢，我们只能够讲，这有一个共业在营造。
那个共业的营造呢，是每一个人贪心妄想所造成的。那要让每一个人放下他的贪心妄想啊，必须先回归到这个人伦的治理上，所以非常重要。儒家为什么在现在会成为显学啊？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不安本分了。所以现在单亲家庭很多，为什么？因为呢，夫妻不和。夫妻不和，离婚率很高。单亲家庭所衍生的社会问题，就是青少年的犯罪率高。青少年呢，也是呢，这个不安于世啊，或者是说呢，内心惊恐不已啊，惊慌不已啊。青少年是处在一种不安的这种环境之下成长的。那么这些青少年长大之后，他们对于社会影响力自然会产生了。也许他们的思考力就下降了，忍耐力下降了，开创力减低了，什么都减低了，但是呢，犯罪率升高了。这个欺诈，这个仇杀、对立、抗争这些事件升高了。你看正向的减少，负向的增高，你说怎么可能会这个国家会平治呢？所以爱国的爱是必须把这个爱呢完全无伪的奉献出来。不要把国家定义的这么样的虚远、渺远了。国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国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亲爱。我们的爱从哪里来呢？爱是从我跟父子之间的爱，扩展到我跟兄弟之间的爱，这个家族之间的爱，然后呢，公司团队这样团队的爱，社会的爱，然后国家的爱，这个是叫做有等级的爱，这个是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那个爱，所以爱国是从这里爱。你不是一下子就说我要达到博爱，我要达到慈悲，无私的爱，这个呢，人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这样子。儒家这个方法好，儒家这个教法好，儒家讲父子有亲，这个亲呢，亲就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呀，那一份爱呢是没有做作的，是无为的，是自然的。所以父子之间的爱呢，你是一种无私无为的状态，你自然流露出来。那么你想到别人的父亲，别人的父亲也是需要关怀，所以呢，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你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叫做推而广之，这个叫做正己成人。推己及人，所以呢，你会爱别人的这个老人家，别人的小孩子，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会知道要去关爱他们。然后呢，还有更多啊！你看非洲那个地方，听说他们吃一块饼都要和着泥土吃啊。因为粮食不够啊，所以吃了这些泥土之后呢，它可以饱足感啊，比较不会挨饿啊。可是呢，那个土没有办法消化，所以就积在这个肠子里面了。所以那种饼吃久了会得肠胃病。那想到那一幕，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感同身受？那一份苦难。好像就在我们的身体上发生一样，
所以我们也很想办法要帮助他们。非洲饥饿的难民怎么样可以解决？我们看到世间很多各种现象啊，不是说我们人跑去解决问题，那个没有，不是人就可以跑去解决问题了，因为世界太广了，世界太大了，人太多了，你没有办法每一个地方都走到，你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救到啊。那你怎么办？你必须用道，把这个爱把它拓展出来。道是什么？道就是回归到个人的良知本性。你要教育他，你要的这个开导他，你要指点他。但是我也不可能每个人去指点，没关系，你就按照你个人的能力，你去做，尽量去做，每一个人都尽量去做，做到你可以像圣贤人，可以像佛菩萨一样，所影响的范围是无远佛界。你要去教导他，为什么你今天呢会没有饭吃？你给他一块饼，终究不是解决之道啊。那么，他下一个饼怎么办？你要教他脱离贫穷的方法。脱离贫穷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呢，多布施啊，六道波罗蜜啊，这个时候你就要讲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这里的这个天灾地变那么多？你就要教这里的人民，你要放下你的这个贪念，你的这种嗔念，贪嗔痴爱这些无明的妄想啊，你要懂得放下，要懂得放下，才可以止息这些天灾地变的产生啊。所以呢，孔老夫子说啊，来到一个地方啊，让人民啊富之啊，就是说让他富有钱，可以过生活。有钱过生活了之后呢，然后呢教之，富之再教之，让他有饭吃，然后再教他。所以呢，我们想到非洲那个地方，那些饥饿的难民我们给他饭吃之后啊，我们记住，接着就要教育他，怎么样脱离贫穷，教育他呢怎么样养活自己。这个呢是道的推演，你必须用道这样的一个立场来推动这件事情，你不是用情，不是说的，像这个慈善救济一样，慈善救济是不够的。你必须还要道的这个理念加进去，道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让他自己觉悟，让他自己呢有能力自己走，这个是道，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就是这种爱。佛家讲慈悲，慈悲就是给人快乐，拔人家的痛苦。这是慈悲啊。那么用普通的话来讲，就是无私的爱就是慈悲。那么男女之间的爱是带有感情的，所以呢，那不叫慈悲。那么父子之间的爱，那是亲爱，那虽然呢是带有感情，可是呢那是自然流露。那种自然流露啊，那就又是介于情爱跟这种慈悲之间呢。所以叫做亲爱。可是呢，你会发觉到说，这个人跟小孩子有这种亲爱的关系，但是呢，人跟人也会有这种亲爱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他是人，因为他是人，所以呢，他跟你一样，也想要拥有，也想要不要拥有。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啊，他跟人是一样的。那么你想成就，他也想成就，所以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你必须帮助他，你必须爱护他。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呢，你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成就他。这是正己成人，这是圣贤人、佛菩萨所做的这些行为。所以亲爱跟情，男女之间的情爱，那是等级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造作的，那是不一样的。今天一个爸爸、一个父母说我很爱小孩子，那么他明天还是会这样讲，后天还是会这样讲。那特殊的案例我们不在此限哦，我们是在讲这种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那种血浓于水是不容外力或者是说法律来否定的，那是自然而然的。那自然而然发生的，那你会发觉到说，其实呢，父子之外还有各种人伦的关系，它也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你的亲爱的这个爱会扩大，扩大到对于这个亲族之间的爱，对于整个社会的爱，对于国家的爱，乃至对于全人类的爱，人都有那一份生命共同体的那一份交流，那一种互动关系呀。这个跟动物呢又不一样哦。所以呢，人的社会里面呢，总是形成一个和的状态，互助的状态，互相帮忙的状态。那么这个世界，一个核的运转啊，好像一个太极一样在那里转动，那整个国家才会这个风调雨顺，世界才会国泰民安啊。所以我们讲到爱国，我们要知道爱国的定义都是从个人的内在发起的。那么国我们知道了，国家的定义已经把它定义在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人的范围做起，然后大到整个天下。那每一个人其实呢，小而无内，其实呢，大而无外，这个叫做呢尽虚空遍法界。一个佛的修为就是达到这样子，圣人的修为也是达到这样子。那么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要平治的对象，都是我要教化的目标。这个是真正的爱国，这个就是爱国之道。我想到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讲的那一句话，所谓居庙堂之高者忧其君，处江湖之远者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然者何时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是范仲淹最有名的佳句，那么也是代表他的一个精神，当时的一个写照。你看居庙堂，在朝廷办公的时候，担心这个国君啊、国王，担心皇帝啊，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处理好，要呢赶快去帮忙。那么没有在朝廷的，身处在江湖里面，百姓堆中啊，又担心百姓啊，是不是哪里有人生活不好了，哪里又有病痛了，哪里又有灾变产生了？你看走到哪里都忧心了。
这个是圣贤人啊。那么他说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不忧心呢？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快乐呢？他说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一个圣贤人，他一定是比先天下的人呢，还没有忧心之前呢，他就先感到忧心了。也就是说，当他还没有考虑到事情发生之前呢，这个他就要比百姓先考虑到了。那么至于快乐的事情，这个让百姓先享受，百姓都享受完了，自己再享受，这个是已经达到一种菩萨这样的一个等级了。范仲淹当时讲了这句话，那他自己呢，在这种为人处事上的表现呢，也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啊，有很多这样的读书人，其实他们都有很远大的怀抱。那么他们的这个怀抱啊，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啊，他们所做的只能够是这个样子，那已经是不错了。范仲淹还这个配享圣庙，他已经是一个贤人了，那他做的已经不错了。我们只能够说，在宋朝那个时候啊，没有名师应运了。所以我们前人常常讲，可惜啊，北宋五子啊，没有这种名师啊，没有求道啊。如果北宋五子来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得到名师的指授啊，哇，那他们不得了了，他们不再是书呆子了，他们可能是教化弘法一方的一个大宗师啊。你看，像范仲淹这种怀抱，居庙堂之高者忧其君，你看。担心皇帝，担心这个政务，担心国家的朝政，处江湖之远，担心人民，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这个环境，没有不担心的，处处呢以别人为他的这个考虑的重点，把心呢都放在别人身上，一心没有自己，无我。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完全放空啊，他才能够进入这种神性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他才能够做到一种真正的大爱，真正的博爱啊。你看耶稣基督讲博爱这句话，他说神爱世人。你看范仲淹他是不是爱世人？那范仲淹他所处的当然是宋朝这块地啊，所以呢，他所及的当然就是宋朝的人了。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是神啊，所以他的等级更高啊，他爱世人。可是呢，他们的精神完全是一样的。我相信呢，范仲淹他以他的这个亲爱的等级扩大了，他也是一个神。他真的达到世界一家的境界了。他来到这个人世间了，现代这个时代了，他也是爱世人。圣贤人的爱跟佛菩萨的爱是没有区分的。只是儒家呢都讲世间法，佛家呢专讲出世间法，这个是呢有这个层次上的不一样。两个人成就都是一样的。那耶稣基督讲我们神爱世人，但是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些基督教徒啊，教徒呢只爱基督，只爱上帝，不爱世人。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包括佛教徒，佛教徒只爱佛陀，只爱佛菩萨，他不爱世人。所以为什么教会之间会有这么大的派系之争？
哦，宗庙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理念上的分歧。哦，这都是自赞毁他，自赞毁他，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兴盛。佛法要兴盛啊，只有僧战僧啊。那今天我们修行人，白养的修士，只有呢，这个彼此佩服彼此啊，彼此称赞彼此啊，这样呢，你那个爱的等级也才会扩大，像范仲淹这样子。范仲淹这样的一个这个修为啊，我们才能够帮助他落实。真的是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是圣贤人的修为，也是圣贤人的乐处啊。快乐的地方是在这里啊。我们讲孔颜乐处，今天我们要修到孔颜乐处，修到这个范仲淹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乐处，我们有明师一指点，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知道怎么做。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放手去做，好好的去做，把这种道呢落实到我们的这种理想里面。这个世界大同，平治天下，靠政治家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政治家必须是尧舜啊、文武周公这样。大家早安。道之宗旨讲到爱国忠士，那么我们分析呢，忠士这个德性。那么忠必然是出自于诚敬。那么以前忠的对象是君子，是君王，是国家。所以呢，我们把爱国忠士呢合在一起讲。那么你要爱国，爱国的根本是从齐家做起，因为国家没有家哪有国？同样的，没有国哪有家？所以国跟家呢是一体而两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那么一个君子，只有把家齐了，那么他才能够表现出爱国的一个基本的作为。那齐家，什么叫齐家？齐家呢，就是你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都能够上轨道。所以君子用什么来齐家？用修身来齐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修心。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那所以呢，在修身之前，还有那个我们人跟心性上的关系。这个部分呢，在道之宗旨，我们都会慢慢的细讲。那么我们今天讲到忠士，士呢是包括人事物这些对象，所以人事、物事、礼事，所谓礼事圆融啊，事事圆融啊。理可顿悟，事须渐修啊。所以这个事呢，可以说比理还要难修。为什么呢？因为理是属于心性的，心性我们可以自证自解，但是事呢，事你还必须去圆融它，去关照它。那么理跟事呢，才能够圆融。所以要能够修到理事合一啊，事事合一啊，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属于圣人的境界，是属于这个佛的境界。
要做到呢，这个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真的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功夫啊。今天呢，我们讲到爱国，所以必须连着讲中视。只有你中视了，你才有办法把这个国家呢运行顺畅。所以，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啊，关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你不要说跟你没有关系，事实上呢，跟你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因为你这种力量，那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呢，就跟你有关系了。因为整个国家是所有的人建立起来的，那么所有的人建立起来了，你就要承担这所有的人之中的一个义务跟责任。佛教要讲因果。譬如说，我们今天爱国，好，我们用什么爱国？我们用选举选出能够代表我们心意的人来治理国家。那么那张选票选下去，这个人就成为你的一个这个责任跟义务。我们称为因果关系呀。你选出他做总统，结果呢，他并没有好好做，那么你有没有连带责任呢？从因果上来讲，你是绝对有连带责任。那么如果说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总统，或者是说这个立法委员做得很好，对百姓呢产生一个很良好的作用，那么你也有连带关系。你也有这种善业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讲共业是包括善恶业。那么这个国家的这个治乱兴衰啊，跟你有着绝大的关系。反观呢，我们这个世界的治乱兴衰啊，其实跟你也有很大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呢，因为太过于玄远，太过于浩瀚了，人的知见呢，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事情，所以必须要由佛来告诉我们。佛告诉我们心现事变，这个国家会呈现成这个样子。今天天下整个世间会产生这些局面，这个都跟你有绝对的关系。你是唯一主导这个整个世界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讲到中视，这个就是你是否要尽忠。你看现在这个南北极的冰融化了，昨天还在报道南极的冰迅速的在融化，那怪谁呢？怪呢游客。游客呢太多，游客呢去参观，那没有做好环保，所以呢，南极的冰迅速融化，造成整个气候的暖化的现象加剧了。那么南极的冰融化，这些游客有关系，相对的游客的关系跟我们处在这里台湾的关系，其实也有一种共业的现象。你看台湾，你在制作这个碳的排放量，是全世界排名数一数二。那么这个碳的排放，不只是污染台湾而已啊，它是污染整个世界。你骑机车有没有产生碳的排放量呢？你使用冰箱、使用冷气机、使用这些电灯，那么你有没有关系到整个南北极冰融化的问题呢？你有绝对的关系啊！你干拖
脱不了干系啊。所以你要知道，整个国家、世界的好坏啊，决定在你一个人。所以这个心现事变的道理啊，太深了。我们今天整个世界所呈现的样貌啊，是我的心呈现出来的，用我的意识变化出来的。那么心是事之主啊，心接受污染的，所以呢，产生污染的变化就是事。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其实就是被污染的自性阿赖耶识就是心性就是我们这个自性。但是我们讲自性不是如如不动吗？不是光明清净吗？但是呢，今天你的心有所变化，你的心呢被外在的这些贪嗔痴爱这些五欲六尘给染着了。所以你制造碳的排放量，你制造这些气候暖化的问题，这个是谁的责任？就是你。当然，这个你也包括我，包括所有知道的人，也包括所有不知道的人。因果的现象不会因为你相不相信来决定你要不要受报应。这是共业的现象，所以呢，你不相信，你还是会得到这种气候暖化的这个果报。这个土石流可能就在你家附近发生，洪水爆发，海水倒灌，或者是说气候异常、台风的这种风雨侵袭等等这些现象呢，你都会遭受到。为什么？因为呢，是整个人心现事变的结果。所以从这样的道理来分析的话，我们今天要了解到，道之宗旨今天教我们中士，我们必须分析到说，爱国中士必须从中士，然后到于爱国。因为爱国的范围太大，所以呢，他把它归纳到中士。那中又是什么？你看中国字写这个中，他写中庸的心，所以他这个中呢，在这个字义上的表法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是会意字啊，你看着这个字就会懂得它的意思。中庸的心，中庸的心就是不偏不倚，不偏不倚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言行态度，那是属于一种诚敬的行为。不偏不倚呢，是这个一念不生你没有任何是非善恶的念头，一念不生，那是处于这种最圆满、最不动、最光明的那种状态。那就是心性，那就是自性。所以自性而发，你是绝对不会有所偏颇。所以六祖坛经为什么讲这个凡是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如果人在讲是非，我就合掌说阿弥陀佛。合掌令欢喜。为什么？因为呢，你从中庸的心发，对于这些外在的现象，它只是一时迷雾，一时的糊涂他所做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这个不是他的意思这个我们必须有很大的一个认知。这个不是他的意思那很清楚的就是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在佛经里面，佛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还没有达到阿罗汉以上的境界，你不要相信他讲的话，
他讲的话呢，他不对自己负责。不对自己负责，也就是说，他讲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掌握他的话的这个真实性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看到耶稣被人钉上十字架的例子，那就很清楚了。你看一代的圣人，一代的教主，他在传播福音，结果呢，有人嫉妒障碍他，甚至连他的门徒都背叛他。那么最后呢，政府当局把他钉上十字架。那么钉上十字架之后呢，耶稣呢受的那种痛苦，摧残与折磨，他还仰望上帝，希望呢上帝原谅这些人。为什么原谅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来救你这个世间，结果呢，世间人还活活的把他折磨死。耶稣基督希望上帝原谅这些人，原因是因为这些人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那为什么会不晓得呢？我们要问这些人，这些这个权高位重的人，他们明明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只是耶稣基督呢，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权利，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被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啊，那有可能保不住他们的位置，所以呢，他必须把耶稣基督来把他处刑啊。但是耶稣基督他很清道，他很清楚知道世人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世间的人他还不达到开悟的状态，他没有达到阿罗汉以上的成果。在儒家来讲呢，他至少呢要达到君子以上的一个修为啊，他才能够清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儒家讲“人言为信”这句话，它是指对君子以上的人而言，一般人他没有办法人言为信，所以阿罗汉以上的人才可以相信他讲的话。以下的人呢，他说他非常虔诚，非常恭敬，他说他100%对佛陀的信仰，这些话都不要相信他。他很爱你，你不要相信他；他很恨你，你也不要相信他。因为呢，时间过去了，他就忘记了，他不会清楚记住自己所讲的话。所以呢，他们对于中庸的心这个中字啊，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中士对他们而言，只有君子以上的人才可以达得到。所以手持中士的人，那么我们就说他是一个君子，起码是一个君子。这个我们已经了解到说，那么中士就是爱国，爱国的人那是忠臣啊。我们说板旦是忠臣，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才看到忠臣的面貌，看出谁才是忠臣。但是呢，一个君子，一个儒家的修行人，白养的修士啊，他不需要在板荡的时候，他平常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呢，一般人不清楚，必须借由这种动乱的现象，人的那种愚痴啊，人的那个知见呢，才可以从这些现象里面看得出来。那么板荡，请问现在有没有板荡呢？现在国家来讲有没有属于板荡的状态呢？
老实来讲，其实是有的。虽然没有真正的战事发生啊，可是呢，我们每天处在的一个状态啊，都是那种混乱，这个对争、对抗，或者是说走上街头，互相谩骂，批评指责，都是处在这种氛围之中啊。所以呢，其实板荡的作用啊，是把它化于无形的，把它融入到生活之中，让你感觉到好像没有，其实里面已经是波涛汹涌了。今年的最近，因为连续假日，那所以呢，出来游玩的人很多，那游玩的人很多，出事情的人就变得很多。我们很感慨的听到一则新闻，一贯到了道清，从高雄要去台南的佛堂打扫，结果呢，撞死在半路上，跟人家相撞，他还不是人家撞他是开车的人自己去撞大卡车，结果呢，这个7人之中啊，5人丧命2个人重伤那是道清非常诚心的道清如果说我们的道场的标准来看他们是非常忠心的。一些老阿婆、老阿公，他们呢，因为有佛事、有法会，所以呢，去佛堂，固定的去佛堂打理、清扫，没想到就这样死在半路上。一般的人，道清看起来这种事情公平吗？媒体还特别标榜是一贯道的徒，一贯道之徒啊。那么一贯道之徒在半路车祸而死，还不是因为去狂欢而是去佛堂你看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样预料因果的发生？没有办法预料。那么这种事情呢，其实我们也必须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也就是说，这些欧巴桑、欧吉桑他们的忠心对于仙佛、对于这种天恩师德，他们的忠心应该是不用怀疑的，因为数十年如一日，只是呢刚好今天出事。那么今天出事了，我们要把它归罪于他不够诚心，或者是说仙佛不保佑，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结束已经到了。在我们道场，其实偶尔都会有这种事件发生我们听的除了感慨之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面对这种事情。甚至你要自圆其说，你都没有办法把它说圆。昨天我在电脑的 email 里面收到马来西亚的道亲归空了之后来结缘。那么来结缘的这个仙佛里面有一位是我的大学时代的好朋友。我不晓得他已经归空了，我知道他在马来西亚的学界很用心，努力去开荒成全，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学界的身上。他年纪比我大，可是大概也没大很多了。我相信他大概50岁不到了。但是呢，他已经归空了。
但是我看到他报的佛号是真君的佛号，青发真君啊，我知道这个呢是他呢实至名归啊。那么不枉他这一世的修行，终于能够回归本位，证得仙佛的果位。我一方面是感叹，一方面是感动。我不晓得他已经归空了。那么他在火石场的时候，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可以说是一个很称职的大哥形象的人。他会指导一切人，他们不足的地方。所以他也有积极性的一面，会让人家觉得说他的这个行为太过积极，会伤到别人的自尊，也有这一面。但是他的积极性呢，让他开创出一大片的道场。那么这样的人，50岁归空了，我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很想知道，但是呢，时间因缘一到了，我自然会知道。但是我肯定他的成就，他的成就呢是在生前就看得到了。我还去过他们马来西亚的家，还有呢他们老家，在这个吉隆，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很偏僻的地方，麻坡这个地方。跟他们父母亲见过面，住过一段时期。我还写过文章发表在这个中德杂志上。在他们家的那段感受，还描述过这个人。没想到他这样已经归空了。那么说到昨天的新闻报道。这些欧吉桑、欧巴桑诚心的这个道亲呢，在半路上发生车祸，也是这样走了。那么家属哀痛于很啊，在现场痛哭啊。那么这一切因果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说实在的，因果的现象太过细微了。你看，人间一动念，天上一闪电，这种细微的现象我们人的智慧、人的知见哪有办法了解？我们今天学校所受的教育都是知识，都是才艺，跟这种现象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修行的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谁来跟我们讲爱国忠士？谁来跟我们分析我们生活上所处的这些因果的这些挫败呢？生命的打击呢？没有人会跟你讲，即使是仙佛灵坛的，他也不会跟你讲。那这个呢，要自己去自悟自证，自证自解，才能够了解这些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可以说，这些很忠心的欧吉桑、欧巴桑，去打扫佛堂的半路上，被车子撞死。那么，也许他们的这个命数已经到了，也许呢，仙佛不愿意再让他们承担下一次的结束，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就把他们调召回去。那么我相信这些人呢，在天上一定有他的果位。
哦，只是呢用这种方式回去啊，会造成世间人的恐慌。那么这种恐慌呢，其实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要知道，他们诚心的礼佛、诚心的在修持的人，都还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回去。那么一般人没有诚心礼佛的人，哦，那天那些在谩骂、在抗争、在批评、在索取的人，那我们可以想见，他们没有办法回天的那种惨状啊，已经是更加可怜了。哦，起码我们见证到他们因终而死，因终而死。这个古大德告诉我们，忠臣孝子，今天过世，明天回天做神。所以忠臣孝子呢，他本身就是修道人啊。如果他们不是修道人，那么谁还敢说自己是修道人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修道跟你读经看经典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圣经没有关系，跟佛经没有关系，哦，跟四书、可兰经完全没有关系。你要证悟到你的自信，了解到你的那一份诚心敬意啊，是跟你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啊，跟这些经典是没有关系的。经典指点你要不要做在你。哦，跟这个佛堂没有关系啊，跟清真寺、跟这个教堂，哦，跟这些佛寺啊，完全没有关系。哦，你天天跑道场、跑庙宇，充其量呢，只能够沾到神的光啊，给你一点点你的福报啊，因为你没有造恶嘛，你没有造恶，起码福报就会显现了。但是对于你的解脱、你的证悟，你去跑这些道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你必须在道场的行持之中，要回归到那个天地悉皆归那个一，那个自信啊，你的这个作用啊才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士，你今天呢做中做孝，哦，做这些道场的事情，你有没有达到中士的一个诚心敬意？哦，忠既然是不偏不倚，那就是发自于至诚啊。至诚是一念不生啊，你有没有生念呢？你有没有这个牵肠挂碍呢？你有没有抱怨批评呢？啊，我们在道场看到的任劳不任怨，这样的事情是很多。哦，点儿师叫我们做事情，什么人安排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只好去做。但是呢，内心不服气，内心不服气，即使你没有讲出来，你那是不平的气啊，还是存在你的心中。那你的这个心啊，你这个中庸的心，中已经偏掉了，你不够中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了解到这些现象的变化，回过头来就要自省自己，反身而成啊。哦，一切要反求诸己啊，自己是不是达到这样的标准？哦，这个我们看整个天地万物，它都是一种中的视线。好，每天都在视线给你看，但是呢，你有没有办法看懂？你看日月生辰，日月有没有中？
非常的中。哦，中至于中道呢，是你没有你觉得他们已经不是中了，你没有办法体谅到他们的中。你看太阳白天就升起来，晚上下去，月亮升起来，日月交替，有谁比这个更中的呢？我们说狗最中了，狗还不一定比这个还中，更不用说人了。那么你看这些草木，哦，这些花草，终于是四季。你看四季来，它们该发芽、该开花、该结果，有哪样不中的？都是中。所以天地万物都是中，他们忠于自己的事情，他们忠于自己的心。那么说来说去，只有人会讨论忠不忠的事情。因为呢，忠这件事情呢，在天地万物而言，它本来就是一个如自然的行为。所谓法尔如是的行为啊，它不需要去讨论，不需要去弘扬的。今天我们把它拿起来讲，忠士，你要去爱国，爱国忠士，这样呢才是一个修行人的典范。你看，这还是修行人哦。那一般的人怎么办？所以呢，忠一定是出自于自信，才是忠士。你对于每一件事情，你才能够呢，依照你的忠心呢去判断、去从事，依照于你那份诚敬的心呢。所以你看你的角色是什么？你的角色是听众，你就是忠于这一场课的演讲，好好的听，用心的听，把它听到你融会贯通，听到你呢能够受用。你没有忠，你呢听课人胡思乱想，牵缠挂碍。结果呢，这场演讲对你呢，只是形式上的圆满，对你的内心呢，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么这一场演讲，对你而言，你就没有做到尽忠的本分。你没有尽忠。那么讲师呢，他要用心的讲，好好的讲。讲师没有办法说完全依照性德而讲，起码他要用心准备来讲。用心准备来讲，用心去感应听课的众生，他们的这个内在的心里面的需求。那么台上台下之间呢，就能够互相应感，互相交融。那么这个讲师呢，他讲课，他才有做到这种尽忠的本分。我们现在讲课啊，后学都不看稿了，但是有做准备。在现场的讲课是不看稿了，所以我们前面没有大字报，前面也没有显示字幕出来。我们讲的呢，都是呢依自性而发，所以我们要抓到那个自信的核心啊，才能够源源不绝的把这个道理啊示现出来。那你要抓到这个事情的核心啊，这个道义的核心啊，你必须自己要有所证悟，有所体悟，你要去修行。你不是看了书就算了，我们说看书是跟修行没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面，法达这个角色诵了《法华经》3000部，不得了啊！自以为很厉害了。
但是没有感应。可是呢，每天都觉得自己不得了。那么他去见六祖慧能的时候啊，礼拜头不至地，这个六祖一看啊，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大我慢呢、生这个高傲的心呢、哦，就问他说：“你礼拜的时候头为什么没有磕地呀、磕到地上，那才是真诚的礼拜呀、你没有磕到地上，那表示呢，你心中一定有什么事情。哦，一定有你自己认为的非常觉得了不起的事情，值得骄傲的事情。那你说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啊？”这个法达就直接讲：“我诵《法华经》诵3000部。”哦，讲的时候呢，可能得意洋洋。那个《法华经》，你看是非常厚的一本经典啊，《法华经》是自成一个法门。啊，《法华经》教人回小向大，啊，教人呢这个一大是因缘。啊，他教人呢一乘佛法，没有其他乘啊。哦，没有所谓的羊车、牛车、大白牛车，没有这些分法，就是唯一佛乘。哦，所以成佛了法华，要成佛就是呢《法华经》。啊，《法华经》的宗旨就是在讲这个。那一部这么厚的书啊，一天念一部啊，就已经不得了了。哦，他念3000部啊！你看这个1000部啊，哦，一天念1000部来算啊，大概要3年多。那3年多，他这个3000部啊，大概念了将近10年了。哦，如果说我们粗略的一个概算的话，法达念《法华经》呢，可能念了10年了，每天念。哇，这个不简单啊！这的确是一个这个精进的功夫啊。但是呢，他没有念进心里面去，所以呢，他礼拜祖师的时候啊，升起大我慢。然后六祖慧能问他：“那你念的这部经，你知道这部经在说什么吗？”法达说：“我只顾着念经啊，我也不晓得里面在说什么。”那六祖就教他：“不然你念出来听看看。”啊，然后他就念给他慧能听。念到第2品，六祖慧能就跟他讲：“好了，你不用念了，我知道了。”啊，六祖讲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唯一佛乘，要叫人回小向大。哦，你坐却白牛车，可是呢，不见明理。所以教他讲唯一佛乘的道理。唯一佛乘呢，就是我们这个明示一指的这个唯一自性。哦，内在的佛法，内在的自性。这个是呢，唯一佛乘。只有呢，你从迷失一指的地方下手，你才能够见到本来面目，你才能够明心见性。那所以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讲存心养性。你要从存心养性，然后来达到明心见性。存其心，养其性。存什么心呢？存这种3纲5常5伦8德。哦，爱国忠士这种心，存那个心呢，不偏不倚，然后呢，没有其他的妄想、执着、分别，哦，存这个心，然后让这个心呢，时时保持不会变化，就是养心。哦，养这个心呢，这样当然慢慢的扩充，这个就是浩然正气。
所以浩然正气起之于我们的自信的那一份如如不动，自信本体，我们找到的那一份的这个自信本体啊，那一份清净光明，那一份如如不动的一个道体啊，本来成佛，本来众生皆可以为尧舜的这样一个道理啊，只有明师这一指啊，已经告诉我们了。谁可以晓得呢？当然，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今天佛性已经呢具足在我的内在，一切外在的这些言语行为，这些妙语，都只是我们的一个引缘呢。那有可能变成我们的障碍，这样的障碍呢，会障碍我们寻找到佛性的一条路。所以不要在意这些外在的，道场不再看大或小，上课不再看多或少，你这个道场的这个地位，也不再看高或低，因为一切圆满，一切平等，一切清净，那么呢，就没有所谓的分别。所以，当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都没有分别，这个就是中视。那么中视的道理呢，造成你一个爱国的现象。你看，你做好一个老百姓的本分，你该缴的税，你该尽的义务，你把它尽好，这个国家呢，每一个人都这样，是不是国家就运行顺畅？是不是国家呢就能够富强康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呢？那今天我们不是啊，我们认为呢，做法会，或者是说捐庙款，或者是说礼这些神明，我们才认为说这个一个百姓帮助国家社会富强安康的一个道理，其实都不是，不在外在这些形象，你要把这些外在形象放掉，甚至你要把你的头脑放掉，只有你回归到你的自信，你的那份佛性，我们也可以说神性，神性呢，发现到神性啊，你才是知道你真正的爱国是这么样的踊跃，这么样的爱护众生，这么样的爱护这个天下万物。神性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只是呢，你忘了，你一直不在家，真主人没有办法做主。神性常常来找你，佛菩萨常常来光顾你，可是呢，主人不在家。主人不在家呢，这些神性啊，这些佛菩萨没有办法加持给你，没有办法帮你引出来。因为你不在家嘛，那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到这些妄想分别执着，你跑到外在的这些染着上去了，跑到这个卡拉 OK 店，你跑到这个抗议的群众，你跑到电影院，跑到歌剧院，你一直在向外跑。包括你跑去道场，你跑去听人家演讲，你心都往外散，你不晓得把它收心回来。虽然道场也是一个引缘，来帮助你开启的内在的自信，但是呢，你的心如果没有抓住那一份清净的本性的话，做这件事情反而障碍了你成佛的机会。所以有的人离开了世间的缘，进入这种修道场的缘，但是呢，离开了那个位置，得到了这个位置，你还是在那里分别执着，你还是在那里抗争
我们在道场讲，不去跟人家抗争，不去跟人家呢有所分别。但是呢，你在道场同样在做这些事情，你只是换了个位置而已，你没有精进，你没有成长，你修行不受用啊，不见功夫啊。所以你要知道修行自己有没有见功夫呢？很简单啊，你要跟你去年的你比起来，今年的你跟去年的你，你今天呢？今年的你有没有智慧开启了一点？凡事有没有放下一点？你的杂乱有没有看开一点？这些干扰你的这些五欲六尘有没有离远一点？如果有，那么你今年是进步的，你的修道是得力的。但是呢，年年看啊，已经是来不及了。我们必须的每个月都看，每个月都看自己有没有产生那一份的觉受，有没有放下那一份的这个妄想、无明、分别跟执着。每个月看，至少了要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才是一个精进的修道人。那么有的人是每天看，那更加精进了。每天看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有什么样的不同，有没有进步，这是每天看。你看关圣帝君教我们每天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骑的那个赤兔马，手拿着这个青龙偃月刀，就是在做这个表法。你看青龙偃月刀，它不是用剑它是用刀一个大刀这个大刀的力量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这一刀斩下去那比剑的力道还要大。所以呢，这个刀呢表示一种勇气，一种魄力；那个斩表示一种智慧。你要用智慧再加上勇气来斩除这些外在的攀缘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干扰。你要把它斩除，然后骑着赤兔马不断的精进，那么你才会渐渐走向智慧的光明。这个是关圣帝君的表法。那所以呢，关圣帝君为什么最近我们这个年代他的这个信徒越来越多，他的供奉也越来越多其实呢，他是一个得使的神明因为他是现在的玉皇大帝嘛，所以呢得了这个天使。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上、在修行上碰到了什么障碍，我们可以请求关圣帝君加持，帮我们尽速排除，让我们呢早一点进入那个神性，早一点找到我们的良知本性。但是要用什么找呢？关圣帝君教我们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看关圣帝君的经典通通在讲这个，他没有讲那个无为而为他不讲这些心性大法玄远的道理现在的众生听不懂那必须讲人的道理，人圆满了自然了，这个心性就圆满了。这个是仙佛慈悲他指示我们的人世尽，天道远所以呢，一定要从人世的这种基本做法来做起。所以爱国忠士就是属于人世去圆天事，人心去应这个天心这个是爱国忠士。那所以日月星辰、草木万物都是忠的，那么人怎么可以不忠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人
当他忠于他的本分的时候，他是毫无畏惧的。他对各种障碍、各种阻难啊，他是呢要迎刃而解的。他要拿起那个关刀啊，去把它斩除，迎刃而解。我们这里讲一个宋朝这个人啊，叫郑侠。郑侠的故事。那郑侠呢，他也没有什么名气啊，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他的老师就很有名气，可能大家都听过，那就是王安石。那王安石呢，是唐宋8大家之一啊，所以可见呢，他的这个文章啊，是流传后世的。那他是北宋时期啊，这个宋神宗那个时代的宰相，所以王安石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了。他呢极力变革，想要呢改进人民的生活，所以呢，他呢革新变法。我们知道这个王安石的改革啊，在历史上是有留名的。他发展了很多的这种法，立下很多的法，希望呢让人民来遵守，希望呢国家达到这个富强康乐。后来当然是这个皇帝支持他，神宗的时代呢支持他的想法，要他呢放手去做。所以呢，他颁布了所谓的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军书法、这个保甲法、保马法，等等一大堆的这个法，名词是相当的多啊，名目很多。但名目很多呢，他把它统称叫做新法。那么这个新法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却呢惹得天怒人怨呢。惹得天怒人怨呢，这是因为他不懂得治理人民的根本，他一味呢用强制的方法。强制的方法，譬如说保甲法。保甲法甲就是甲兵啊，就是说你要提供一定的这个服役的人员呢，我们现在说当兵的人员呢，那么你这一口家如果说有2个男丁以上啊，那么另外一个男丁啊就要出来当兵，来做这种维护当地治安的工作。这个呢是保甲法。还有青苗法，这个青苗呢，这个农民种出来的这个稻苗啊，一部分要上缴国家。但是呢，它的规定呢很严苛，以至于呢这些农民呢，光上缴的部分呢就不够了，更不用说要养活自己。那他的这些法呢，弄得民不聊生啊，怨声载道。人民没有因为这些新法而得到利益啊，反而得到更苛刻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压制。所以天怒人怨，怒到什么地步呢？怒到呢这个老天也不下雨了。你看人民的那个怒气啊，会惹得老天感应。那神宗皇帝的时候呢，在位啊，皇帝如果没有德性啊，那么这些鬼神啊就会作乱，在国家作乱。因为呢有一个坏的法，我们不敢说王安石是一个奸臣的，起码他也是为人民好，只是呢他不懂得方法。那么他的学生郑侠建议老师应该废除这些新法。
重新订定了比较有利于人民的法，不然呢，流民一大堆啊。所谓流民啊，就是在家里养不活了，只好呢四处流浪，惜家带眷呢，四处讨饭吃啊。那么流民成了一种现象，所有的只要一个城市的流民这样出发了，那这个国家就不得了了，发生动荡。老天不下雨啊，所以也没有农作物啊，没有农作物你怎么上缴？更不要说你要养活自己了，你吃饭都没得吃了，你还要上缴，所以呢，干脆不种。所以后来他的学生郑霞非常有这个义气，他觉得说老师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所以他就跟老师建议，希望能够撤销。但是王安石没有听，也不理会他这个无名的小子乱讲话。后来郑霞呢没有办法，他只好呢将这个流民出走的现象哀鸿遍野的现象画了一幅图，然后呢送给皇上。可能经过了各种关系他把这幅图送给皇上，然后呢亲自跟皇上讲，如果皇上能够下令废除新法的话，我敢用人格保证，我用生命保证，天马上会下雨。天如果不下雨，我宁可自杀而死，或者是被朝廷处斩。你看郑霞懂这个道理他愿意用生命来换来这个天降甘霖。那宋神宗呢，他还算是有德的皇帝在北宋的时期宋神宗之前的宰相是司马光这些呢算是很有能力的这些贤臣在辅佐他。那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呢，神宗皇帝还算是很会用人那他听到郑霞这么讲，他也是非常感叹，竟然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于是呢，下令废除新法。王安石的新法就下令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废除，王安石当然去抗议抗议无效，改由其他人颁定新的法律。结果呢，王安石呢，因为呢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呢他也就辞官而去了。后来呢，在辞官之后的2年，王安石也就气死掉了。但是听说宋神宗废除新法之后，天马上下甘露，甘露法语天降甘霖整个大地这普博渊泉滋润万物，滋润众生人民跑出来街上，跑在农田上，跑在这个大地上，在那里感谢老天下了这场雨普降甘霖让他们得生新法的事件到这里才算是告一个段落。你看，这是郑霞用史谏，呼吁这个皇帝能够赶快废除，史谏就会成功了。但是呢，郑霞毕竟，大家早安，道之宗旨。讲到爱国忠士，特别要强调忠士这个德目。那我们看最近的时事的变化，虽然金融海啸已经过去了，那么台湾的景气呢，也渐渐的上升，但是呢，整个社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充斥弥漫着。这样的氛围呢，
那就是呢，这个共业的共业的肃杀已经没有那么明显，而是呢形成一种别业的讨报，很明显。别业是什么呢？别业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因缘果报，现前的时候所受的讨报，这个是别业。像金融海啸，像88水灾，像整个经济不景气，这个是属于共业。但是共业过去之后呢，另外这一波好像又是别业的兴起。整个这个形势气势在看涨的时候啊，那么共业没有办法形成大面的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讨报啊，那么我们就用个人的讨报。我们说没有办法用联合报啊，也可以用自由时报啊。联合报就是联合同时一起来报，那自由时报呢，就是自由自在，随时都可以来报，那叫自由时报。那我们每天看的新闻啊，充斥前面的这些社会画面啊，都是这样子。你看，单单一个 H1N1 这个疫苗，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打疫苗之后而产生各种副作用乃至死亡的案件呢，每天都有在上演。那这个交通事故啊频传有的人莫名其妙呢就这样被撞死了。昨天2个人惨死在公车之下，这个实在是很离谱，很难想象，很可怕。那昨天后学特别提到，我的同窗好友马来西亚的青发兄林讲师，那他已经归空了，被封为青发真君了。那这个消息啊，来得太突然，太快了。我们不晓得要感慨还是要感动。那么当然了，青发真君他能够成圣成贤继续在天佛院来帮助众生那这个也是他个人修持的果报我们也要恭喜他。那么留下来在人世间奋斗的，那就不能够输给他就是后面的人一定要比前面的人强，那这样呢，道场才有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契机那么青发真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他是一个年轻人，那他这个对道场的努力呢，又不输前面的人。你看我们前面的这些大德者，这些前人辈，封大仙的，封真君的，封菩萨的，都是有。那么像青发兄这样子，一下子就被提拔为真君的，那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都是从大仙慢慢升级到真君他这样一下子就跳到真君去了，那可见呢，他在世所留下来的功德是很大，而且以他的年龄来讲跟这些前人辈来比真的是没办法比
所以签发真君呢，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呼应到最近这个交通事故频传，个人的伤亡这种频率很高，我们不晓得这是不是今年另一波的结束。那所以呢，每一个人呢，要能够呢，恭敬为上。恭敬为上呢，你对于你的心啊，就是要这个主忠，你就是要忠视。你对于这个家庭、这个公司、整个社会还有国家，你都是呢要秉着你这个忠心来用事。那这样呢，就能够步步为营柳暗花明啊。所以想到人跟国家的关系，人显得是非常的渺小。不要说世界了，不要说天下了，在这个国家之中，人就已经这么渺小了。人到底可以有什么作为可以帮助国家的呢？其实这样讲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我的一己之力呢，能够做多少，那么就做多少。那么其实呢，整个国家的力量呢，就是在你这个一己之力之上。为什么？因为整个汇聚沉重所谓人以群分嘛，物以类聚啊。那大家呢，聚集在这里，形成一股共识。这样的一个共识的力量就会营造出一个非常庞大、非常这个排山倒海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来改变整个时局所以呢，这个能量呢，必须是这个目标一致。你那个目标如果不是一致那么你这个力量你这个共识的力量没有办法达到共业，结束还是会来。所以呢，一定要力量集中。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讨论到底怎么样让它力量集中呢？这个力量集中就好像孟子所讲的“天下逆源自于道”。大家呢回归到道的本体，那这样的力量才会集中，整个世界才有可能改变国家呢才有可能跳出各种的危机台湾虽然已经过了那个金融危机但是台湾受金融这个海啸那个杀伤力很大一肚子沉到一阵子沉到谷底现在又反弹回来了。那么这个是利多还是利空呢？我们也不得而知。整个局势的变化起起伏伏所以起起伏伏其实才是人生的变化一路好走的，一路平顺的路一帆风顺的路不见得是好走的起伏不定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那才是丰富的这个在我们人生的观念里面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呢，每个人都想求一帆风顺。可是，一帆风顺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平平凡凡的过这一生。那有的人认为这样也不错这个是呢因循苟且。那么这个习于宿命以前是怎么样子，现在继续这样子。那么习于宿命呢，当然就是得接受这种
命运的安排、六道的轮回。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以自然为师啊，以自然为师，大自然是我们的老师，这个叫无师，无师道。那么大自然它所做的这些示现呢，每一个都是来警醒、来教导我们。那么人为什么会跟大自然会有所违抗呢？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顺天，天的本意是什么？天的本意在我们人世间，那叫做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天的本意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教我们爱国，教我们重视。在家庭里面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长。这个就是天的法则。顺天者昌，那么你的家庭会昌盛，你的国家会复兴，就是要顺应这个天道。所以道不是一贯道在讲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而且每一个人都有道。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个道呢齐聚起来，把那个道的力量发挥那么形成了这个共识就能够打倒共业，让台湾呢这块宝岛真正的形成福尔摩沙，不再是贪婪之岛，不再是呢这个抗争之岛。那这个是需要了整个人的共识，所以现在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达成共识，这个是非常主要的力量。那就是呢要有人去做，谁呢？这个人就是有心人，有心人要去做。那么谁是有心人呢？有心人就是你呀，就是我呀，就是我们这些想要回归自我的人，想要回归自然的人，想要天地悉皆归的人，想要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合于秩序的人，不要再脱序，不要再这个五欲六尘，不要再四生六道，这些人。所以呢，这样的道理并不是每一个人能懂，但是呢，有的人呢，他不懂这样的道理，可是呢，他有在做。比如说，他孝顺父母，他忠心于这个他的掌上，他的这个公司老板，忠心于他自己的本分、职务。那么，对于深层的道理呢，他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在《论语》里面曾经讲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子夏讲的话。虽然说这样的人没有说过他有去受教育，他有去学过什么大道理，但是呢，我要说这个人就是已经学过了。所以你看，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已经学过了，他们在做人的处事上他们做得非常的圆满。他把这些小孩带大，在这个社区里面营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那是30-40年代了，离我们现在已经很远了，也隔了2-3代了。所以隔了2-3代之后，这些小孩子受过科学的洗礼，欧风美雨的这个侵蚀整个观念已经改变了。那么这个大观念的改变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主要的本在哪里？人所要依归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凝聚共识，成为一种新兴的力量？
来对抗整个结束啊。我们说的结束，现在屡屡传在我们的面前。哦，你看这个 H1N1，哦，气候暖化，最近寒流来了，所以呢，你看整个大陆一场雪啊，把正在行驶的火车啊，通通淹没了。哦，旅客被这个雪啊封住在那个火车轨道上，一整天啊不得动弹。这个是气候这个异常，气候异常造成的整个这个地球的一个大变动啊，所以呢，有很多物种会因此而灭亡。那么有没有可能人是最先灭亡的呢？哦，这样想起来是非常有可能的。为什么说非常有可能？因为照理我们的认知啊，整个宇宙的形成，生天生地，生万物，生人。那么如果整个宇宙的收束呢？那第一个收的一定先收人，收人收万物，收地收天。那这个顺序一定是这样的嘛？但是呢，我们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要收人。虽然说已经到了五味相交啊，这是仙佛一直告诉我们的。现在是五味相交，五味相交就是说到了12点多。如果按照整个实际的圆会来看呢，把整个天地的生成看着一天24小时，那么一天24小时，现在已经走到了中午12点多了。那中午12点多，到了3点以后要收人了，所以看起来呢，已经是快到了。但是呢，佛经的理论呢，佛告诉我们，这个一劫可以演化成一刹那。一劫的单位呢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呢。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呢是相当短的，可以演化成一劫。所以说有的人感觉呢，度日如年。这个时段好像特别久。有的人呢，度年如日啊，哎呀，每天这样子日历一天一天的在翻啊，时间过得很快。那个这种就是所谓的一劫变成一刹那，一刹那变成一劫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个我们可以体会。那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那就是说这个收天、收地、收人。那它的时间呢，虽然是说在3点以后，但是这个3点，我们现在12点以后到3点之间还有多长的日子？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地方啊。还有多长日子，也有可能无限长。可是呢，照轨迹的运转是不可能无限长的。但是呢，人的一个努力啊，人的一个精进也可以把它无限的拉长，让整个世界末日不要来临。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就是大家营造共识。什么共识？回归自然的共识，回归自信的共识，回归道的共识。用这个共识呢，来面对整个业力，整个这个结束收天、收地、收人、收万物这样的一个结束如果说这个大家都努力了，那个结束可以拉长，
拉长到我们修行可以正果，我们可以来去自如了。那么，好，要毁灭，毁灭就毁灭，我们先回去，让新世界在生成的时候我们再来。哦，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为什么要度化96亿元胎佛子？哦，这个是弥勒祖师的一个愿力啊。那么要度化这么多众生，需要更多的徒弟来帮助他。虽然佛力啊可以无量无边啊，但是呢，佛不度无缘之人。哦，大禹虽大，不润无根之草，所以呢，人的那个缘啊，必须要让它成熟。人的佛缘啊，要让它成熟。可是人本来就有佛缘啊，人本来不是佛吗？有那个种子呢，一直在核心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找出那个核心。核心是不好找啊，那么我们至少要先找到通往核心的路。啊，通往核心的路呢，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你必须自己去悟啊。除非今天有名师将士，哦，来告诉我们，通往核心的路就是往那里走，那我们才有得救的机会。那今天名师已经来了，名师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已经知道了。那现在呢，还没有得到的，还没有得到那个指点的，要赶快去找名师。哦，不晓得你能不能找得到啊？总在遇缘不同。哦，遇缘不同，所以呢，你有没有这个成就的因缘？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成就啊，所以呢，这个成就有先后，有次第。那么我不想再等到下一次轮回了，我想我这一辈子，我就要可以回天。哦，我要即生成就，即生成佛，可不可行呢？可行。为什么可行？因为呢，我们有名师一指，我们有天恩师德的保证。啊，我们的后台老板是谁？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还有月慧菩萨，还有呢这些成圣的诸天仙佛，都是我们背后的后台。哦，没有人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强固的后台的，所以我们天恩师德呢，这个路呢，一定要这个关系啊，一定要把它通，把它沟通好。哦，你今天所在世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天恩师德的供应。你是为了天恩师德来到这个人世间。你是为了服务天恩师德，所以呢，你用肉身的样子，你用人的样子来存在这个世间。那所以呢，你要做的是佛的事情，圣贤人的事情。那众生不知道啊，你要告诉他，你要教育他，哦，教育他用以身作则，用言语事件，用文字显化等等的方法。你要教育他，教育他回归自然之道，哦，回归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回归爱国忠士，哦，起码你对你自己的职责、你自己的本分、你自己的在人世间的责任义务，你要把它尽完。这个就是忠。所以忠事的道理啊，事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我们说理可以顿悟嘛，事要渐修。这个中事的道理啊，就是要你渐修，渐修你在人世间的这些人情障碍，哦，人情世故你要去修完修满它。因为呢，这是你累劫累世所积累下来的，这个是叫做宿命。那么宿命呢，我们要必须面对，
去把它圆满起来。既然有命嘛，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摆脱命运的束缚？你看，单单一个鬼神，就知道我们的命运了，就可以束缚我们，因为我们有命，我们有数，命跟数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我可以被它束缚。但是如果没有我连这个肉体都没有了，那么请问你要怎么束缚？你的数是在肉体上、后天上发生的，你的命呢也是需要这个肉体才能够呈现。我既然都没有肉体了，我要怎么样被你束缚？所以没有我没有我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的中士中道要没有我，没有分别嘛，不偏不倚，那个就是真实的我，那个就是诚心敬意最大的诚心敬意，最大的亲近心。那诚敬是功德，亲近心是功德，爱国中士是功德，功德足以帮助我超生了死。所以你今天想要超生了死，你要先从尽自己的本分做起。你的本分是人，你要从人做起。人为什么会有习惯呢？人的习惯其实都是呢莫名其妙累积来的，你不晓得什么原因，那个无明就产生了。所谓一动而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你看有一个科学家做一个猴子的实验，把一群猴子关在一起，猴子有地域上的观念，所以呢，猴子里面呢一定有阶级制度，有所谓猴王。那么科学家试着呢，把新的猴子放进这个猴群里面。那么这个新的猴子这个阶级最低，所以呢，他的身份最新呢，最卑贱，什么事情呢最出众的都要他做，那么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所以典型的老兵可以欺负新兵了。这样现在呢，科学家又把一些老兵抽走，然后呢，又放了一些新的猴子进去，结果呢，这个第一批的猴子又欺负第二批的新猴子。那原来的猴子还是一样欺负第二批的猴子，反正老兵欺负新兵就一直欺负下去。那么他们用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们在这个园区放了一根香蕉，那么这根香蕉呢，猴子看到香蕉总是想要吃香蕉，就会呢伸手去拿。每次伸手去拿，这个科学家呢就在那一刹那就洒水，就会放水，然后他就被淋得全身都是水。只要想拿香蕉的猴子都会全身淋得是水。那所以呢，这些猴子得到教训了，得到这个经验了，香蕉洒水全身湿透了，这个画成等号了。所以他们现在不再拿香蕉。旧的猴子都知道不再拿香蕉，可是呢，当这个新的猴子一进来，老兵可以欺负他，他总有一个慰藉的地方吧。他看到香蕉，他也去拿。好了，他要去拿香蕉，结果呢，那些猴子更加的追打他，把他打得这样落魄凄惨。因为呢，他要去拿香蕉那么他是新兵所以他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呢，新兵总是要被打，
现在呢，第二批猴子进来了，哦，第一批的新兵也可以打第二批的新兵，只要呢他要去拿香蕉，就可以修理它。好了，现在呢，在猴子之中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什么？香蕉不可以拿，谁拿了香蕉就触犯禁忌，就要挨打。然后现在呢，科学家又把一些老猴子拿出去，哦，又放了一些新猴子进来。结果这些新猴子呢，被欺负之后也想去拿新香蕉，结果呢被欺负的更惨。啊，要去拿香蕉的被欺负的更惨。反正只要走到香蕉那里就是被打。一直到呢，所有的最初一批的猴子，这些老猴子啊，通通被抽离掉了，加进来都是新的猴子。加进来这些新的猴子啊，跟香蕉、跟这个洒水被打是画成等号。那他们不晓得为什么香蕉跟被打会画成等号，不晓得为什么，所以没有猴子再敢去摸那个香蕉了。其实这个实验呢很有趣，可以告诉我们一点，那就是呢，我们的文明啊也是这样形成的，我们的这个习性啊也是这样累积来的。人说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那么累积久了，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哦，这个地区的一种文化，你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做什么事情是受到惩罚，不做什么事情呢，你是受到鼓励的，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次序出来。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游戏规则。那形成一种礼仪的教化呢，这个就是一种人世间的游戏规则。所以你看这个文化是不是对呢？不见得对，可是呢，只要是用得到、用得在对的地方，那就是对的。你看中国的礼乐文化，在中国是很合理的，可是到了外国不见得合理呀。哦，你看外国人要向皇帝下跪，外国人这种事情干不出来，你就知道说这个礼乐啊，在其他的国家不一定合得来。那么，所以各地有各地的文化，各地有各地的习俗啊。那么这个习俗呢，形成人的一种习性。这个习性啊，就形成人在人世间，你跟人家这个人情世故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惯例。所以有好的惯例，有坏的惯例，啊，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文明习性，加上传统的文化，然后呢自己的文明，这样加来加去，就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那所以圣人教我们，你要爱国重视，你要敬天地理神明，这个呢都是依照你的本性而发，至少本性而发的东西是不会出错的。那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些依赖的习性都去除之后，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原来的面目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清清净净、光光明明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本性是善，哦，习性是恶，善恶的道理啊，是从这里分。那是两种性，因为两种不同样的性，所以呢，人会把它搞混在一起。那所以在大自然界，什么才是最好的？在自然没有一样不是最好的。你看玫瑰花，玫瑰花最漂亮。那康乃馨呢？康乃馨最温馨啊。哦，莲花最
脱俗啊。菊花最有这个蚊子冰冰的味道啊。那个乙亚灰呢？那个乙亚灰算什么？乙亚灰就是有它点缀的作用啊。所以什么花是最好？每一朵花都是最好，这个就是自然，自然之道。所以哪一个人最好？每一个人都最好。哦，把你的成见、把你的习气、把你的无明丢掉。哦，把你的本性流露出来。你的本性流露出来是不偏不倚的心，这个就是中士。哦，不偏不倚的对待这些人事物、这些社会自然的，那么你就是回归本性。所以呢，我们要以自然为师啊，自然是我们的老师啊。说乙亚灰是我们的老师，玫瑰花是我们老师，什么都第一啊。你看我们人的器官之中，什么是第一呢？什么最重要呢？没有最重要的，都是第一，都是最重要的。哦，没有所谓的特别重要，没有所谓的比较不重要。你看以前的人，扁桃腺发炎，哦，以前的医学扁桃腺去把它割掉。哦，到后来你看盲肠发炎，盲肠把它割掉。那为什么？因为扁桃腺对人体不重要，盲肠对人体没有帮助，所以呢可以把它割掉。但是呢，后来的医学发现到说，扁桃腺其实可以帮助这个免疫系统。哦，盲肠可以帮助这个肠胃的各种细菌的消化，都重要啊。可是呢，已经被割掉的那些人怎么办？那只好呢，说声抱歉了。那所以呢，我们人的身体器官呢，每一件都重要，每一个都重要。你看，你说眼睛最重要，那么你不可能说你不要鼻子，不要嘴巴吧？哦，我们整个身体，你说头最重要，好，你把头拿掉，你把头拿去啊，但是你不要脚，你不要手，你不要身体嘛，不可能嘛。哦，这整个是一体的，所有的都重要。你看，单单这个头发，微不足道的头发，即使你不要说它微不足道了，哦，全球上百万人因为头发而伤脑筋，而吃不下，而睡不着的人很多。所以头发重要。哪个器官不重要？你说？没有。在这个器官在它的功能上，它的功能是第一啊。眼睛第一啊。哦，耳朵是听是第一啊。鼻子闻第一啊。嘴巴尝是第一啊。身体触觉是第一啊。都有作用，没有一个没有作用的。那么，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整体没有人第一啊，没有老大。那么你看我们在道场，哦，火车头号称为是道务组，班务组、文书组，其他这些组就是配合火车头，所以道务组最重要。那你想想看，你只要道务组，你不要班务文书组，你不要这些大事记组，不要这些这个厨房组，道路交通指挥组，你通通不要了，结果你只有道务组，你可以干得来吗？人事要天办，不是天事要人办，天人要合一。那么人必须要成为一个整体，
来运作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完成。那么人也是一样啊，人这些器官要合而为一，成为一体，那么这个人呢，他才有功能，他才能够发挥出人的一个作用。你断手断脚了，虽然还可以活，但是呢，你的功能就不彰显了。你看耳朵是不是忠于我们这个身体？鼻子、眼睛、嘴巴、手是不是忠于我们这个身体？他们默默在付出，默默在尽责。所以，当你在道场，在十组运作里面，你是不是也是一个默默运作的人呢？默默运作了整个道场的这样的一个兴盛啊，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运作正常，那么道场就可以运转不息啊。如果你在一个组里面，结果呢，专门呢好逸恶劳，专门呢任劳不任怨。你虽然做了四处批评，那这样呢，就形成好像有一个细胞呢在那里作乱一样。这个身体呢，有一个地方总是觉得怪怪的，好像卡卡的卡在那里。如果一大堆人在作乱呢，那这个身体的细胞啊，这个器官坏掉了，糟糕了，身体就受到影响了。一个器官坏掉了，其他器官也会随之坏掉。这个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啊。那么再扣而广之啊，我们何止是一个道场呢？何止是一个国家呢？国家也是要有一种一整体的观念来看啊。你看，国家有立法院，有行政院，有这个司法院，有考试院，还有各个部会。这些部会呢，如果不是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它怎么能够运作正常呢？虽然在国家里面有所谓阶级之分啊，那个是为了运作好它那个次序，所以有阶级之分。但是呢，它那个功能呢是样样第一，每个人都第一。每一个公务人员在他的职位上，他就是一个第一，他在那个职位就是第一，没有人超过他。他这个第一呢，就是呢，他好好的在他的职务上，在他的这个工作上表现出本分出来，那就是叫做忠。所以在这个职务上，你必须尽忠，你才能够表现出你的第一啊。我们讲到太阳的道理，讲到月亮的道理，你看日升月落，你看这个四季花草的变化，你看他们是不是忠？他们默默的在行忠，忠于天地，忠于阴阳，忠于事实，忠于这个大自然的变化。但是呢，只有人心会不忠，人心会不忠啊，人心会搞怪啊，人心会变化。为什么人心会变化呢？因为习惯。内在的贪嗔痴，外在的这个五欲六尘，两个合在一起就造成会作怪。作怪呢，身体你也会作怪，行为也会作怪。那么大家都作怪了，这个社会就形成一个怪力乱神的现象。你看怪力乱神的现象，如果说在一个没有道的国家，那个是很恐怖的。妖鬼啊，这个魔王啊，走在街头啊，四处杀人，四处吃人啊，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那我听说，在那个菲律宾呢，有一种大鸟，半夜出来，那个大鸟，这个
翅膀一展开啊，有3个人，3个成人这么大。它四处飞行，而且会出这个女人的笑声，在那里四处飞行。妖怪啊！那这个 Discovery 频道还探讨说，菲律宾的一个儿童被不晓得什么动物被抓去，当街呢把它吸干他的血液。这是报道的，这不是传说的这样当局呢在找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在他睡觉里面把他抓走，尸体被发现在道路上。你看这个群英乱飞啊，真的是妖怪充斥人家说国之将乱妖邪必至所以这个国家如果妖邪太多了，表示呢这个国家呢没有人人不尽本分了，不尽忠职守了，人人呢脱轨了脱轨脱序了，这妖魔就趁机作乱了。所以你要爱国呢，你必须呢尽忠职守。所以重视这件事情是爱国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王安石跟郑侠的故事，大致上是讲完的王安石这个偶相公被免职了，自己呢活活气死。郑侠呢虽然得到皇帝的这个肯定皇帝呢因为他的死谏所以呢就撤销王安石的新法，重新颁布法令，所以王安石的新法是失败的。那这个郑侠呢，那他在朝廷上也人单势薄，他敢跟恶势力对抗这是表现出他对于人民的忠心但是呢，恶势力他毕竟敌不过恶势力，所以呢，后来也被逐出朝廷。被逐出朝廷，起码被40好。所以郑侠的事情我们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只知道他在历史上出现过这一段，那他就已经留名了。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个奴仆的故事，那是明朝期间有一个徐氏兄弟分家产。那这个徐氏兄弟有3个兄弟那这个老三他先走了，他就过世了。结果呢，老大跟老二要分家产，可是呢，老三也要给他一份所以呢，把这个最好的家产老大跟老二就分走了他们认为比较不好的财产就把它分给老三的太太，这个寡妇那他呢，这个寡妇呢分到一个老奴就是他们家的长工。结果呢，分到这个奴仆这个寡妇很伤心很难过，她也不能跟这个老大跟老二争所以呢，只是在自怨自艾老大分到牛，老二分到马，那么呢，他自己呢分到一个老头子。然后他就说马还可以骑牛还可以耕种那么一个老头子只会吃饭我分到这个有什么用？好，就这样来自怨自艾。那这个老长工听了这句话很不服气谁说老了就没有用我虽然是这个奴仆的命但是呢，我也要尽忠职守，我一定要帮助你这个家重新兴旺起来。这个老奴仆有志气
这个老奴叫做阿纪。阿纪这个老人啊，有志气，而且呢，对他的主人非常敬重。他的主人虽然是一位这个寡妇啊，而且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但是呢，她就是主人，她就是要尽好他们的这个忠诚之道，所以呢，她就尽心尽力的帮这个主人出谋划策，帮他赚钱。可是没有本钱哪来钱呢？所以呢，这个主人啊，就是这个寡妇啊，去借钱，去娘家借一点钱，去朋友家借一点钱。那借一点钱之后呢，通通把这个12两金子啊，交给这个老奴阿纪啊。那其实交给这个阿纪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啊。因为呢，如果阿纪不忠心的话，那这个小寡妇啊，可能一辈子就这样毁了。所以呢，一个人啊，尽不尽忠啊，一个人守不守本分啊，一个社会啊，和不和谐啊，一个国家啊，强不强盛啊，就在这里看出来了。这个老奴呢，把这个本金拿去做生意，近这个1年之内啊，就赚了3次的利润了。卖什么呢？卖漆，油漆的漆啊，可能中国啊，要得到漆啊，要得向东南亚进口，所以漆可能很少。那他做这种生意啊，阿纪帮他的这个主人啊，这个抚养出3个女儿，也就是说，他这个主人啊，生了3个儿女，那么都是阿纪所赚来的钱，能够资助他们读书，长大成人，而且呢，长大还能够大到嫁娶的阶段了。大儿子娶了这个大家闺秀啊，又送他入太学读书啊，所有的收入啊，完全是阿纪一个人在经营。这个寡妇也没有什么才能，不能做什么，她就是有一个忠心的仆人而已。那结果呢？阿纪呢，看到这个徐家这个老三这一家人啊，即使是孩子啊，他也会跪下跟他请安。他从来没有轻视过他的主人。主人的小孩子从来没有轻视过。你看这样的人，我看在现在很难找到这样子，很难。古时候这样的人啊，特别让人家肯定。所以呢，阿纪这种事情，他就是在修道。阿纪死后一定做神。所以呢，正子为神。所以说，我们说人事尽，天道远。那么人事尽就是在这里尽了。这个阿纪把忠心做到了100%。他对他主人的孩子也是一样这么样的恭敬，而且他自己还有小孩子他自己的小孩子跟主人的小孩子不可以互相玩，不可以平起平坐，因为呢主仆有分啊。所以呢，他要他的小孩知道，他自己呢就是仆人，仆人的小孩子，仆人的小孩子是不可以跟主人的小孩子平起平坐的。他自己的这个观念非常强，这是君臣关系啊，君臣的观念啊。你会说啊，这个现在落伍了吧？太落伍了，太封建了吧？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没有啦。其实现在还有这种观念，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只是呢，人心有没有像阿纪这么样的这个忠诚呢？他那个纯度有没有那么纯，就不难得知啊。你看，在员工跟老板之间是不是这样子？员工好好的尽忠职守，好好的生产，好好的在他的产品上呢，把它做到最好，让老板赚钱，那么他自己是不是也是赚钱了？
那他是不是也是尽忠了？当然他的这个尽忠的纯度啊，绝对比不上阿纪这种。阿纪这种呢是从无到有，而且对方呢都是非常弱势的主人，他还是一样忠心耿耿，一心不二。那么现在的员工对老板呢，大概是没有这样子了，尤其是年轻人对于老板呢，你要加薪，我就非常感谢；你不加薪，就拉倒，走人。这个年后跳槽。所以呢，年轻人一年呢换24个老板还不够，换48个老板来相凑啊。有的人年轻人干脆不去找工作了，在家里做什么？做啃老族啊！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天就向2位老人家要钱，有2位老人家服侍他。你看看这个是尽忠吗？这个是尽孝吗？所以呢，尽忠之道啊，在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得到。你今天公司把你培养长大了，培养成才了，结果呢，其他公司重金来挖角，把你挖过去，你对得起你的主人吗？你对得起你的老板吗？你违背了中道，违背了良心。你到其他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薪水，增多了，但是呢，你有损阴德，你损了自己的功德，你自己还洋洋得意，认为说这家的薪水比这家高。你是不忠啊！你不忠之人怎么可以成就呢？老板把你培养起来了，你至少要替老板呢，这个分担责任啊！你至少要让这个老板可以呢，这个独立自主，发扬光大。你现在呢，人家重金你就挖走，所以现在呢，挖角这个之风啊很盛，随时有这个挖角公司来挖人。现在大陆经济啊起飞啊，台湾这些高阶人士啊被挖角过去啊，大有人在啊。大家都想为了自己谋得更好的这些物质的生活，可是呢，中间损了一个东西啊，那就是忠。忠这个东西损了，人格就没有了。人格没有了，人家看不起你。你今天会被挖角过来，明天你也会被人家挖角过去啊。人家看不起你，而且呢，你自己也看不起你自己。你的良心呢，会看不起你的作为。你以后呢，会忏悔。你以后呢，会觉得无脸见人。这是一种我们做人的道理如果说做人的道理都不懂了，你不会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呢。要清楚了解，我们今天在台面上看得到这些飞黄腾达的人呢，他以前呢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修行人。像阿纪这种人，我们说修行人，千万要记住，不是在庙里面的敲打念唱那些和尚、尼姑，在深山里面参禅打坐那些道士，绝对不是那些人。我们真正说的修行人，是在社会上做好人的本分，待人处事都很圆满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我们今天白羊修士人，就是要修到这样子，才能够叫做真正的修行人。所以有人认为说，我们的祖师传我们的心法这一派啊，是属于六祖慧能以后这个入这个在家的这一派。在家的这一派，六祖传到这个
七祖白玉禅，白玉禅继续传下来，传到第17代祖入祖宗一，18代祖张祖天然跟孙祖慧明。我们是承传在家这一派的。那出家那一派的马祖道一禅师，承传到宋朝没有了。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子，并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马祖道一这一派的承传还是在一贯道里面。一贯道里面它有所谓出家众，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知道这种事情。出家众是谁呢？就是清修的人士。你看我们的前人，不修习菩萨，他是出家众。他就承传了出家众的这一脉的心法，所以我们的道呢是祖祖相传，佛回传本体，师事密付本心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家的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凸显，是因为儒家应运。我们今天呢要把人的道理做出来，人的道理没有做出来。你光在山里面敲打念唱，你在念佛，拜忏，你不会成就。以前人会，现在人早安。道之宗旨讲到敦品从理，这个敦品的部分，有一句话说马不必其迹，要知善走；玉不必江河，要知去垢。那这个比喻是在说呢，马它不必一定要骑迹，骑迹就是千里马，只要它能够善走。那么浴就是洗澡，我们说早生浴德，这个洗澡不必要江河，要知去垢，不必要很好的这种浴室重点是要能够洗干净。那么呢，用这个马用那个玉来比喻人也是一样。那他说呢，人不必富贵，要知明德。道不必玄奥，要知行修那么讲到修道的人那么人不在于富贵，其实富贵也是因为敦品从理、修道立德之中得来。那么可是呢，这些外在的形象可以让人迷惑，会让人呢这个丧失本来的心智。所以人不必富贵，就是人呢不必靠外在的这些物欲来满足自己，要知明德。明德呢，就是了解自己内心的一个光明，一个道德的本体。那么有时候呢，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必须要靠一定的这个物质条件来养活我们人生来这个弘法利生这个是无可厚非那么人都要用这个肉体，所以呢，这个肉体可以替天行道。那替天行道呢，这个人呢，一定要能够了解天的意思了解天的道理。那么人为怎么样才可以了解天的道理呢？那就是呢，人的心它是光明的，它是纯洁，它是慈悲的，它是没有污染的。那跟天心互相来相应，所以呢，他能够把天的意思付诸于实践，付诸在百姓这个众生的身上。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所以人民的需要就是老天要给予的。
那么老天给予的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天生地养啊，所以我们人都要靠天地来生养我们。所以这句话呢，人不必富贵啊，要知明德，明德之心啊，要重于富贵。因为老天给予我们的已经相当充足，那么每个人的福报当然是不一样，但是呢，那个外在的福报就是一个人的因果。那因果之事呢，已经是前定了，无法强求。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反身内诚啊，了解到我们自信的那个光明圆满具足的这一面啊，那么外在的富贵怎么会比得上这样的富贵呢？所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啊，你没有向内去观省啊，这个进入这个万仞宫墙里面啊，你不晓得这个明德，它那个丰厚的那一面，是世间的这个福报没有办法比的。所以我们向人阐述道的奥义，倒不必讲到玄妙。因为现在的众生呢，你太玄妙的东西，他也听不懂。现在为什么佛家的道理、道家的道理，这些经典啊，太过于深奥的，人家也不想听了。你看四书五经来讲，四书五经四书还算普遍，那么普遍在于哪里？在于儿童读经班，因为儿童要读，所以大人也要去读。所以变成说了，其实四书五经对一般人来讲也是太玄奥了。所以重点在于呢，要知行修啊。你听了一个道理，能够去行，能够呢修正自己，能够呢化解掉自己的脾气毛病。所以道不必玄奥，要在呢行，要在修。那这是先佛所讲的话。所以呢，今天我们得到明师一指，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知道要行道、要修道。如果不是趁这个时候我们来行道修道的话，真的6万年来啊，我们没有这个机会。这个呢，从其他各教，从其他的宗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各派各宗的这个教徒那么多啊？可是呢，明心见性的一个也没有看到。真的修道有成就的，少之又少。那么他们这个像佛教在看有没有成就，是那个死前的有没有瑞相。我们说死相好不好啊？那再看他有没有成就啊？所以呢，这个已经是落入相当于这个末解的修行，末法的修行。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明师一指，天降大道给我们，我们甚至不晓得怎么修行，更不用说我们了解到我们内在的良知本性了。那所以今天讲敦品从理，敦品这个品这个字啊，老前人讲过立志与立品。那么这个字立出来了，你那个品啊，你那个格你就要出来，你就要有那个品格出来。品，所谓的品德、品性、品格等等呢，都是形容我们内在德性这个光明圆满的程度。所以道之宗旨教我们立品，首先呢，要从老前人教我们的立志做起。立志为什么要立志呢？一个人啊，来到人世间呢，你要立志，你立什么志啊？那为什么要立志啊？常常在我们的作文里面看到我的志向。
那么我的志向啊，从小学到现在啊，真正的没有遇到名师啊，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志向，没有遇到这个道啊，我们不晓得立志是干什么的。啊，你看我们立志做这个科学家，哦，立志做工程师，立志做这个艺术家、作家，立志做这些大家。那么立志做这些，对于我们这个明信见性呢，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哦，如果从这个修道这条路来讲啊，那么跟明心见性呢，是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你反道而行了，反道而行呢，你追求的这条路呢，有可能障碍你修行圆满、修行成就的路啊。所以为什么《论语》里面孔子讲到，至于道，据于德。哦，依于仁，游于义，等等的这些德目啊，你看游于义，他写排在最后。义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些知识、这些科技，哦，这些技艺，这个是游于义啊。但是这个是最后的，我们的人生之中是需要有这些艺术啊，这些技艺啊。哦，这些才能啊，来让我们生活的更圆满。但是呢，这不是第一要务。第一要务是什么？志于道。哦，立志呢，要立志在道上。立志在道上，不是叫你去敲打念唱，哦，叫你去这个参禅念佛，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境界啊，哦，天差地别。台湾话讲，一顿茶高丘。那至于道到底是什么？至于道就是恢复我们的良知本性。哦，恢复人的良知本性呢，这个是至于道。因为道呢是天所赋予的一个命啊。那我们人在天所赋予的命上啊，有叫做天命，天命就是我们人的性理，我们的性理是明德的，哦，是光明的，是圆满的，是具足的，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必须透过敦品从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目标呢先立清楚，也就是说，这个航道啊，你要走的这条路啊，要确立清楚，不要走错路了。你走错路了，那么到头来呢，错用功夫啊，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为什么圣人聪明睿智足以有灵？圣人呢，这个他的这个理解跟认知啊，就是可以呢去来到这个世间呐，来教化众生啊。哦，圣人教化众生，是因为他知道天的道理，人本来是从天来的，所以呢，今天要回到天，必须呢做天的道理。那我们讲这个从理的部分。但是要讲从理之前，你先要把这个志向，把它立下来。哦，你要达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那才行啊。所以品格要求自己，对于世间的染着，对于世间的烦恼，哦，世间的这些挂碍啊，你能够放掉几分呢？哦，所以敦品、立志，我们要知道，我们立的志呢，就是从我们的品格圆满做起。啊，至于道，
至于道会回归我们的圆满自性，回归我们的这个道德的圆满啊。所以至于道，据于德，据呢是依据这个德。那么人世间的德，都是我们在道之宗旨里面讲的这些德目啊，也就是说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那么我们根据这些德，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类的游戏规则。我们说守戒守礼，哦，这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道有道的理，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天的理啊，要时时掌握到这个心是处在这种光明觉知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会离道，就是说道不可须臾离也。你不会离道，那么你所走的都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大道。那么你的根据呢，就是据于德。德呢，是古德教我们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我们现在呢，从道之宗旨，好好的入手，好好的来做。那依于人，人呢是两个人，人呢是我们这种核心啊，人的核心啊。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么生命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上次讲到生命的工程，你要建造这个建筑物，你需要有工程图，你需要画出你的计划出来。那么你的目标要按照你的计划一步一步去走。那么我们依据呢这个人的工程图啊，也就是说依于人的核心价值，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目的，至于道，达到道的目的。然后两个人就是我们处在世间的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依于人来面对，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呢，会有很多这种磨合的状态。那么这种磨合的状态呢，需要透过人，需要知道人的这种义理，人的这种生活的价值啊，来跟人家相处啊。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强调道之宗旨的三个关系：人跟身心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还有呢，人跟这个社会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那么人多了，很多人就是这个社会关系，所以人跟人的关系跟人跟社会的关系其实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讲敦品，我们想到颜回，他的品格是在《论语》里面的记载是被孔老夫子称为第一的，德性第一啊。他说：“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啊。”他的修道修德啊，三月啊，3个月不会不为人，没有偏离航道，没有偏离人生的大道，所以叫做不为人。不违背这种核心的价值，做人的道理，没有违背，3个月就看到功夫了。那么3个月看到功夫了，你看其余者日月之焉而已3个月的功夫之后啊，其他的时间啊，日月之焉。日月呢，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到达，不为人。你看，我们如果说用这样的来解《论语》这句话，它里面是有玄机的。因为大家都讲啊，其心3月不为人，3个月之中不会违背仁德。
其他的人日月之焉，其他的日月就违背仁德。其实这也是一种表面上的解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解法。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心性来探讨的话，我们知道颜回下功夫呢，他是单是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看他那个品啊，已经立到了一种人类的一种核心价值，人类的一种道德圆满，他已经进入一个道的本体，所以才会让这么样的悠游自在。我们讲人不在富贵嘛，要知明德，他已经不在于富贵了，他已经进入了那个明德的状态，所以呢，这么样的快乐，乐在其中啊。乐是乐什么？我们说法喜充满，我们说这个道味无穷，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不为人啊。那么有的人把它解为三月，三就是多，就是他常常处在不为人的状态。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解法。那么孔老夫子赞叹颜回啊这句话呢，那么如果说我们从心性的看法，是因为这个颜回啊，在开始立志下功夫的时候啊，他能在3个月之内啊，不会达到，就不会违背这种核心价值。那么下了这3个月功夫之后啊，他已经更升一个层次啊，登堂入室了。登堂入室啊，所以呢日月之焉啊，所以他要忍，日月都可以到达忍。所以其余的日月之焉啊，其实其余就是说在讲其他的时间，3月之后的这个修炼的阶段，成就的阶段。所以其实啊，颜回已经到达一个开悟的状态。如果说从佛家的境界来讲，颜回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一个开悟的状态，进入明德的状态。所以呢，为什么孔老夫子这么样赞叹他？有时候呢，孔老夫子呢，还会认为自己的悟性呢比不上颜回。但是呢，这个孔老夫子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也是开悟的状态了。所以他看到颜回开悟了，这么快就开悟了，当然了，他非常高兴。你看一个老师能够找到这么样好的学生啊，这个是非常难得。那么学生要找到这么好的老师啊，也是非常难得。这2种呢来比较的话，老师找学生跟学生找老师啊，其实第一种比较难。老师找学生是难的，因为老师呢总是在公众的目标，总是在大的范围，大家都想要去拜访名师，去追求名师啊。有的人要去追求有名的师父，有的人呢暗地里寻找这个明德的师父。所以为什么聪明睿智出有灵？所以呢，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睿智的人啊，他要找名师啊，是找到那个明白的师父，清清楚楚，了然清楚皆知的一个师父啊。那么清楚什么呢？清楚宇宙人生的道理，一个人的核心价值，一个道德圆满的那种本体啊，这个是清清楚楚。只有这么清楚的人啊，才可以称为名师啊，才可以让人所依止。所以他说，具于德依于仁，具德依仁啊，其实都是一种圣人的一种划线。圣人的划线，因为德跟仁，他必须呢透过圣人，他才能够表彰出来。那么天地虽然有道，生活虽然存道，可是呢，天地不语，生活不言，整个不言不语之中啊，人要去悟啊，那是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如来禅跟祖师禅的不一样呢？
如来禅，我们就说如来他开悟的样子。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如来，那释迦牟尼佛他是透由这种天地的不言不语啊，悟到天地的这个本性啊，天地的本体啊，那个不生不灭的跟不生不灭的本体啊，在我的内在里面。那他悟到了这个，所以呢，他就跟大自然合为一体。合为一体呢，就已经是融入在道之中了。这是如来禅。所以你看，道家有一点像如来禅的味道。那佛家把它称为小乘啊，其实呢，那是人的分法。你看老子跟庄子在他们的理论里面呢、他的这个意境啊是相当高超的。有时候呢，他所在人世间的表现呢、都还比佛还要更圆满一点。因为他的这个表现哦，这些言语啊，这些动作啊，比较接近人。所以我们看庄子、老子的书啊，我们会看得会很开喜，会很有这种法乐，会有那种超越的感觉。但看佛经呢，它都是讲，大部分都讲超世间的事情。你看他去哪一个国土，三方十界的这些菩萨大德通通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在这个心性之中啊，来这样道体流露啊。所以呢，他讲的这个是超世间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如果没有超世间的这种人来带领啊，一般人是不容易进入的。所以佛法的修习啊，你看这个唐朝佛法大盛，所以禅宗呢，它的这个派别啊特别兴盛。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有圣人在表法，祖师大德在表法，所以呢叫做祖师禅。祖师就是有人明明白白的告诉你，透过人的方式表达给你知道。天不言地不语，但是呢，人将天不言地不语的这个道体啊，示现在人的生活之中啊。这个是祖师禅。那所以比较于我们现在所修行的这个道，我们是祖祖相传的。我们这个道体啊，道脉啊，也是从禅宗那边一直流传下来的。那禅宗的这个祖师啊，一直推溯到这个佛。那佛如果说又在推溯到无穷无解的一个开始。我们讲道，我们讲老母。所以我们这个道呢，从老母这边来，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一条经线，都是由祖师传承的。所以这个祖师传承的叫做祖师禅。那这个祖师禅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人的生活方式透过人来解答。那么你看庄子，看老子这个，那他这个比较接近如来禅。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没有一个祖相传的一个血脉呀。自修自悟，自解自证。那这样的人呢，在我们人世间是很不容易的。但如果不是特别聪明睿智的人啊，那这样是很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啊，你看圣人的出世，佛的出世，他都是为了这些普罗大众啊。你看那些